癸，服道奉行。年月日，起尚书某曹，又服仪。某曹官太常甲以其辞。押。某属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主者详简相应，请听如所上示诺。别服深舍，奉行。警官。年月日，右官事已准于黄按年月日右方，关门下为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尚书众官属，其尚书名下应云奏者，经言官，余皆如黄按。是。某曹官司徒长史王甲起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常理以书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尚书某甲参议，以为所论证如法令，报听如所上，请为令书如左。警官。右关门下尉及尚书属，如上仪。司徒长史王甲起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常理，以书言某事云云，州府原按允直，请台告报。年月日，尚书令某甲上。建康公无令，称仆射。令日下司徒，令报听如某所上。某宣赦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一行。年月朔日甲子，尚书令某甲下，无令称仆射。司徒陈书从。事道上启某曹，右外上士，内处报，下令书仪。某曹官某事云云，令如是，请为令书如右。警官。右官属如前事。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其下所属，奉行如故事。文。书如千里一行。年月日子，下启某曹。PG 254。又令书自内出下外移。令书前某官某甲，令以甲为某官，如故事。又令书版文准于昭示版文。年月日，是御史某甲授。尚书下云云，奏行如故事。又以准尚书敕仪。启某曹。又并白纸书，凡内外因官监之事，亦准此为宜。其经功成者，依成礼。拜刺史2010届敕文曰制诏云云。某动静履文。又若拜诏书除者，如旧文。其拜令书除者，另代制诏。余如常仪。辞官版文云：某官粪土城某甲临官，稽首在。拜辞。制曰：又除粪土城及稽首云云。某官某甲在拜辞。以令日代制曰：某官功臣者，称臣。皇太子夜开朱门，末令迎自起传令信。太史每岁上某年历，先历春历夏大暑历秋历冬，常读50。令皇帝所服各随50之色。帝身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以令者录案上，奉以入就席服毒气，赐酒一之。官有其注。复咸曰：立秋1日，白露光于子庭，白旗沉于玉。皆然则其日期，露皆白也。晋成帝咸和5年6月丁未，有司奏读秋令，监视中散骑侍郎荀彧、兼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曹宇伯曰：尚书三公曹奏读秋令遗著。兴荒以来，旧典未备，臣等参议，光禄大夫陈华恒议。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却不读令，在春冬不废也。夫先望所以。从时读令者，盖后天而奉天时。政服尊严之所重，今服张多，缺如比热龙鹤，臣等未可如恒毅，依故事却而不读。赵可。
6年3月，有司奏，今月16日立下。按5年6月30日门。PG 255。夏伯依武皇下阙独令，今政福建备40独令，是之数天和。龙鹤之道，为今故宜读下令，奏可。宋文帝元嘉6年6月辛酉朔，驸马都尉奉朝请徐道于上表，曰：仅按晋博士曹洪之意，立秋欲独令，上因着相责，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浅学管见，切有为疑。符循、礼记、乐令。王者40之符正见驾苍龙，载赤旗，衣白衣，服黑玉。记下则黄文集于此，无白官则某吕某专也。且则又非古服，出自后代。上附于官，下不属衣。官故不革，而则起容异色。余谓因衡与官同色，不宜随节变彩。土令在晋，仅以上文，如或可采，岂复外详议。太学博士寻万秋义，符寻则非古者冠冕。知符礼无其文。按蔡邕、独断云，则是古碑建公事部官人所服。又董仲舒指与书曰：其执事皆斥责之病，不官之服也。汉元使用，众臣律从。故司马彪于服志曰：尚书则名曰纳言，银器五交，各如其色，从章服也。自资乡臣器于有尽。大宋受命，礼制因循。司祭历代臣准，谓夷人。就有司奏，仅按道于启事，以土令在晋，未则不宜变。万秋虽云则夷人旧，而不明无读土令之文。今书就是于左。谓台杂访曰：前后但见读春夏秋冬40令，至于伏黄之时，读却不读。今不解其故。为明帝景初元年12月21日，散骑常侍领太史令高唐龙上言曰：黄于五行，中央土也。王羲祭各18日，土生于火，故于火用事之末伏黄，3祭则否。其令则随40，不以五行为分也。是以伏黄无令。其后太祖常为土令，三公郎每读10令，皇帝临轩，百僚备位，多赠诵失常。乙宋为世祖是刘协，太宗是谢伟为三公郎，善于其事，人主。及公卿并属目称叹。协见宗室传，谓谢宗弟也。就说后汉有郭瑜者，有3女。以3月上辰产2女，上巳产1女。2日之中，而3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PG 256。感指家，皆于东流水上为其壤，自桀浊，谓之系辞。分流行商，遂成曲水。使臣案，周礼女巫长岁时服除性欲，如今3月。上巳如水上之类也。性欲谓以香薰草药沐浴也。韩诗曰：郑国之俗，3月上巳之情，为2水之上，招魂续魄。丙兰草服不祥，此则其来甚久，非起郭瑜之遗风，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使陈州。蔡邕章句曰：阳气和暖，委于时至，将取以见请妙，故应是陈州系于明川也。论语。暮春欲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理。今3月上巳，浮于水滨，盖出此也。庸之言然。张衡、南都赋浮于阳滨，又是也。或用秋、汉书8月浮于坝上。刘桢、鲁都赋宿秋2期。天旱止于，人须服锄，国子水稀。
又是用7月14日也。自魏以后，但用3日，不以4也。魏明帝天渊池南，设刘碑10沟，燕群臣。晋海西中山后刘碑曲水，沿百僚，皆其事也。公人寻，直至今。汉文帝始隔3年丧至，临终诏曰：天下立民灵3日，皆是服。无尽娶妇、嫁女、辞祀、饮酒、食肉，其当给丧事者，无显。迭代无过3寸。当临者，皆旦夕各15举阴。服大红15日，小红14日，欠7日而是服。文帝以己亥崩，以祀葬，期间凡7日。自是之后，天下遵令，无复3年之礼。按狮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杖，哀必3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事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潼关3寸，治丧3日。然则圣人之于疾病，必为全治也。但汉文治治生平，四海宁晏，废礼开薄，非也。宣帝的节4年，诏曰：今百姓或遭衰跌凶灾，而立尧氏不得葬，伤孝子兴。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尧氏，使得收敛宋中，尽其子道。至成帝时，城乡敌方尽，是父母孝景，母中祭葬36日，除服逝世，自以为生辈。汉乡不敢于国家典章。然而元社行父丧3年，显明天下。和 PG 257。监惠王行母丧3年，诏书褒称，以为宗室仪表。薛修服母丧3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促以此祸机。于是则丧礼见贵长存矣。至汉平帝崩，王莽欲炫惑天下，是忠孝使610以上皆服丧3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诛，侯之服一吊在会而已。而令子兴都侯禹服丧3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3年之礼。世皆兼望，天下及之。汉安帝初，常例多，必是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事后立右手执居官，不行3年丧服。其后又开常例以下告宁，言事者或以为次12。迁时仪同此制，帝从之。建元元年，尚书孟布奏遗父如建武。永平故事，决赐12迁时告宁及父母丧服，又从之。至桓帝永兴2年，复令赐12迁时行3年服。永寿2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3年服。至延熙元年，又皆绝之。后汉室，诸帝不遇，并告泰山、弘农、庐江、常山、颍川、南阳、河东、东郡、广陵太守导祠5月4读，遣司徒分议交庙。社稷魏武陵中一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百官临殿，中者15举阴，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不得离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疾病。是月丁卯葬，葬毕反击，是为不逾越也。诸葛亮受刘备遗诏，既崩，群臣发丧，满3日除服。到葬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尉、县令常3日便除服。此则魏蜀丧制，又并异于汉也。孙权令诸居任遭3年之丧，皆须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6年，使群臣议立制，胡宗以为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位制，不得告，告者抵罪。故雍等同宗议，从之。
其后无令孟人闻丧折去，陆逊陈其速行的减死一等。自此遂绝。晋宣帝崩，文景并从权制。及文帝崩，国内行服3日。武帝亦尊汉，谓之典，祭葬除丧，然由深衣素冠，降席撤善。PG 258。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彧、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该、都护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睢、中书监荀绪、中军将军杨虎等奏曰：臣闻礼典轨度，封杀随时，余、夏、商、周、咸部相袭，盖有由也。大晋少成汉，谓有格有音，其余足以兴化，至而已。故未皆的反秦太素，同归上古也。陛下既以辅尊汉，为降丧之典，以祭食物，而公导大孝，情过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善。虽武丁行之于阴室，曾闵吕之于布衣，未足以御。方今荆蛮未夷，数镇未易，万机是因，动劳神虑，启皇权遂盛，止以从治秦。嘉岁时变异，其运忽过，山林弥远，攀木永绝。臣等以为陛下宜回律歌秦，以康时纪制。折斥御府一服，内省改作太官复善，诸所施行，皆如旧制。诏曰：每感念忧民，而不得终居叠于草土，以存此痛，况当时道衣锦，诚诡然。击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诸身家，传礼来久，何心一旦？便益此情于所添。相从已多，可是审孔子答载我之言，无事分云也。言及悲褒，奈何奈何？夫等重奏，服读明诏，感以悲怀。哲思仲尼所以义载我之问，慎思所以不能以义，甚深甚笃。然今者干戈未及，武士未演，万机至重，天下至重。陛下以万臣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习稿，水饮书食，应忧内营，毁瘁外表，而攻秦万机，坐而待旦，将心皆下，则不黄时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宁，臣具神器用损，以救大事。折斥有司改作复常，虑犹旧典，为陛下察纳余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曰：众览奏议，亦以悲褒，不能自胜，奈何奈何？3年之丧，自古达理，臣圣人称心力哀，民数而行也。神灵日远，无所告诉，虽薄于情，实指服美，正更所不堪也。不以反复，重伤其心，言用断绝，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礼中3年，后居太后之丧，亦如之。PG 259。太史2年8月，诏书曰：此上旬，先帝弃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穷常复何11的续人子情邪？思慕反睹，寓意临瞻视，以尽哀愤。主者具行备。太宰司马孚、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该等奏：陛下至孝真真，哀思往极，衰麻虽除，悔足过礼，疏食粗服，有损神和。今虽秋节，尚有余暑，夜见山林，悲感摧伤，群下窃用悚袭。平易以为夷为远替，将亦甚。秦以为万国。诏曰：孤穷乎尔，日月以周，痛目摧感，永无逮及。欲奉瞻山林，以叙哀愤。体气自佳，其右以良，便当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备。又诏曰：习者哀事。30日，
便为子宫所弃，遂离衰跌，感痛其可甚言。故汉文部使天下敬哀，亦先帝至谦之志，是以自歌，不以负诸君子。有3年之爱，而生理阔然，当见山林，何心而无福？其以衰跌行。夫等重奏，臣闻上古丧其无数，后世乃有年月之见。汉文帝随时之意，至为短丧，传之于后。陛下以社稷宗庙之众，万方议诏之故，既从权制，士将衰麻，群臣数僚疾服。今者业灵，以恤哀慕，若加衰跌，尽臣其福，当复受制进退无当，不敢奉。诏曰：一之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惟欲令哀丧，知物在身，盖尽情也。群臣自当按旧制，其服之意，非先帝意。也夫等又奏，臣闻圣人制作，必从时宜。故武帝疏乐，三王议礼。此古今所以不同，直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随时之宜，既降新克己，抚旧权制，既除衰麻，而行新丧之礼。今复制服，亦无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虽先帝厚恩，亦谓之感安也。参亮平议，宜如前奏。臣等感故以请。诏曰：患情不能弃疾。2. 依服何在？诸君情之志，岂苟相违？太史4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以炉中失白。兼杖入素床，以不经果快草。遥辇板于细读车皆失监理。诏不听，但令一部衣车而已。其余居丧之志，亦如礼文。有司 PG 260。又奏大行皇太后当以4月25日安错。故事愚者衰服，继余而除。其内外官僚皆就朝不临位，欲除服器，各还所赐。除衰服。诏曰：夫3年之丧，天下之达理也，受终身之爱，而无数年之报，奈何葬而变疾，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事有险异，道有乌龙，所欲之时矣。臣有犹然，非乎礼也。方今戎马未散，王室至殷，更须听断，以息庶几。昔周康王始，登议事，犹待免临朝。降于汉、魏，既葬除事，亮案之礼，自远代而废矣。唯陛下歌高宗之志，从当时之宜，感故以请。诏曰：览审奏事，亦增感褒。夫3年之丧，所以尽情治理，葬以便除，所不堪也。当续无哀怀，言用断绝，奈何？有司又故请。诏曰：不能笃孝，勿以毁伤为忧也。臣之依服，莫是耳。然今思存草土，虑常以疾夺之，乃所以重伤至心，非见念也。每代礼典直文皆不同，此生何为现以尽制，使达丧阙？然乎？群臣又故请，帝流涕久之，乃许。文帝重阳陵先开1日，遣侍臣侍子宫，又遣将军校尉当值。魏中间各1人，将殿中将军以下及先帝时左右常给10亿灵宿尉。闻明皇后崩及武元阳后崩，天下将立发哀3日止。太史元年，诏诸将吏2000石以下遭3年丧，听归中宁、数人复除徭役。太康7年，大鸿胪镇莫母丧，祭葬，当依旧设职，故臣不起。于是始至大臣的中丧3年。然元康中，臣准复贤之徒，有以权夺，不得中礼。自兹至今，往往以为臣比也。晋文帝之崩也，杨护卫复玄曰：3年之丧，自天子达，汉文除之，毁礼伤义。
今上有增，敏之幸，实行丧礼。丧礼实行，何为除服？若因此守先望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已没，事浅薄，不能复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户曰：且使主上遂服，犹为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父君臣，三纲之道亏矣。PG 261。昔早耻曰：父玄之无君臣之商教，而不知奸无父子为重，岂不必哉？且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福，故四海梨树，莫不尽情于其亲。三纲之道，二父恒用于私事，而亡者独尽废之，其所以孝治天下乎？师云由之未远，其父玄之谓也。太史10年，武元阳皇后崩，博士张敬义太子夷依汉文，权制割秦除服。博士陈奎义太子夷令服众。尚书仆射卢卿，尚书魏书，杜预奏亮案之志，乃因自古士以高宗无服丧之文，惟称不言而已。汉文献36日，魏氏以祭于为短。皇太子与国为体，礼仪是服。博士断唱陈述谕旨，推引礼传以成其说。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随御除服。自汉文用权礼，无复敬，历代尊用之。至晋孝武崩，太傅录尚书会稽王道子义山陵之后通婚嫁，不得作乐，以义其为。现宋高祖崩，葬毕，立名至于公耶，西通乐，为殿内禁。宋武帝永初元年，黄门侍郎王准之役，郑玄丧至27月而终，学者多云的礼。晋初用王素义，详旦共乐，遂以为制。江左以来，为晋朝适用，晋升之士尤多尊玄义，以使朝野一体诏可。晋惠帝永康元年，闵怀太子薨，第一礼服长子3年，群臣服其衰齐。晋孝武太元21年，孝武帝崩，李太后至3年之治。宋武帝永初3年，武帝崩，萧太后至3年之服。晋惠帝太安元年3月，皇太孙上薨，有司奏欲服其衰，其诏通义。散其常侍谢衡以为诸侯之太子，是与魏氏尊。碑体书丧服云：为嫡子常伤，为魏氏也；以是则不伤也。中书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以尊重，不待命事。若恒亦矣。是不伤，则元福之子，当斩衰3年；为是而伤，则虽19，当大功9月。是与魏氏，其为升降也为；斩与大功，其为轻重也。PG 262。远。而今注云：诸侯不降敌伤，重贤于吴，以大功为重敌之福。大功为重敌之福，则虽是吴复有3年之礼名矣。男能奉魏社稷，女能奉妇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以成之事，故可无伤。非还称之谓也。未伤后者，尊之如父，犹无所加，而只伤服。况以天子之尊，为无服之伤，形成人之治邪？凡诸夷众之伤，皆是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独居其众，谓之前文也。博士采克同粹，秘书监制于义，太子出身，举以成人之礼，则伤礼。除矣。太孙一体君重，犹未成而服权，非以年也。天子无服伤之宜，绝其故也。于是御史以上皆服其衰。晋康帝建元元年正月会，成公度皇后周记，有司奏制，尊其年应改服。
诏曰：君亲，明教之重也。权制出于晋代，尔于是素服如旧，非汉魏之典。晋孝武太元9年，崇德太后处世崩，后于帝为从嫂，或疑其父。太学博士许早诣，资父弑君而敬同。又礼传其夫属乎妇道者，妻皆母道也。则夫属君道，妻亦后道矣。夫后已以资母之意，鲁姬逆嗣矣。民尊尊。今上供奉康穆哀皇及晋后之嗣，至敬同于所天，其可敬之以君道，而弗废于本亲。谓因服其衰其。于是帝制。其服。晋安帝隆安4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书祠部郎许广义。太皇太后名谓允正，体同皇籍，礼制被禁，情理弥深。杨秋之义，母以子贵，既称夫人，礼服从政，故承封显夫人之号，昭公服3年之丧。子于父之所生，体尊义重，且礼祖不厌。孙1岁服无屈。而原情立志，若贤明文不存，则疑思从众。魏婴同于为祖母后其衰其。永安皇后无服，但亦举哀。百官议其。赵可。宋文帝元嘉17年7月壬子，元皇后崩，监司徒给事中留。温持节奸丧。神虎门舍兄门伯立至西上号，皇太子于东宫重政。PG 263。殿及永福省并设庐。诸皇子未有辅帝者，于西谢设庐。元嘉17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兴丧3年。礼兴丧者，有旦无旦，礼无成文，是或2行。皇太子兴丧毕，诏使伯议。有司奏丧，礼有旦，以详辩有见，不宜便除及急，故其间服以先稿也。兴丧以经13月，大祥15月，详旦便除，礼毕于一期，不应复。有旦，宣下以为永制。诏可。孝武孝建3年3月，有司奏，故散其常侍，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3司议杨王师王衍丧事。至尊为服司3月，臣服人。即公除。至3月尽，魏降当除服与部。又皇后依朝制服兴丧。行丧30日公除。至祖葬日，临丧当者和服。又旧事，皇后兴丧，服中除之日，更还者为公除时服，然后就除。魏降今皇后。除兴至日，当依旧更服。唯但是兴至中所着不肃而已。乐礼官。处正。太学博士王英之意，尊卑殊至，轻重有极，五父虽同，将晏则异。礼，天子只降旁卿，外就司马，本在福利，但衰迭不可临朝享，故有公除之意。虽是衰袭免，尚有司马之制。余为至尊服3月既尽，犹宜除事。又义吉凶易容，情理相称。皇后1月之限虽过，2公之服已逝。哀情所及，莫生于施救，轻贱之重，不可以无服。按周礼，为兄弟既除丧矣，及其葬也，反服其父。亲丧虽除，由其衰以临葬。举亲民众，则其礼可知也。余为王佑光禄祖葬之日，皇后以反其衰。又义丧礼极远，便除见亲，请与日杀，服随时改。权礼既行，服至，以便岂容中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晋太史3年，武帝以其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平赵情，私生极心。于时朝议辟职，亦遂不果。
于为皇后中除之日，不宜还着重服，直当是除不肃而已。太常承朱缨之意，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称。今朝臣司服亦有公除，犹自穷其本质。因之云，晋五败临不遂反服，此时是全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置耳，与公除不同。于魏皇 PG 264。后除新制日，宜如旧反服为公除时服，以生创具之情。于同因之意。国子助教苏伟生议，按3日臣服即除，及皇后行丧。30日，礼无其文。若并未之公除，则可粗相依准。凡诸公除之赦，盖以王制夺礼。葬及降除，皆以反服。未有服之于前，不除于后。虽有其斩重制，犹为公私除丧。夫公除暂夺，岂可？遂以及邪。于为至尊3月服尽，故应依礼除事。皇后临祖，即益州降除，并以反服其衰。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弘毅谓至尊司至中，只举哀而已，不须侍服。于同朱缨之意。前祠部郎中周景远议，权势变礼，五副具阁，司马亲制，不容独议。谓至尊既以公除，至3月尽，不复有除事之意。其余同朱缨之意。重加言详，以弘毅为允。赵可。大明2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禄大夫王衍丧，依阁皇后服其，兴丧3年，因在周来2月会。简元嘉19年就事。5. 康公主出世，25月辛至中进，从礼及籍。袭国哀在周，孝建2年2月，其月末，诸公主辛至中，则应从籍。于时由辛旦。肃一27月乃除，二事不同。领仪曹郎朱缨之意，详。循礼文，兴丧不应有旦，皇代考检，以为定制。元嘉纪年，或男生库，圣兴天制，丧祭过哀。是以出世公主，还同在世，及秦变礼，非隔旧章。今皇后2月会，宜依元嘉19年制，世肃。及文帝元嘉15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禄大夫因合丧，便除之礼，宜同皇后。晋孝武太元15年，书元陈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参降母以子贵，赠书元为夫人，至嘉令典丧事。太子前位律徐邈。亦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体，则不服其私亲。幼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炼冠麻衣，祭葬而除。非五父之长，则谓之无服。从之。宋孝武大明5年闰月，皇太子妃薨。张穆为称，号曰张公。载以龙顺，造陵于龙。PG 265。山至大将青断草，司空告后土，谓葬曰山营。复文元皇后庙。知因事，在正堂后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公9月，设为太极东宫堂殿。中间，黄门侍郎、仆射并从服。从服者，御服衰乃从服，他日则否。功臣服其衰3月，其居宫者处宁甲。大明5年闰月，有司奏，依礼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宫5月，皇后大宫9月。又臣徐元参议，宫人从服者，若2欲哭灵，因着衰时，从服者息着衰，非其日如常宜。太子既有非其服，召见之日，还者公服。若至尊妃哭灵日幸东宫，太子见亦如之。功臣见至尊，接着诛一。
大明5年闰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并服大公9月，皇太后小公5月，未详2狱。何当的作鼓吹极乐。博士司马欣之意，按理其衰大。公之丧，3月不从政。今临轩拜寿，则人君之大典，今古记忆，奢促不同。余为皇太子妃赴庙之后，便可临轩作乐及鼓吹。又臣徐元义，皇太子妃虽未山迎，临轩拜官，就不为爱。子官在病，因献而不作。父后3欲乐，以使学官拟礼上。心之。又议按理，大公至则辟琴瑟，臣无自奏之理。但亡者体大，礼绝繁数，故汉文祭葬，悉皆复疾，唯献而不乐，以此表哀。今准其轻重，谋其降杀，则下流大公，不容撤乐以终服。夫今时兵饷之礼，萧管景图之位，时人君之盛典，当阳之威势，故意不可久废于朝。又礼无天王伏敌父之文，直后学推贵敌之意耳。既以制服臣丧，虚悬忠贬，亦足以珍崇种正，标明礼规矣。原参议皇太子其服内，不合作乐及鼓吹。明帝太史中，陈贵妃赴京宝簇，贵妃制服30日满，公除。晋穆帝时，东海国延哀王薨余年，4王乃来祭，不复追服群。臣皆以反击，国非亦宜同除。诏曰：朝廷所以从权制者，以王室夺之，非为便礼也。妇人传崇义大，若从权制，亦将安托？于是国非终3年之制。孙慎曰：废3年之礼，开偷薄之源。PG 266。汉未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以夺以王室，妇人可忠本服。是为吉凶之疑，杂陈于公请，采素之志，乖异于内外，无乃情。礼具为哀乐师所乎？藩国寡物，宜如盛典，可无疑矣。宋文帝元嘉4年8月，太傅长沙景王神主随自南兖州刺史，义兴镇广陵，被所家书礼下传。及至镇，入行庙。大司马临川。列武王神主随子荆州刺史义庆江陵，亦如之。元嘉23年7月，白衣领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尚书赐海盐公主所生母蒋美人丧。海盐公主先离婚。今因臣服，撰遗著参详，遗下2学理官博士义公主所服轻重。太学博士顾雅意，今既贤用事礼，便宜同其衰嚣仗，不待书。吕、齐、李弼新丧3年。博士周野王义又云：今诸王公主贤用事礼，乔王、衡阳王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则公主情礼，亦宜家中其服为允。其博士与岁之、严策、英明、王渊之4人同雅意，何谈、王罗云2人同野王义。如所上台案。今之诸王虽行事礼，是施于谤亲及自己以下，至于为帝王所厌，犹亦依古典。又永初3年9月，伏修夷王，广德3主以于尊所。宴犹服大公。海盐公主体自成疾，当上宴至尊，起得岁服。台剧今传正文，并引事例，依原则施。而博士顾雅、周野王等汉不肯沾，方称自有宋以来，皇子藩王皆无厌将。痛之事礼者于故事，司公之福不废于末期，故独贬于所生。是生其所轻，夺其所重，夺其所重，岂怨情之谓？台服循圣。朝受忠于晋，凡所施行，莫不上积礼文，兼用进士。又太元中，晋恭帝时为皇子，服其所生臣氏，练官全员，
此则前代施行故，是仅依礼文者也。又广德三公主为所生母伏修仪服大公，此先君于尊之所验者也。元嘉13年，第7皇子不服曹节于止于麻衣，此验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具古，又不依经，被为师，行见事而多作服辞自谓，乃云武帝之时，三王之际，又延长。PG 267，子去斩衰，除旦杖，皆是古礼，不少经世。博士虽复引此诸条，无救于师。又结台云藩国的遂其私情，此亦出合经济。臣按南桥，衡阳太妃并受朝命，为国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父，其可为美人比例。寻藩王得遂者，圣朝之所许也。皇子公主不得生者，有验而然也。台登重艮，则失志不得过10日，而复不酬答。既被催赦2-3日，府书瞻辞。虽理屈势穷，犹闻一尺服。臣闻丧祭有志，礼之大经，将杀忧夷，家国旧典，古之诸侯众。子有以尊宴，况在王室而欲痛之事数，此之辟谬，不似言而显。太常统嗣曾不言却，所谓痛乎师者，亦未得之。宜家财政弘明国典，仅按太学博士顾雅、国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罗云、言策英明、何谈、王渊之、前博士千员外散骑侍郎与岁之等贤盟。抽事被位前疑，既不谨守旧文，又不审据前准，遂上背经典，下为故事，虑意妄作，自造礼章。太常陈进书位居宗伯，问礼所思，腾数往返，了无言却，混同滋师，亦宜急救，请以见事，并免经所居官，解野王领国子助教。野王出力亦乖喘，中执汉千师，未为10日之限。虽起一事，合成3000，罗云长押汉师3人加禁锢5年。诏进书白衣领职，于如奏。元嘉29年，南平王朔所生，母无淑仪薨，衣礼无服，麻衣炼官，祭葬而除。有司奏，故者与尊者为体，不得服其私亲。而彼是诸侯贤用事礼，吾复之。内悉皆臣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生母服。孝武帝孝建元年6月己巳，有司奏，故第16皇帝修宪。薨夭，年始即伤，追赠世东平冲王。服至未有成准，折下礼官。详议。太学博士陆承义，按理有成人道，则不为伤。经济追作土语，远崇风制，归服备典，成熟大焉。典文是昭，商明。去意。夫典文垂饰，原服表身，犹以免孺子之志，全丈夫之意。PG 268。安有明班绝首，而可服以商礼？有司寻臣亦无名正，却使秉正更上。臣重义，妾为赠之为义，所以追加名气。故赠公者变成公，赠卿者变成卿。赠之以王，得不为王乎？然则有在身，而封或继媒而爵，具受帝命，不为吉凶书典，同备文物，岂以存亡艺术？今喜册贤制，是成人之礼，群后临哀，非下商之志。若丧用成人，轻以伤服，莫学含仪，谓之或变。敢求详中。如所称。左丞陈阳西参议，寻臣议，既无化然前例，不合准据。按礼，子不伤父，臣不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
又曰：尊同则服其轻服，推此文旨，旁亲。自宜服伤，所不伤者为师臣子而已。赵可。孝建元年6月，湘东国赐称国太妃已去30年闰6月2、18日薨。魏降周忌当在6月，为取7月。乐礼官议政。伯是秋麦之意，按无商议。闰月亡者，应以本正之月为纪。魏正闰论虽各有所执，商议为允，以今6月为纪。左仆射谏。平王弘谓麦之意不可准据。按进士及黄代以来，闰月亡者，以闰之后月降，以来7月为降纪。及大明元年2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阳哀王去年闰3月18日薨，今为何月末降除？下礼官议政。博士复修义旬3礼，丧欲闰，月数者数闰，岁数者没闰，闰在其内故也。鄱阳哀王去年闰3月薨，月次节。戊，则定是4月之分，应以今年4月末为降。晋元、明2帝，并以闰2月崩，以闰后月降，先代陈准，则是今比。太常臣与魏之义，礼正月存清，故有忌日之感。40，纪已变，人情义已衰，故有2降之杀。是则降纪皆以同月为义。而闰亡者，明年必无其月，不可以无其月而不降纪，故必宜用。闰所附之月，闰月附正、公阳、明义，故班固以闰9月为后。9月，月明纪不殊，天时亦不异。若用闰之后月，则春夏永隔，节后易喘。设有人以闰腊月亡者，若用闰后月为降纪，则降纪。PG 269，应在后年正月，降赦3载，既失周期之意，冬亡而春季，又乖。治感之本。譬今年末30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29日清尚存，则应用后年正朝为纪，此必不然，则闰亡可知也。通关并同谓之意，3月末降。大明5年7月，有司奏，故永阳县开国侯刘叔子夭丧，年14岁，傍亲服至有仪。太学博士于和，领军长史周景远。司马朱因之、前太常臣与魏之等议，并云仪同成人之服。冬，平冲王服伤，时由追赠，亦予以授毛土。博士司马欣之意。因同东平商服，左丞荀万秋等参议，南面军国，即体臣。家虽则沛西，未却成人，的君父名也，不容服商，故云臣。不伤君，子不伤父。推此，则知傍亲故依商制。东平冲王矣。今前议，若身世朝列，则为大臣，故鄱阳哀王追赠太常、亲戚。部将于魏下商以上，身居封爵，仪同成人。年在无服之伤，以登官为断。今永阳国臣，自应全服。至于傍亲宜从商礼。赵、景远亦为允。后废帝元徽2年7月，有司奏，第7。皇帝训养母郑修荣丧，魏降服至，下礼官正议。太学博士周山文义按数母慈己者，小公5月。郑玄云，其始养之部，命为母子，亦服数母慈己之服。于魏第7皇帝宜从小公之制，参议并同。汉魏废帝丧亲3年之制，而魏氏或为旧君服3年者。至晋太史4年，尚书何真奏，故辟举纲纪历，不记为氏，皆反。夫旧君其衰3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事无贵贱，悉同一故。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7月设稷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晋武帝以来，国有大丧未除，正会亦废乐。泰安元年，太子丧未除，正会亦废乐。穆帝永和中，为中原山陵未修复，平年会则废乐。是时太后临朝，后复楚侯薨，元会又废乐。PG 270。晋士孝武太元6年，为皇后王氏丧，亦废乐。宋大丧则废乐。汉献帝建安末，为武帝作中令曰：古之葬者，必在极薄之地，其归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重人长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诏谕，使卒相容。魏武以宋中制衣服4切，题饰其上，春秋冬夏日有部。会随时以敛，金耳珠玉铜铁之物，宜不得送。文帝尊奉，无所增加。及受禅，刻金玺，追加尊号。不敢开山，乃为实事。葬玺山首，是陵中无金银诸物也。汉礼名器甚多，自是皆审矣。文帝皇初3年，又自作中制礼，国君即位，为皮存，不忘王也。寿陵因山为体，无风无树，无力请殿，造园艺，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见也。礼部墓祭，欲存亡之不独也。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中梅，皆葬涧西。前又以表其处矣。此诏藏之宗庙，附在尚书、秘书3府，明帝亦尊奉之。明帝姓虽崇奢，然未具迎陵墓也。晋宣帝欲自于守阳山为土葬，不焚不树，作故命中制，敛以食服，不设名器。文景皆谨奉臣命，无所加焉。景帝崩，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太始4年，文明王皇后崩，将合葬，开重阳陵。始太为司马望奉祭，晋皇帝密玺授于便房神座。魏氏惊喜，此又简义。太始2年，诏曰：袭顺葬苍梧，农不义母，与葬会稽。事不改祀。上为祖考清简之旨，外御夷陵10里内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园，民重简，且百度草创，山林缝中，审曰备矣。成帝咸康7年，杜后崩。诏外官5日一入陵，内官旦一入而已。过葬于祭礼必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门伯利，门号显阳端门。诏曰：门如所处，凶门伯利，大为繁废。PG 271。停之。按蔡摩说，以2瓦器圣死者之祭，系于墓表，以为席。至于庭中近南，名为众。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祭于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众当之。礼称为主道，此其义也。范间又曰：凶门非古，古有玄重，形似凶门。后人出之门外以表丧，俗遂行之。薄杖、祭古吊木之类也。是时有诏曰：众壤之下，岂宜从事无用？陵中为节扫而已。有司又奏，依旧选公卿以下6品子弟60人为宛郎，诏又停之。孝武帝太元4年9月，皇后王氏崩。诏曰：中士为从简。素又诏，远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选宛郎24人。诏停。宋元帝元嘉17年，元皇后崩，诏亦停选宛郎。汉乙午
公必则上陵，岁岁以为常，位则无定理。齐王在位9载，11夜高平陵，而曹爽诛，其后遂废，终未仕。晋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夜陵。于是景、文遵止。至武帝犹在夜重阳陵，一夜郡平陵，然遂不敢夜高元陵。至惠帝复止也。逮将左出，元帝崩后，诸公始有夜陵辞陵之事。盖由卷同有职，虑情而举，非洛京之旧也。成帝时，中公1年，年拜陵，议者以为非礼，于是遂止，以为永制。至穆帝时，楚太后临朝，又拜陵，帝又故也。至孝武崩，骠骑将军司马道子命曰：今虽权至世服，至于朔望诸节，自应斩秦陵所，以一周为短。于是至陵便服单一家，凡独无准，非礼义也。至安帝元兴元年，尚书左仆射桓谦奏曰：百僚拜陵，起于中兴，非晋旧典，积习深长，遂为禁法。寻武皇帝诏，乃不使人主诛。王拜陵，起为百僚，谓宜尊奉。于是施行。及义熙初，又复将作之旧。宋明帝又断群臣出拜夜陵，而辞如故。自元嘉以来，每岁正月，余驾毕夜出宁陵，复汉仪也。世祖太宗亦每岁拜出宁、长宁陵。PG 272。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10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2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数伦以美，云之谓王典，不得为名，乃撰录行事，就刊于目之应云耳。此则碑敬上言也。此后复持替。晋武帝咸宁4年，又诏曰：此时受碑表，祭司褒美，心常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尽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标其府主簿顾恩迎葬旧君顾荣，求礼。碑诏特听立。自事后，晋又渐颓。大臣常立，人皆私立。义熙中，尚书祠部郎中裴松之右翼尽断，于是至今。顺帝生明3年4月壬辰，御林轩，遣使奉玺受禅位于齐王，悬而不乐。宋明帝太始2年9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成贵妃李治，既同楚宫、魏降功臣及朝臣并有进步。妃主在内相见，又因何？宜博士王庆续议，百僚内外礼敬贵妃，应与皇太子同。其东朝臣立，礼归臣节。太常臣于苑等同庆续。尚书令建安王修仁亦称李云，切记不得体君，颁至世子为婿。穆义子贵，今者明文。内外致敬贵妃，诚如庆续议。天子积贫，不容。通应介于外，虽亦可至前，不应有奸表。参详修仁亦为允。赵可。太裕元年，后废帝即位，重所生成贵妃为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为雅尊及，为降国卿举哀阁当一同皇太后，唯有降议。又于本卿其以下，当由服与部。前曹郎王谢之意，按丧服传，窃服君之党，得与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与太后无异。但太后既以尊降无服，太妃宜不应书，故悉不服也。既本卿举哀，其礼不义。又礼诸侯爵齐，皇太妃虽云，不居尊级，不容亲于诸侯。
为本清其以下，亦无所服。有惨字 ，PG 273。以举哀亲书二仪，准知太后。兼太常丞司马谢之意，礼。妾夫君之庶子及女君之党，皆为大夫事耳。妾名虽总，而班有贵贱。三夫人九嫔，为是公卿。大夫有贵妾，而况天子？诸侯之妾为他妾之子无服，既不服他妾之子，岂容服君及女君？于卿。况皇太后妃贵雅相及，礼绝群后，重徽盛典，有于东楚。尚不服其，太妃岂应有异？若本卿有惨，举哀之仪，以养则太后参议以谢之意为允。太妃于国卿无服，故宜愿情为诸王。公主于至尊视其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夫人、九嫔各举哀。宋孝武帝孝建3年8月戊子，有司奏云度国解称国子。弹劾之所生亲王，求除太夫人。简无国子除太夫人先例，法有无科。下历官议政。太学博士孙豁之义，春秋母以子。贵王虽为妾室何之所生？按武等之例，郑伯许南同号夫人。国子体力，王何如国所生？太常丞与魏之义，母以子贵。虽春秋名义，古今义志，因格不同。自秦代以来，所生蒙容，唯有诸王。既是王者之评誉，故宜见尊于藩国。若功高勋重，列为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礼。凡此皆朝恩屈降，非国之所求。子难妾母，未有前比。慈部郎中朱婴之意以为子不得绝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贵，当为传国君母，本先公平应，所应即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书积重勋，恩所特袭，时或有之，不由私存。所议参议，以谓之为允。赵可。大明2年6月，有司奏，樊侯伯子男世子丧，无嗣，求进赐袭为世子。简无其例，下礼官议政。博士孙武义案。晋冀北侯荀婿长子连卒，以次子即拜世子。先代承准，宜为京。立博士父御义，李继为子立衍，商礼司行。仲子舍孙，积典优贬。历代遵循，弥替于旧。今作土之君在而世子。卒爵嗣未遇，非孙之位。余以为次子有子，自遗少为世孙。PG 274。若其位也，无容远搜亲属，成纲纪体，传之有由。复在例子，允称秦典。曹郎诸葛雅之意，按《春秋传》云：世子死，有母弟则弟，无则立长，年君则贤，义君则波，故之至也。今长子早卒，无嗣，尽立次袭以为世子，取诸左氏、李义，无为。幼孙武所据晋冀北侯荀婿长子卒，立次子，亦晋代成立。依文采璧，妾所允安。未宜开许，以为永制。参议为允。赵可。大明12年11月，有司奏，兴平国解称国子元敏孙母。王氏因除太夫人。简无国母除太夫人立。下历官议政。太学博士司马欣之意，按理夏国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思而推，则子男之母不容独异。博士陈彦亦以为五等，虽差而成家世等。公侯之母，崇好得从，子男于亲，尊至仪显。故春秋之意，母以子贵，故之从子尊与国君也。晏参议以心之意为允。
除王氏为新平县开国子太夫人。赵可。大明4年9月，有司奏陈留国王曹前继长兄前嗣早卒，继袭封之后，生子喜以继前嗣。今伊利因拜世子，魏祥因以喜为世子，为阴历次子凯。太学博士王温之、姜长义并为阴，以喜为正嗣。太常陆承义立凯，又承徐元义位李后大宗，以其不可伐嗣。诸侯世集，春秋，承义前嗣陈家传爵，生为国王，虽薨没无子，游猎招募。立后之日，便因急转国统。于时既无成绩，前继以次袭少。前嗣既列庙相，故自与世庶儿。谦启荣真常无阙，恒娶他子为嗣，为人应嗣，又因公嗣先父。按礼文，公子不得迷诸侯。前嗣无缘将庙就寝，喜本常袭仪，还为前继世子。赵如元义。宋文帝元嘉13年7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刘氏之意。每至出行，谓之至与河官分道，应有旧科。法为称中丞专道。传诏何信，召唤众官，应诏者行，得制令无分别他官之文记。PG 275。吴竟然定则，准臣有疑。为皇太子正义东楚，不宜与众同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今免土地之主，或减效非为，或复救水火，是因神速，不宜积筑，亦何分道。又巡6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为，并由2位及领军。魏降金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部。其准参就疑，告报参详所宜分道。听如台所上，其6门内，即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1门外。其尚书令2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孝武帝大明6年5月，诏立林氏藏兵。有司奏冀东之月，兵壮之时，林氏常虑山隅及余力取兵于深山穷谷和阴户寒之处，以纳于林阴。务令周密，无泄其气。先以黑母会属祭司寒于林氏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高会属祭司寒。起兵是先见秦庙。2庙下祠用剑圣兵，是一剑，以御温气盈锐。3御殿及太官善修，并以剑攻兵。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丧。诏赠密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称数以周丧事。善置仪盘，随兵借给。林氏在乐游院内，置长1人，保举吏2人。3公皇号，前史无其意。使臣案，礼记，事必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事见与君同，不贤也。夫诸门动起，当阳之正色也。3公之与天子，礼制相雅，故皇其号。以是谦不敢斥天子，盖是汉来制也。张超与陈公间，拜皇号。将有日月是也。使臣案，今昭示议3公，尚书丞、郎议令、仆射、尚书，并门外下车、履、杜门捆乃纳基。汉室朝臣见3公，并拜。臣、郎见8座，皆持板衣，是在汉仪及汉旧仪，然则并有敬也。臣藩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一番，执板入号。制作，藩不夺滂板，滂投板正衣而去。郭泰则藩曰：以阶级。言之，滂已有敬，以类数推之，至号以审。然后禁止在门。PG 276。其来久矣。PG 277。
至第六。礼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书契经典，咸崇其义而慎。人之德，莫大于言复者也。故司马迁者，封禅书，颁固备，交祀制，上祭皇王正祀，下录郡国百神。司马标右者，祭祀制，以序中汉。中兴以后，其旧制淡章，灿然宏备。自兹以降，有异同，故复传次云耳。汉献帝延康元年11月己丑，赵公卿告辞高庙，遣监御史。大夫张因奉皇帝喜受册书，禅帝位于位。是时魏文帝继王位，南巡在颍阴，有司乃为坛于颍阴之樊阳故城。庚午，登坛。魏襄国华新贵受喜服以敬于王。既受毕，将坛事僚，成礼而返。魏有祖配之事。魏文帝皇初2年正月，交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旨诏谕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4年7月，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辞南郊，自后以为常。及文帝崩，太尉中奏告示南郊，皆是有事于郊也。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交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交因之志俱存，未所损亦可知也。4年8月，帝东巡，过繁昌，使执金吾臧罢行太尉事，以特牛辞受禅坛。后汉纪，章帝诏高义辞即位坛。此虽前代矣。行之事，然为坛以祀天，而坛非神也。今无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虚坛，未详所惧也。景初元年10月乙卯，始迎洛阳南尾宿山为元丘，诏曰 ：PG 278。盖帝王受命，莫不功成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统，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记者，则帝教祖宗之至备也。习汉室之初，陈秦灭，学之后，采之残缺，以备交祀。自甘泉、后土、雍公、武至神之百万位元，多不精见，并以心废无常，一彼一此，400余年，废无地理。古代之所更立者，虽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余氏。今祀元丘，以始祖帝顺配，号元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的以顺妃一世配，天骄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的骄所祭曰皇的之之，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12月壬子冬至，始祀皇帝天于元丘，以始祖有余帝顺配。自正始以后，终未仕，不复交祀。孙权初称尊号于武昌，即南郊告天。文曰：皇帝承孙权，敢用玄母，昭告皇后帝。汉享国20有4世，历年430。行气蜀中，陆作运尽，普天驰绝，绿土分崩。聂臣曹丕，遂夺神器，丕子睿继世作特，窃民乱治。权生于东南，遭执其运。臣甘秉荣，志在整事，奉辞刑罚，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臣执事之人，咸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室已终于天。皇帝未虚，交祀无主，修真加锐，前后杂沓，立数在公，不得不受。权位天命，敢不尽从。景则元日，登坛柴寮，即皇帝位，惟尔有神，享之。左右有无，永虽天极。其后自以居非中土，不复修舍。中年，群臣奏议，宜修交祀。权曰：交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
普天之下，莫非妄土。王者以天下为家。习周文武交于勇，稿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作于镐京，而教其所也。文王位为天子，立交于勇，见何经典？复奏曰：福建、汉书、交四志，匡衡奏喜甘泉河东交于长安，言文王交于勇。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名谓交也。今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如一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于喜、至陵曰：吾主纠伯交嗣，追贬匡衡，凡在 PG 279。见者莫不慨然称善也。何承天曰：按权见号祭天，而交享有阙，故非也。末年虽亦南交，而遂无北交之理。还是吴既权思重言复配天之意，追上父兼尊号为吴始祖，如此说，则权末年所交兼配天也。权卒后三四主中无事不交嗣，则权不享配帝之礼矣。刘备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设坛。建安26年夏4月丙午，皇帝陈备敢用玄母，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之。汉有天下，立树无疆。囊者王莽篡道，光武皇帝震怒至诛，设祭父。想今曹操祖兵安忍，子丕宰其兄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矣。唯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四五二祖，公行天罚。备为否得，据田地位，寻于庶民，外及蛮夷君常，签约天命不可以不达，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虑土势望，在备一人。备谓天之威，又据汉邦江阴于地。景则元日，与百僚登坛，受皇帝喜寿。修凡议，告类于大神，为大神上享。坐于汉家，永睢寺。海章武2年10月，召丞相诸葛亮迎南北交于成都。魏元帝咸熙2年12月甲子，使持节侍中太保郑冲兼太尉司隶校尉李喜奉皇帝喜寿册书，禅帝位于晋。丙寅，晋设坛。场于南郊，柴寮告类，未有足配。其文曰：皇帝臣言，敢用玄母，明告于皇后帝。魏帝姬协皇运，少天明命，以命言曰：习者唐尧禅位于舜，于舜又以禅语，麦德垂训，多历年载。继汉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拨乱纪民，服役刘氏，又用授禅于汉。越在魏氏，人事多故，几于颠坠，时赖有镜匡整之德，用获宝。绝44，弘济于艰难，此则晋之有大造于魏也。但为四方之民，罔不知顺，开国建侯，宣礼民行，扩清凉民，包淮阳、越、韩夏兴仁，八鸿同轨，遐迩驰翼，祥瑞履真，天人谐音，无私不服。四与宪章三后，用极大命于兹。言为德不嗣，辞不惑命。于是群公轻视，百辟数僚，离县培力，计于百蛮军常千 PG 280。曰：皇天见下，求民之末，既有臣命，故非克让所得俱为。天序不可以无统，人神不可以旷主。言前凤凰运，为天之威。敢不亲臣修命，进谏元臣，深坛受禅，告类上帝，以永达民望。夫佑万国，为民德事享。太史2年正月，诏曰：有司前奏交四权用未礼，政不律，改作之难，今变为永制。众议分户，遂不时定，不得以时公享。神嗣，配以祖考，日系叹气，贬时忘安。其变交祀，失群臣。
又译武帝即天也。武器10亿，故书其号。虽名有武、齐、11亿神。明唐南郊移除武帝之作，武郊改武经之号，皆同称。号天上帝，各设一座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从之。2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11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义，一并元丘方则余。南北郊更修治坛诏，其2至之4合于2郊，帝又从之。亦如宣帝所用王粟义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辞元丘于南郊。自是后，元丘方则不别立至今矣。太康10年10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继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履上帝又曰：祀的履祀望祀望非的，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武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继，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以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意义不安。其父明堂及南郊武帝位。晋武帝太康3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皇帝、皇子熙世祠，非前典也。闵帝都长安，魏即立郊庙而拜。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诏，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3月辛卯，帝亲郊祀，享配之礼，亦一。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9度仪，亦宜须玄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祖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PG 281。奉骠骑王导、仆射荀松、太常华衡、中书侍郎宇亮皆同祖议。是岁施行。按元帝诏命中兴，依汉室故事，以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却焉。明帝泰宁3年7月，始诏立北郊。魏即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8年正月，追溯前旨，于富州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章皇后配帝。魏氏故事，非晋旧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一议。太常故和表曰：太史中和2至之4于2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下至，或同用阳赋。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和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全用司礼。盖11也。至咸和中，亦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成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3王之交，宜用下正。于是从何意。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安帝元兴3年3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公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返。其明年殷郊，朝议以为夷一州。礼，宗伯摄职，3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读曰：既并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秉命而行，何所辩也？摘之与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译者又云：今宜郊，故是臣治所得命3公行。是。又郊天极尊，为一而祀，故非天子不祀也。数人以上，莫不珍常，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秉然。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
又武皇受禅，用2月交，元帝中兴，以3月交。今交时未过，日望于驾。吾为欲速而无惧，始皇于旋反，更不得轻。奉遂从纳之意。晋恭帝元熙2年5月，遣使奉册，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6月丁卯，设坛南郊，受皇帝玺服，柴辽告类。册曰：皇帝臣会敢用玄母，昭告皇后帝。晋帝以博士告终，历数有归。卿若景运，以命于会。夫庶君思明，天下为公，得冲帝王乐。PG 282。推幽集。越替唐、虞、将季汉、魏、弥部以上折格文祖、元勋。至帝位，故能大整前离，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嗣为服庶，载。府焉一，为日已久。南极隆安，或成元兴，遂至帝王迁波，宗嗣湮灭。会虽得非齐、晋，众无一旅，养分实难，辅道横流。头昧一挥，则皇作克父。即为而能持，颠而能服，奸诡俱兼。见伪必灭。臣否终必泰，心废有期。至于拨乱记民，大造进士。因及时运，以失其劳。加以疏俗慕义，众议来款，正朔所记。贤服身教。至乃三陵垂象，山川告降，人神和谐，岁月资者。是以群公卿士，议召夷人，签约皇陵降监于上，晋朝款臣于下。天命不可以久焉，臣疾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公资大礼。谓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视小节，故深永怀。知具若力。晋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筹万国之家望。克隆天宝，永坐于有宋。为明陵事享。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2年正月上辛，上卿。交祀。文帝元嘉3年，车驾西征谢会，必告2交。孝武帝孝建元年6月癸巳，八作奏，刘义宣、臧植、干。时范顺、滔天作吏，连结怀、代谋为宗社。执反之使，戒严。之日，2交庙社皆已变成。其义宣为逆，未经同告。于驾将发丑图兵萧，直记萧玄，义宣擒获，2寇俱舔，并移昭告。简元嘉3年讨谢会之使，普告2交、太庙。贼计平荡，为告太庙、太社，不告2交。礼官博弈。太学博士徐弘、孙伯、陆陈毅、李无不报。史记便告，今贼以情，不应不同。国子。助教苏伟生议案，王志、天子巡狩，归假于祖弥。又曾子问诸侯是天子，告于祖，殿于弥，命助使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生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于祖弥，乃命助使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必薄。皮归告于祖弥，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是有小大，其礼略。PG 283。君告出告至，礼不得书。正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交，不复容。宜元嘉3年，为告庙社，未详其意。或当以《礼记》为云：归假祖弥而无告交之辞，果立此意，弥所未达。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却略。正应推力求义，不可动必真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绩，何故告交？
独当至贤。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节之礼。今余驾境未出宫，无容有告制之文。若臣告不行之礼，则为未有前准。余未著使至辞，以昭臣信。苟其意喘于礼，自可从实而却。臣等参议，以应告为允，一并用申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依旧公卿行事。诏可。孝建2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15日南郊寻就仪。庙祠至尊亲奉，以太尉雅献；南郊亲奉，以太常雅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交出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意义不同，于是有疑。折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王四之义，按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及李氏鬼神之。因祀昊天，则今太常是也。以交天，太常雅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语，则赞宗伯正玄云：后不语祭，宗伯赦其事。又说云：君职归赞科师大宗伯职张赞雅献。中代以来，后部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赦雅献也。而今以太尉雅献。正注：礼乐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米久，宗庙崇敬，设后示众，故以上公雅献。又义吕氏之思，情深于双陆，是护之感，有怀于容身。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正注：以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方，而义又祭也。今庙祠却送神之科，将一祭于方义，名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交庙祭书，故冠颂有义。太常陈朱殷之义，按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示。PG 284。神为上，执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寻元山、松、汉、百官志云：交祀之事，太尉长雅献，光禄长3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长赞天子。无长献事。如仪制汉雅献之事，专由上司，不由至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雅献，光禄3献，则汉仪也。又贺巡至太尉由东南道深坛，名此官必欲交际。故礼虽由宗伯，然是有因格，上司雅献，汉仪所行。余为交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长赞天子，是不容兼。又循冠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意也。阴人先求诸阳乐3阙，然后迎身，则引人后冠也。周人先求诸阴冠，用唱达于渊泉，祭冠，然后迎身，则周人先冠也。此谓妙。祭非谓交辞。按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冠将之事正。注云：冠者，冠也。为人道宗庙有冠，天地大神至尊不冠。而交未始有冠，于礼未详。渊如注意，秉然明审。未经之有冠，相承为师，则宜无冠。通官8座承郎博士，并同音之意。上书令建平王弘仲参议，谓音之意为允。诏可。大明2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6日南郊，余驾清奉。至时或雨，谓是止雨。高唐龙卫因更用后心，近时既出狱，故何意云宜更告。徐禅云：近午之事，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政并详。
若得千日，应更告庙宇部伯。是王谢之意称，欲与千交，则先代诚意。礼传所记，心日有真。交特生，曰：交之用心也。周之始交日以治政。玄注曰：三王之交，宜用下政。用心者，取其斋戒自心也。又月令曰：乃则元日，其古于上帝注曰：元日，谓上星，交祭天也。又春秋载交有二，成17年9月辛丑。交公羊曰：何用交？用正月上星。哀元年4月辛巳。交谷梁曰：自正月至于3月，交之时也。以12月下星。补正月上星，如不从，以正月下星补2月上星，如不从，以2。PG 285。月下星补3月上星，以思明之，则交际之礼，未有不用心日者也。进士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异。武帝以12月丙寅南，交受禅，思则不得用心也。又太史2年11月己卯，始并元秋。方则2至之4合于2交。3年11月庚寅冬至辞天，交于元秋。是由用元秋之礼，非专其古之纪，故又不得用心也。今之交享，既行下时，虽得千阙，未宜犹必用心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按交特生曰：受命于祖庙，作归于迷宫。郑玄注曰：受命未告退而不也，则告亦在交，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谦，而交祀不义，余谓不宜重告。曹郎朱因之意，按先如论交，其义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元秋之际，月令孟春有其古于上帝。正是说元秋祀，昊天上帝，以地库配，所谓地也。其古祀五经之地，以后祭配，所谓交也。二祭一时，其神不同。诸如云元秋之际，以后祭配，取其所在，名之曰交。以形体言之，谓之元秋。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舍正而从诸儒，是以交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礼无常心。然则晋代中原不用心日交，如徐禅意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交，各以其政，进不改正朔，行下之时，故应以守岁，不以冬日，皆用上星，晋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举。今在孟春，交时未过，只与千日于礼，无为。既以告日，而以事不从，因祀重敬，未宜更告。高唐龙云：9日南交，10日北交，是为北交，可不以心也。尚书和演义郑玄注礼记引义说三王之交，宜用下政。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起折而交，则正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加异议，或云三王各用其政交天，此盖曲。学之辩，于理无取。故知谷梁、三春皆可交之月，真所谓夫浅也。然用心之说，莫不必同。晋交根己，参差未见前真。余谓宜从晋迁交依礼用心。谢之所受命作归，知告不在日，学之。PG 286。密也。又臣徐元义以为交祀用心，有爱千日，礼官辞曹。考详已备，合演据礼，不应重告，于情所同。寻告交客臣于今已改，告示而已。赐辛10日，居然斩斋，养生在敌，无元3月。为毛写告血之后，虽有示爱，
便因有司行事，不容迁交。众议不同。参议宜一今欲与迁用后心，不重告。若杀身见血之后止语，则有司行事。诏可。明帝太始2年11月辛酉，诏曰：朕载新保命，人离多。南戎车船驾，经略勿因，因告虽备，俘获清理。今久复冀康。百祀贤至，一欲尊前典，交谒上帝。有司奏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元义，余称四类，因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得甚业远，开统诏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欲尊司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晋安帝尚在江陵，即于京师告义功于交诏。夫为太史殷服，神武殷断，王贺出讨，戎戒燕时，虽司奉服亏。卿业上阙。景寻晋武交以2月，晋元婴以3月。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居以常祀，现以正月上兴。余谓夷下史官。考则11月加吉，车驾清交，奉业号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享。其余副食，不关经济。尚书令建安王修仁等同原意。参议为允诏可。太史6年正月乙亥，诏曰：古礼王者每岁交享，原即明堂。自晋以来，兼年一交，明堂同日。直文详略，书数有分。自今可兼2年一交，兼岁一明堂。外可详议。有司奏前。兼曹郎于苑邑，交祭宗祀，具主天神，而同日应见，于邑为读。明诏使元秋报功，3载一享。明堂配地，兼岁召见。详陈着中时允茂典。元资参议并同。曹郎王延秀重义，改革之。宜时如圣旨。前于苑邑，盖是养树而已，未显后立。景寻字。初交兼2载，明堂兼1年，第2交与第3明堂还复同岁。愿为自始交明堂以后，一个兼2年，以司相推，长得1岁。通 PG 287。官8座，同延秀义。后废帝元徽2年10月丁巳，有司奏交祀。明堂还复同日，兼年一休。汉文帝初祭的止于未阳，以高地配，武帝立后土设祠于坟。因亦以高地配。汉是以太祖兼配天地，则为以后配的也。王莽作相尹周礼，想先比为配北郊。下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的之旨常配10天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凡1514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冯房告高庙，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出，未立北坛。的指众神，共在天郊也。晋成帝立2郊，天郊则62神，武帝之左，日月5星。28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62神也。的交则44神，5岳、4望、4海、4渎、5湖。武帝之左，宜山、岳山、白山、霍山、伊吾驴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塘江、先农凡44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纪制也。2郊所制，官有其注。宋武帝永初3年9月，司空献之、尚书令亮等奏曰：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宪章天人，自习之所同。虽因革书，
10. 直闻议事，所以本勤笃教，其魁异也。夫为高祖武皇帝允。协灵之有命自天，弘日进之情，立真明之极，帝谦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备，玄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四徽，道服万国。祭礼九废，丝光宏烈，享帝延亲，今时宜之。高祖武皇帝宜佩。天骄至于的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谓晋故典，足为前世。为武晋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怀以追孝，积甚敬于无穷，对月两仪，允洽悠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耳。交请宣社内外，详依旧典。赵可。晋武帝太康2年冬，有司奏3年正月立春辞10日上。PG 288。韩可有司行事。诏曰：交祀礼典所重，中间以军国多事，临时有所防费，故每从奏可。自今方外事简，唯辞为大，轻奉应享，故常典也。臣弟辞南郊，欲语。事中故何起，遗骸，更克日。诏可。汉明帝据月令有武交迎气服色之礼，应采原始中故事。诏武交于洛阳，祭其地与神，车服各顺方色。谓晋依之。将左以来，为皇修建。宋孝武大明5年4月庚子，诏曰：习文德在州，明堂崇。4. 高烈为汉，问议司尊，所以直记往迁，弃令司政，弘名称。首记是非身。正皇考太祖文皇帝公要动员，圣灵昭俗，内幕。4门人祭群品，外薄八荒，微淡殊俗，南脑净月，西随刚荣。彩礼新架色之根，张乐协四气之际。匡氏焚序，引无题之外。今言宝臣，尽圣德之范。训身少农，正高行错。万物地通，百神见止。动协天度，下言的德。故今纬上陵，动直下锐，诸侯。轨道和敛海夷。正养平宏烈，入子万姓，皇天降佑，弃将一。即司奉阳修德，永播无穷。便可详考基典，经史明堂宗祀。先灵适配上帝，沉静克展，悠显贤志。为怀永元，感慕崩心。有司奏，服寻明堂辟雍，至无定文，经济参差，传说乖传。名如通哲，各事所见，或以为名一时同，或以为名实皆异。自汉既尽，莫之能辨。周书云：清妙明堂录请同治，正玄著礼，一生于斯。诸如又云明堂在国之阳，丙巳之地，3里之内。至于是与堂各互有达相，世代应免，难得该详。进士中裴伟，西都硕学，考详前载，未能制定，以为尊祖配天，其义明者。庙宇之制，礼具未分，只可为殿，以重严祀。其余杂碎，亦皆除之。参详正玄之著，差有准据；裴伟之奏，切未可安。国学之难，得时秉祀，爽快平畅，足以营建。其强与规范，以拟则。太庙为时有2间，以因其属。一汉问上图仪，设武帝位太。PG 289。祖文皇帝对享。继皇天上帝，虽为差将，至于3载公祀，礼不容易。自交卒公，亦宜共日。礼记交以特身，诗称明堂。羊牛及捐虽同，直文书典。且交有凡柴，堂无阴辽，则鼎足。仪轨亦依庙礼，颁行百司，搜裁简公，权治其部尚书，将作
大将，量务商臣，克金丘善吏，乃依伪义，但作大殿屋雕画而已。五谷36户72有之制。6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慈济50之地，以文皇帝配，是用正玄义也。官有其主。大明5年9月甲子，有司奏，南郊忌用3牛，庙40祠。6世用2牛。明堂召见，此武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详忌用几牛。太学博士司马欣之意，按正玄注《礼记大传》孝经郊祀后继以配天，配灵威养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武帝也。夫武帝私方，为书公衣，生劳之用，礼无差降。太祖文皇帝功成天地，则道兼负载，左右群生，则化洽祀器。祖宗之称，不足张无穷之美，金石之音，未能剥勋列之甚。故明堂欲修，圣心所以昭玄极，范配宗庙，先儒所以的礼勤。余馆所见，谓宜用6牛。博士于何意？四帝之名虽武，而所生之时长一。武德之地，迭有修王，各有所思，故有武士。宗祀所主，要随其王而享焉。主一配一，何用2牛？慈不郎言。患义，祀之为义，并武帝以为言。帝虽云武，生劳之用，谓不应过交际庙祀，宜用2牛。明帝太始7年10月庚子，有司奏，来年正月18日，祠明堂。寻就南郊与明堂同日，并告太庙。为审经祀明堂，复告御部。慈部郎王延秀义按正玄云：交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神无二主，故明堂一处，以避后继。谨寻交宗24，记明书时同，至于应告，不容有异。首尚书令袁粲等并同延秀义。PG 290。为明帝事，中护军蒋济奏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杨弥，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服，未有不倒良妇，登泰山，堪无尽之名，祭天人之祭者也。故司马相如未有闻以来，72军或从所由于前，仅一祭于后。太史公曰：主上有圣明而不宣布，有司之过也。然则元公义德，不堪山良之时，无以显帝王之功，不声名不朽之官也。语曰：当君而叹尧舜之美，辟由人自对决所生，欲他人之父。今大魏正前王之弊乱，整刘顿之奸为，皆千载之衰序，继百世之废始。自武文至于圣公，所以参成天地之道，刚为人神之化，上天报应，加瑞显祥，以避罔顾，其幽眼丰隆，无所取喻。至于立世迄今，未发大礼，虽志在扫尽残道，荡涤于会，为皇司事。若尔3苗枯强于江海，大顺当废东巡之仪，徐夷跳梁于淮。4周臣当指代月之礼也。且习遂破吴虏于江汉，今兹屠蜀贼于陇右。其正当内溃，再不复焉，就当叹其枯血，无类于封禅之事也。此以久废，非仓卒所定。夷下公卿，广纂其礼，补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复天下之望。臣待罪军旅，不胜大怨，冒死以闻。诏曰：闻祭司言，使吴汉初流族。自开辟以来，封禅者70余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公有不洽，是以终。兼况远者，千有余年，近数百载。
其一却不可得计，吾何得之？休，敢数兹乎？既其谓是吾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既之所言，华则华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事中，尚书常事审之而已。勿复有所议，亦不须答诏也。帝虽惧，既义而使高唐龙草封禅之仪，以天下为一，不欲变行大礼。会龙促，故不行。晋武帝平吴，混议区宇。太康元年9月庚寅，尚书令尉冠。尚书左仆射山涛、魏书、尚书刘石、张华等奏曰：甚得龙茂，光备四表，诸夏一清，幽荒律从。神策妙算，席卷吴越。孙浩 PG 291。姬丧，六合为家，巍巍之功，隔于天地。仪同古典，乐封东岳。告三府太堂为一制。冠等又奏，臣闻诏自声明，则有后辟。载祀之数，莫之能计。立德济世，徽扬人风，以登封泰山者七。时有4家，其谥号可知者，时有4焉。沈沦即没，曾无遗身者，不可胜计。自黄帝以前，古传媚略，唐虞以来，典谟秉者。三王代兴，体业继袭，周道继梅，秦氏承之，至于汉、魏、而直文未复。大晋之德，始自仲、离，始左颛顼，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序。今得江生，世纪名盛，外平。蜀汉，海内归心，武功之盛，时有闻得。至于陛下受命建作，鸿渐大业，群生养流，唯独江湖原乡之表，凶节复固，历代不兵。神谋独断，命将出讨，兵威暂加，数旬当定，击其精泥，赦其罪逆。云父与师，八方来同，身教所备，达于4级。虽黄宣之真，大禹远略，周之易事，何以上经？若夫玄实素文底，号前载，象以信表，言以示告，何图洛书之真，不是过也。加以邹于陵止，众锐并争。习下因以披虫为祥，周武以乌鱼为美，咸曰休哉！然弗锐之音，备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礼中岳，封泰山，禅梁父，发德号，明志尊，享天修，笃梨树，乐千载之表，播留后之身，比百代之下，莫不兴起。斯帝王之盛业，天人之至望也。诏曰：今不寇，虽忝，外则瘴塞有尽，内则民离未康，此圣德之事，所谓义也。冠等又奏：今东见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蜀。茫茫雨季，今时过之，则天人之道以周，巍巍之功矣者。以有事良父，修理得之，登封泰山，至承上帝，以达人神之愿。岂如前奏？诏曰：今阴阳为合，正行未当，百姓未得其所，岂可以乐公告臣邪？冠又奏：臣闻处帝王之位者，必有利运之期；天命之阴，既生民之大功者，必有圣德之荣，告臣之典。无不可污，有不可让，自古道也。而明诏 PG 292。谦冲，屡辞其礼，虽圣德悠在，推而未居。夫三公指点天地，使长民物，国之大事取义于此。汉室封禅，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盖臣祖考之功，天命又因，陛下之德，何同四海？数古考今，宜循此理。至于克定岁月，须五服上议，然后奏闻。
请写诏即奏，如前下议。诏曰：虽荡清江表，皆灵。逝者之劳，何足以告臣？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宁区下，百姓获益，与之休息，此正日夜之望。吾所负下诸府矣，勿复为。樊冠等又奏陈文堂于二代，既是洪公之君，莫不仰。达天心，辅协明志，登介丘，吕梁父，未有辞焉者，概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得无与二，茂基鸿归，巍巍之业，故非臣等所能就论。而圣旨劳谦，屡自益损，实至福音，推美不居。却黄带之上仪，塞神旨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于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请如前奏施行。诏曰：方当共弘治。道以康庶基，且似他年，无复分云也。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圣明，光宅四海，封蝉鸣山者于史籍，作者74君矣。舜与之有天下，巡狩。4月，公行其道。义者官民审方，礼有身忠于天。诗宋至其高山，皆载在方册。文王为西伯，以服侍殷。周公以鲁藩列于诸侯，或享于其山，或有事泰山。徒以甚德，由得为其事。自是以来，公薄而见其义者，不可胜言，好事不敏，以至于今。况高祖宣皇帝召开王业，海外有节，世宗景皇帝既以大功，及宁区下。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晋，当定蜀汉，陛下因其龙心，混一六合，则备群生，威震无外。西汉世师统吴蜀鼎治，兵兴以来，晋将100年。的显俗书，名望决赛，以为分外，其日久矣。大业之龙，重光四叶，不羁之寇，二世而平。非聪明神武，先天弗为，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兹者于臣？幸以千载，得遭运会，亲奉大化，目睹太平，至公之美，谁与？PG 293。为让。以祖述先朝，宪章古席，乐功待乐，登封告臣，弘礼乐之治，正三庸之典，扬名万世，以显祖宗。是以不胜大怨，感昧死以闻，请告太常具礼仪。上复诏曰：所议臣前列之甚，是也，方今未可以耳。便报决之。宋太祖在位长久，有意封禅。遣使旅行泰山旧道，召学士。山迁之草封禅一柱，其后所虏南寇，6州荒毁，其意乃袭。世祖大明元年11月戊申，太宰江夏王义公表曰：为皇天重称大道，始行揖让，弃于有尽，虽欲修前序，而既伦言废。灭迹于竹宿者，焉可单书？少前为建徽号，刘封生，备司管。自吴怀以来，可传而不朽者，70有4君。往人后而道灭，先一交而得宣，中律之先，旷世绵绝，难得而闻。秋所者明者，尚有一柄，故亦称先天弗为，后天奉时。盖陶唐尧祀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风化大洽，光熙于后。言汉二帝一种囊则，因百姓之心，听于人之颂，龙驾地服，漏御梁府，昌言名称，告臣上陵。况大宋表降唐虞，寿终肃德。山龙起伏，金玉显锐，异彩腾于枕虚，紫烟霭于邦殿，袭免诏。95之争，闻报复天力之会。臣二祖之幽庆，圣后之明修。道
官宣尧会生廷独，而由直冲曰：为言封禅之事，四海窃矣。欲焉。臣闻为皇配疾，为第4天，故能上击前世，照临前首。协和穷好，英姿多福。高祖武皇帝明并日月，光正八区，整矣。逆之境，即横流之势，波乱凝明，因天受命，鸿辉洽于海表，威能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体圣旅人，数业兴礼，正乐颂作。相立明达通于神旨，玄则备乎上下。人效命事，锐武英挺。遭运屯否，三才湮灭，乃龙飞5州，凤翔9江，身先800之旗。断出人鬼之表，庆焉因高牙之剑，封耀伏发迹之臣，轻减凶逆。公亲婚，天地革始，夫妇更造，岂与彼成业继续，托付与祭。车亦其轨，书往亦文者，同年而异哉。今龙鳞已至，凤凰已移。PG 294。壁立已实，翎毛已茂，雕器匠物于宫榭，珍镂陈位于晋陵家。和击碎于殿盟，连理和干于园域，皆要直离宫，直根兰柚。至。夫双毫玄文，素和称语，泉和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机景图之业，抗议绝祖之奏，彪炳杂沓，乐不可胜言。太平之音，兹焉复矣。宜其从天人之臣，尊先望之责，备万臣，整法驾。修封泰山，意欲代指，岩桥，松于东序，赵韩，其于西乡，徽。天婚，始其官，叶子公，朝太一，奏君天，永，云门，赞。杨幽傲，超深前古，岂不甚哉？夫愿实命宗伯，具资典度。诏曰：太宰表如此。习之圣王，永保洪明，常为称首，游思道义。朕遭家多难，入纂绝业，德薄勋浅，见昧崩溃，请灵奉。表真，毛和尖锐，虽服降显见，欲乎尤深，数养数先至，拓清。终与礼至夜神，朕将是哉？4年4月辛亥，有司奏曰：臣闻崇浩见疾，必官俗以述教，朕未居体，必采事以立言。是以重待列圣，贤游绝道。玄勋上列，荣章未分，明光委序，歇而枉脏。若其显示略腾轨，则系缀深彩，真略闻听。元纪基汉风流尚存，遗分于荣，年应继尾。虽年绝世嗣，待革精华。可得腾精彩，奏玉润，漏记以勋经，捐德以立远。而四望埋因。歌之礼，日官持修封之荣，岂非神明之业难重，公鸡之计易敏。自兹以降，弃于寂寞，莫不欲因鸿辉位，降故鸿深，企图深没。修文渊忧遇事而已。亮以腾飞虚奏，疏匪望埋，及与数神。纯应复数，安得紫檀素之，烛弓载柱，散火投交，流星奔作。宝尾出击，雁翎命立，得正持为，功绩轮相，玄镜分流，华异。幽润，归存永裕，思详数远。太祖文皇帝以启构太运，景望镇宁，采乐调风，及礼宣度。祖宗相应，轨迹重辉。圣上运路藩河，助降横汉，金波眼照。华耀庭明，运动时来，岳飞风举，乘分海带，开景中区，歇。PG 295。神还灵，颓天重要，处镇宁位于坚明，哀乐藩华于元烈。故意降应昌基，细发传述。众以班朝呆典，是令降夷，转宗伦吴。搜腾伟义，奏御交公，因归玄志，谨集天庙，麦壤降农，节制。新阳川秋肃礼，刚威巡止，表虽中殿，始留其勇，名义其风。
于是韩既是因，正声威响，历代之渠，沈望内，安侯之长，贤王入室，书生鬼气，凤俗还乡，羽族会仪，淮阴阁状，编博绝书，全光持烛，天戴发绫，综合开宝，重丘轮顶，正彩。四渊，云黄王月，李早汉，并角极阴，七祥禁欲，滚甲双位。宣武川寺，龙泉流进，后昭和元，故以波废外观，云真内则。若其雪质清翠，玄纹珠彩，日月交电，则目弄阴，重以容漏腾。宣，霄云掩阁，杲影滋蒙，移华渊镜，山隅柱痕，云间耸翳。海蝶涌流，江毛吐印。教书之列，养笔以示辞，记代之藩。现意以呆礼。岂非神邪气昌，雾瑞云照，蒲轩规整，全纯方。太宰江夏王陈义公举道尊鹰，抽其立骨，该润图史，诗详。载表以公貌往出，得要言号，声闻中代，登叠天官，要官荣名，吃正声号。而道谦称首，礼以虚意，将使选址缺官。优瑞乖奇，良辅无甚德之容，借丘弥声闻之享，加穷权之业。献八代之祀，交木之香，奠掘金之苦，肃陵重表，征服坚旷。夫为陛下摩降渊载，演属修章，依真圣灵，润色深夜，邹成基。故素其景烈，如辽展彩，礼冠相宜，玄蕤动音，红中耸节。阳露整位，正途清净。于是姬环佩，端玉藻，明凤柱绿，藤甲。刘文兼采笔象之容，昭明技术之福。辉超天正，容藻神形。翠盖淮阴，羽华列照。乃诏连氏长记，宾客赞仪，金之素献。雍时润享，命武神以相列，辟九官以吉灵，警卫兵而开云先。御制以洒露，霞凝深阙，烟起成功，台观丹光，坛服素霭。二乃临中坛，备圣礼，天降祥袭，受固黄根，鼓动神音，山传称响。然后变年问老，陈诗观俗，归见告神，奉仪清妙。光美之 PG 296。甚张乎万古，渊翔之列，异乎无穷。岂不甚于？臣等身皆昌臣，素貌名士，数教管文，未足言道。且张志因为代往轮绝，居采遗文，便明训告造访邹鲁。草藤书音郁之礼，具耸石神经之仪，和之润音，捐喜前锋。具伏鬼属上徽，徽当王泽。景奉遗著以文。诏曰：天生神物，袭王称愧，况在寡德，敢当弘旷。今闻鬼未一，可停此奏。汉献帝建安18年5月，以河北10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7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武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继王位。7月，追尊皇祖为太望，丁夫人曰太王后。黄初元年11月受禅，又追尊太望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3年6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曰高皇后，并在邺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是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庙。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庙百事不毁，然则所辞止于清庙四事也。至明帝太和3年11月，落京。庙成，则以清境迁处事主，至元义，使令臣奉谏，而使行太傅。太常韩继、行太常宗正曹克持节引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庙，犹为四事而已。至景初元年6月，群公有司使更奏定七庙之制，曰：
大魏三圣相承，以成帝业。武皇帝召见弘基，拨乱以显，为魏太祖。文皇帝继天革命，因其受禅，为魏高祖。上即承大命，钦定华夏，兴治礼乐，宜为魏列祖。更于太祖庙北为二挑，其左为文帝庙，号曰高祖，昭挑；其右拟明帝，号曰列祖，穆挑。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清净迭迁，亦如周后继、文武庙挑之礼。孙胜《魏氏春秋》曰：夫士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于纪末然后者焉。所以原始要中，以示百世者也。未有当年，而逆至祖宗，为忠而欲自尊显。袭华乐以后敛至基，周人以御兄为礼，谓之群思，于是乎失正矣。PG 297。文帝征后赐死，故不列庙。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节奉册告辞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继，又特立庙以祀江源。今闻昭皇后之于后嗣，甚得智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是非之尊，神灵迁化，而无情庙。以臣享祀，非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积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必别立请庙。奏可。以太和元年2月，立庙于邺。4月，落。亦出营宗庙，觉得的玉玺方1寸9分，其文曰：天子献司祠。清明帝为之改容，以太劳告庙。至景初元年12月即位。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庙京师，永传享祀。岳武与祖庙同，废邺庙。魏文帝皇初2年6月，以洛京宗庙未成，乃辞武帝于建始殿，亲执馈殿如家人礼。何承天曰：按礼，将迎公事，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汉献帝延康元年7月，魏文帝姓乔，亲祠乔陵，此汉礼也。汉室诸陵皆有原寝者，臣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矣。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葬主，40祭祀，寝有衣冠象身。之具以见兴。秦始初寝起于目侧，汉因弗改。陵上称寝殿，象身之具，古寝之意也。即为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皇初3年，乃诏曰：先帝宫履节俭。遗诏审曰：子以庶父为孝，臣以细事为忠。古布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旧，衣服葬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制。即文帝自作忠制，又曰：受陵无力请殿，造园邑。自后至今，陵寝遂绝。孙权部立7庙，以父兼常为长沙太守，长沙临湘县立监庙而已。权既不亲祠，直是依后汉凤南顿故事，使太守祠也。监庙又建尊曰始祖庙，而不在京师。又以名人所发吴瑞种才为屋，谓之前文也。余建业立兄长沙桓王侧庙于朱绝桥南。全集太 PG 298。子所道，即侧庙也。全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于宫东立全。庙曰太祖庙，既不在宫南，又无招募之序。及孙皓出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号先封乌程侯，即改葬。和于乌程西山，号曰明陵，至元义200家。于乌程立陵寝，使县令陈40奉祠。保定元年，遂于乌程分至吴兴郡，使太守职。是有司巡右言一立庙京邑。
保定2年，遂更营建，号曰清庙。遣守丞相孟人、太常姚信等被官僚中军不齐，以临于法驾迎神。主于明陵，亲引人拜送于庭。彼人还，中立守诏日夜相继，奉问神灵起居动止。乌袭言见河被服颜色如平日，号悲喜，夕照。公卿尚书亦号下受赐。临于当至，使丞相陆凯奉3生祭于近郊，号于京城外露宿。明日望拜于东门之外，又拜庙见享。彼7日3祭，唱祭昼夜娱乐。有私奏，既不欲述，述则读，以礼断情。然后止。刘备章武元年4月，建尊号于成都。是月，立宗庙，掐祭。高祖以下，备少氏而起，亦未辨祭何地为迷，亦无祖宗之号。刘禅面父，北帝王臣哭于昭烈之庙，此则被庙别立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晋文帝晋爵为王，追命武阳宣文侯为晋宣王，中武侯为晋景王。是年8月，文帝崩，谥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12月丙寅，受禅。丁卯，追尊皇祖宣王为宣皇帝，伯考景王为景皇帝，考文王为文皇帝，宣王妃张氏为宣穆皇后，景王夫人杨氏为景皇后。2年正月，有司奏天子7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意，诏宜权立一庙。于是君臣奏议，上。古清庙一公，尊远神旨，逮至周氏，至为7庙，以便宗挑。审指申弘，远继上士，敦崇堂于舍7庙之繁华，尊一公之尊。远袭顺承姚禅，受中文祖，遂至帝位，盖30载，月正元日。又革于文祖。此则于是不改堂庙，因人就公。可依有于是故事，即用为庙。奏可。于是追记征西将军、豫章府君、颍川府君。PG 299。京兆府君，与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为3朝3暮。是时宣皇未生，太祖虚位，所以辞6世与景帝为7庙，其礼则据王素说也。7月，又诏曰：主者前奏就位旧庙，臣亦有准。然于之，奉神明，情犹未安，宜更营造，重振永志。于是改创宗庙。11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为景怀皇后。太康元年，灵寿公主修立复于太庙。周、汉魏有其准。魏明帝则别立庙，晋又议位也。6月，因庙县当改制，群臣又议，奏曰：古者7庙一所，自宜如礼。诏又曰：古虽7庙，自晋代以来，皆一庙7事，于礼无废，于情为序，亦随时之宜也。其变仍旧。至10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穹壮极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耳。庙成，帝律百官牵绳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至于之意也。至世祖武皇帝崩，则迁征西，及惠帝崩，又迁豫章。而惠帝是闵怀太子。太子2子哀太孙臧、冲太孙尚并复庙。元帝是怀帝商太子右。备庙，号为殷氏四商。怀帝初，右侧是武帝阳后曰武道皇后，改葬郡阳陵侧，别立弘训宫，布列于庙。元帝既即尊位，上祭武帝，于礼为迷，如汉光武上祭元帝故事也。是时西京神主因灭鲁庭，将左建庙，皆更新造。寻以登怀帝之主，又迁颍川。魏虽7世，其实5世，
盖从雕协，以兄弟为世庶故也。于时百度草创，旧礼未备，三族毁主，全居别室。太兴3年，将登闵帝之主，于是乃定更制，还复豫章、颍川2主于招募之位，以同会第4、5帝故事，而会、淮、闵3帝自从春秋尊之意，在庙不替也。至元帝崩，则豫章复迁。然元帝神位犹在闵帝之下，故有砍事者时也。至明帝崩，而颍川又迁，由时是也。于时续广太庙，故3000主并还西楚，名之曰挑，以准元庙。成帝咸和3年，苏峻复乱京都，温峤等入伐，力行庙于白时。告先帝先后曰：逆臣苏峻，轻负社稷，毁弃3镇，侮辱 PG 300。海内陈亮等首任戎首，公行天罚。为中宗元皇帝，肃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陵，将见有罪，绞绝其命，减此群凶，以安宗庙。臣等虽允守崔屈，犹生之年。咸康7年5月，始作武道。皇后神主，复于庙，配享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事，故不迁京兆，始11世也。康帝崩，京兆迁入西楚，同位之挑，如前3祖迁主之礼，故正式由11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并为兄弟，无所登降。咸安之初，简文皇帝上继元皇帝，是至登进。于是颍川、京兆2主复还招募之位。至简文崩，颍川又迁。孝武皇帝太元16年，改作太庙，殿正室16间，东西楚各1间，合18间。洞高8丈4尺，堂基长39丈1尺，广10丈1尺。堂极方石，庭以砖。尊备法驾，迁神主于行庙。征西至京兆4主及太子太孙，各用其位之仪服。4主不从帝者之仪，是与太康异也。诸主既入庙，设福海之殿，即兴庙成，帝主还是又设福海之殿。19年2月，追尊简文母会。姬太妃正式为简文皇帝宣太后，立庙太庙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迁，如穆帝之事4挑故事。安帝隆安4年，以孝武母简文李太后，帝母宣德成太后，复于宣正太后之庙。元兴3年3月，宗庙神主在浔阳，以立新主于太庙，全告议事。4月，辅国将军和吴忌奉送神主骸。丙子，百官拜迎于石头戊寅，入庙。安帝崩，未及帝，而天禄中焉。宋武帝初受晋命为宋王，建宗庙于彭城，依位晋故事，立仪庙。初辞高祖开封府君，曾祖武元府君，皇祖东安府君。皇考处士府君，武敬臧后，从诸侯武庙之礼也。既即尊位，即曾辞7世右北平府君，6世襄国院府君为7庙。永初追尊。皇考处士为孝穆皇帝，皇比赵氏为穆皇后。3年，孝义萧皇后崩，又复庙。高祖崩，神主升庙，犹从招募之序，如位敬之至，虚太祖之位也。庙殿亦不改构，又如晋初之因位也。文帝 PG 301。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为张皇太后，立庙西晋宣太后帝。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并复张太后庙。晋元帝太兴3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淮、闵皇帝皆北面称臣。今辞太庙，不轻直商卓，
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可依礼更处。太常华恒毅，今圣上计。武皇帝以准汉世祖故事，不亲直商爵。又曰：今上承继。武帝而庙之招募，四世而已。前太常贺询，博士复纯以为会。怀吉敏以别立庙。然臣于为庙事，当以客主为限，无居常属。因是有二祖三宗，若居七世，则当记迷而已。推此论之，宜还复。豫章、颍川全祠七庙之礼。标其常使温峤邑，繁衍兄弟。不相入庙，既非礼文。且光武奋见正起，不测名于孝平、御神。其事以因九世之称，又古不共庙，故别立焉。今上以测名而言，疏于光武之事，供奉真常，于今既正，于秦又安矣。太唐恒欲还二府君以权七世，乔未适宜。标其将军王导从乔议。乔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地为一事，则不记迷，反不及庶人。于是帝从乔议，悉师用之。孙胜《晋春秋》曰：杨秋传云：臣子一立也，虽继君位，不以后尊，降废前进。袭鲁西上四庄公，以有余长幼而生之，为逆。准之古义，明诏是也。穆帝永和2年7月，有司奏10月应祭，今诏府君当迁。挑事。袭珍惜、豫章、颍川三府君毁主，中兴之初，全居天府，在庙门之西。咸康中，太常冯怀表叙奉还于西除家事，谓之为挑，一亦非礼。今诏迁入，是为四世元祖，常在太祖之上。袭周氏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旧孙也。因掐在上，是代太祖也。领司徒蔡摩义。四府君以改著别事，若未斩者，当入旧太庙之事。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逐。因祭之日，珍惜东面，处宣皇之上。其 PG 302。后迁庙之主，葬于珍惜之挑，祭见不绝。护军将军冯怀表义。礼无庙者，为坛以祭。可别立事藏之，至阴地，则祭于坛也。辅国将军乔王司马无忌等议，诸如为太望王祭迁，主藏于文武之挑，如此，辅君迁主，宜在宣皇帝庙中。然今吾请示，宜变通而改著。又引掐太庙，珍惜东面。尚书郎孙绰与无忌一同，曰：太祖虽未始95，而道以从畅，赞人爵之尊，笃天伦之道，所以成交本而光百代也。尚书郎徐禅义。礼去挑为坛，去坛为乐，遂掐则祭之。今四祖迁主，可藏之时事。有道则祭于坛乐。又遣禅至会稽访处事于喜。喜答曰：汉室为玄臣等议会主义于元。为朝议者云应埋两阶之间。且神主本在太庙，若经别事而祭，则不如永葬。有四君无追号之礼，一民因毁而无祭。于是辅军将军会稽王司马昱、尚书刘绍等奏，四祖同居西挑，葬主时事，帝掐乃祭，如先朝旧仪。时臣刘范宣兄子问此礼，宣答曰：顺庙所祭，皆是庶人，其后事远而毁，不居顺上，不续招募。今四君号由一，本非以功德治理也。若依于主之意，则由葬子孙之所；若依下主之埋，则又非本庙之阶。
疑思其变，别著一事，亲未尽责。帝掐处宣帝之上，亲尽则无源下救子孙之列。其后太常留遐等同蔡摩义、博士张平义，或遗臣于太祖者，皆其后悔之。主平按古义，无别前后之文也。语不先滚，则迁主居太祖之上，亦可无疑矣。安帝义熙9年4月，将尹祭赵伯义迁毁之礼。大司马郎协王司马德文义，太史之初，虚太祖之位，而原情流远上。及征西，故事尽则已毁，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汉光武帝仪11地主于洛邑，则毁主不没，理可推矣。宜从范宣之言，注别是以居四辅君之主，永藏而不肆也。大司农徐广义4辅君常处庙室之首，兴虑土之计。若埋之悠壤，于情理未必贤。PG 303晋未可迁葬西楚，以为远挑，而地享永绝也。太尉资议参，君原报义，仍旧无格。因此有及四辅君，情理为允。此不郎臧陶义，四辅君之主，享祀礼费，则一神所不依，宜同于主之义埋矣。时高祖福晋，与大司马一同。虚后因祀行事改。至晋孝武帝太元12年5月壬戌，诏曰：习建太庙，美事。从简曰：私与律土，致力备礼。又太祖虚位，明堂未建。交祀国之大事，而击鼓之志确然，便可详议。辞部郎徐邈义。元秋交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常辨私议，而简以圣典，原集中。兴倍加严极，以定南北二交，诚非易学所可轻改也。为人久为安。武皇帝建庙，六世三朝三暮。宣皇帝创基之主，实为太祖亲则望考，寺庙在上，位极千世，故全虚东向之谓也。兄弟相及，亦非二世，故当今庙寺世数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则为世期之意矣。又礼约束子王义帝祖立庙，盖位之应。受位，则亲近必复。今赵辅君于今六世，宜复立此事，则宣皇位在六世之上，须前世既迁，乃太祖未定耳。今诏迁毁，宜葬主于时世，虽帝掐犹弗及。何者？传称毁主生合乎太祖，生者自下之名，不为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孙应是嗣主，处嗣之重。身父皇祖所配之庙，是远应迁，然后从时之孙，与之俱会。明唐元方之治，纲领已具，不宜却配帝之嗣。且王者以天下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无废于二京也。周公宗嗣文王，汉明配以世祖，自非为心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机宜莫变。按义应见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则上帝亦为天，而言父之亦显。周礼履上帝者有故，告天。与交祀常理同用四规，故并言之。若上帝者五帝，今文何不言？四天履五帝，四的履四望乎？人帝之与天地，虽天人之通位，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诸侯不可言大君也。殊无权政，而亦容比。PG 304。此故太史、太康二季之间，心肺迭用矣。事中车应异同。又曰：明堂之治，既其难详。且乐主于和，礼主于敬，故直。文不同，音气亦殊。既毛辞广夏，
不依其度，何必守其行犯？而不知弘本顺民乎？久复咸宁，和硕无成，然后明堂辟雍，可重而修之。中书令王明义与应同。太常恐汪义，太史开元。所以上祭祀辅君，臣以世数上进，可得享辞，非若因周先世。王祭所因也。向使京兆尔时在七世之外，自当不祭此四王。推此之忌讳之后，则引帝所决矣。吏部郎王承义，明堂则天相的夷官之大，疑似皇居反旧，然后修之。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尚书令谢时一同承义，于是奉行，亦无所改。晋安帝义熙2年6月，白衣领尚书左仆射孔安国起云：元兴3年夏，因祠。袭年3月，黄于宣诊。其年4月，便因而太常博士徐干等亦云：应用孟秋台巡校自太和4年，襄臣皆用冬夏，干等既服因孟冬，回复追名孟秋非师。御史中臣犯太易，今虽继父之后，得以珍藏，而无因见之比。太元21年10月因列宗以其年9月崩。至隆安3年，国家大吉，乃修因事。又礼有丧则废及祭，祭新主于寝。今不设别寝。祭父，祭于庙。故40珍藏，以祭追远之思，3年一地，以袭。招募之序，一本各异。3年丧毕，则何时太祖，欲时则隐，无取于县30月也。当世内台常以县月成就。就如所言，有丧可因隆安之初，果以丧而废矣。月数少多，复持素失中。至于因请而休，亦所谓辟。安国又起，犯太云，今既复，遂祭于庙，故40珍藏。如太此言，因与珍藏，其本不同。继父之后，可亲珍藏而不得亲因也。太常刘景云：张后丧位，益州不应祭。陈寻生平5年5月，穆皇帝崩，其年7月。山陵10月，因兴宁3年2月，哀皇帝崩，太和元年5月。海西夫人与世薨，时为皇后，7月葬，10月因此在哀皇。PG 305。在州之内，与夫人祭葬之后，2因册文件在庙。又闻皇太后矣。隆安4年7月崩，陛下追述先旨，公服重治，5年10月因在州之内，不以废事。今以小君之哀，而太更为不得行大礼。陈寻永和10年至今50余载，用30月者引，皆见于注记，是依礼5年再引。而太所言，非真难成，乃以圣朝所用，持素。诗中，太为献司，自应明审是非，群臣所起不允，即当责失奏。但而迁堕机庭，遂非忘旧，请免太、警官、丁巳、赵皆白，依领职。于是博士徐干皆免官。初，元兴3年4月，不得引辞禁用10月，既长限，则易息。3年冬又当阴，若更起端，则应用来年4月。领司徒王密、丹阳尹孟昶议，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礼。应记就准不差，盖失于今常耳。至于义熙之庆，今古末2，虽曰宣信，礼同受命。余谓礼运为新，于是忽使宜用4月。中领军谢混，太常留景义，因无定日，考时至近，且礼义尚简。去年10月辞，虽余日有差，而勤典允备，宜人以为正。太学博士徐乾义
3年一掐，5年一地，经传记集，不见补音之文。员外散。其侍郎领着作郎徐广义，巡先事，海西宫太和6年10月，因辞。孝武皇帝宁康2年10月，因辞。若依常去前30月，则应用4月也。于时盖当有故，而迁在东，但未详其事。太元元年10月因辞，依常30月，则应用2年4月也。是追记辛未岁10月，来和60月而再引。何少府注公羊传云：掐从先君来，基数为限。自熙8年至文2年，之为掐记。如此，吕端居士、陈元陈留领会之节，远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迁，非其长度。宁康、太元前世可依。虽年有旷尽之意，然追记之理痛矣。余未从父长次者，以推归正之道也。左丞刘润之等议，太元元年4月因，而礼官堕失，渐用10月。本非正期，不应及矣。师为始也，以反出4月为始，当用3年10月。尚书奏从王。PG 306。密议以元年10月为始也。宋孝武帝孝建元年12月戊子，有司奏，依旧经元年10月是因辞之月，领曹郎范太参议，依永初3年历，须在州之外。应记。寻记在州来2年3月，若以4月因，则犹在旦内。下。礼官议政。国子助教苏伟生议，按礼3年丧毕，然后掐于太祖。又云3年不祭，为天地社稷，乐服行事。且不。但即祭，见基，春秋。求之古礼，丧服未终，故无惯享之意。自汉文以来，亦从权制，宗庙朝聘，莫不皆及。虽详但空存。无先稿之变，真常见似，不易平日。因此礼记服书，岂独以心，犹为爱。太学博士徐弘毅3年之丧，虽从权制，在周详变，犹服稿素，未为纯籍，无容以记。未来4月，未宜变因。10月则允。太常陈朱因之意，于礼云中月而旦。是月也即祭，犹未配。未27月祭旦祭，当40之祭日，则未以其非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旦不得祭也。又春秋闵公2年，即地于庄公。郑玄云：闵公新聚于南，勿自尊臣以验其祸，凡22月而除丧，又不旦。云又不旦，闵旦内不得地也。按王肃等言于魏朝云：今权宜存古礼，4必3年。就说3年丧毕，欲地则地，欲掐则掐。郑玄云：地以孟夏，夏以孟秋。今相承用10月。如洪所上，公羊之文，如唯有疑，亦以鲁闵设服，因言丧之计至耳。何必全许素官可及？帝宋公羊亦说，官以礼为政，亦求量仪。郎中周景远参议永初3年9月10日奏复量议，权制急急，遇事已耳。宗庙大礼，宜依古典，则是皇宋开代成准。为博士徐弘太常陈朱因之意，用来年10月因辞为允。赵可。宋因记皆急急乃行。大明7年2月辛亥，有司奏4月。因辞，若是终未得为，得用孟秋雨部。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按礼记云：天子辖地辖长辖真一如礼文，则夏秋冬。PG 307。30皆引，不为用冬夏也。晋义西出，
仆射恐安国起义，自太和。4年襄城应记，皆用东夏。安国又起，永和10年至今50余年，用30月者引词。博士徐前据李南安国，甘又引晋咸康6年7月因词，是不专用东夏。于时晋朝虽不从前意，然前据礼。及咸康故世，安国无以夺之。今若以来4月未得因词，迁用孟丘，于礼无为。参议据礼有正，未用孟丘为允。赵可。晋武帝咸宁5年11月己酉，洪训杨太后崩，宗庙废一时。之4，天帝明堂去乐，且不上座。升平5年10月己卯，因辞。以穆帝崩后，不作乐。初，永嘉中，散骑常侍将统议曰：杨丘之意，去乐促事。是为即既有废乐也，故生平莫行之。其后太常将有表，穆帝山陵之后10月应记，从太常丘仪等议。撤乐。由寻详经行汉制，无特祀之别。既入庙及地，何宜于乐？使臣曰：闻乐不宜，故生情于恶密。至于亮暗夺服，律政。是之荒废，是以臣权通以设变，量轻重而降屈。若夫奏应之语，请申，非有损益于机物，纵复回疑于两端，故宜怨恩而从期矣。宋氏国有故，庙祠皆悬而不乐。PG 308。至第7。礼4。宋文帝元嘉3年5月庚午，以朱徐献之等筹尺以血，毕。告太庙。元嘉3年12月甲寅，西征谢会，告太庙、太社。会。平车驾宣诊，又告。元嘉6年7月，太学博士徐道于上议曰：福建太庙真常。遗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3公以上献，太祝送神于门，然后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循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凭依也。是王如存，若常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斗见祖，车驾制止，并服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后辞，按短之情，实用未达。按时人思辞，臣皆迎送，由于无庙，数敢将来革。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礼也。仪礼虽太祝迎师于门，此乃言师之仪，岂是敬神之典？恐于礼有疑，谨以议上。有司奏下礼官详判。博士将遂议，在时不逆，民在庙也，促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后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为其亲，又不忍遣神，是以助使送神以成真常之意。博士贺道其意，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既统迎生而不迎师。诗云：中古宋诗正云：诗神像也，与今一柱不迎。而后送，若何福气？博士寻万秋意，古之是诗，与今之是神，其意义也。周礼诗出，送于庙门，拜诗不顾。诗云 PG 309。中古宋诗则颂神之意，其来久矣。即曰迎生而不迎，诗别贤也。诗在门外，则宜于臣；入庙中，则全于君。君在门外，则宜于君；入庙，则全于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意。遂等3人未就疑为是，为博士臣民同道于义。参详遂等议，虽未尽，然皆依拟经理。道于民所惧难从，今众亦不依，宜遵旧体。赵可。元嘉6年9月，
太学博士徐道于上议曰：辞部下10月3日因辞，12日真巳。仅按地掐之礼，3年1、5年在公阳，所谓5年在隐祭也。在40之间，周礼所谓凡40之间4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后服同。礼称天子掐长，诸侯争掐。有田则祭，无田则见。正注：天子先掐然后食祭，诸侯先食祭然后辖。有田者祭祭又见兴，祭矣。守时，见以众月。然则大祭4，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阴，众月真，诸侯孟月长，众月掐也。春秋，西公8年秋7月。帝文公2年8月，大事于太庙。古梁传曰：者掐长也。昭公15年2月，有事于武公。左传曰：礼也。又周礼，仲冬享征。月令，季秋长道。晋春贞屈沃，其实。月长太公，此并孟仲区别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补，日用丁。4. 如不从，进不远日。补未及，岂容2事，推其而往，理由可知。荀因真4众，既见礼轻。轻上1月，众宁反同。且记不欲数，数则独。今革荀平享，恐于礼为繁。自今伪分告，都无1月2县。先儒旧说，皆云书说。晋代相承，未审其源。国士之众，莫大乎4。余管肤浅，窃以为宜。请详告下议。请不报。元嘉7年4月乙丑，有司奏曰：礼丧服，传云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3月不举祭。今月4祭戒，而耶庭有故。下太常依礼详正。太学博士姜遂、元朗、徐道于、陈明等译。PG 310。参户不同。殿中曹郎中领祠部谢元义以为遵依礼传。使有司行事，于以为安。折众参详。宗庙敬重，享祀精明。虽盛情往极，必在亲奉。然苟曰有疑，则请以礼屈。无所称述。余亦有据，请听如原所上。赵可。元嘉10年12月癸酉，太助令徐润赐属，典宗庙设祭祠祀。建武生、牛羊史鸡并用熊。其一种是买，由来宋祠。窃闻周景王时，兵起见雄鸡自断其尾，曰：鸡旦夕，不详今何以用祠？求下礼官详正。乐太学依礼详据。博士徐道于等亦称按礼。孟春之月，是月也，牺牲无用聘。如此，是春月不用。此耳，秋冬无尽。雄鸡断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马操议。荀月令，孟春命祀山陵川泽，牺牲无用聘。若如学艺，春辞3声以下，便因一时俱改，以从月令，何以偏在一机？众更乐太学一答。博士徐道于等又亦称凡宗4声聘不一，前为月令，不用聘者，盖名在春必雄，秋冬可辞，非以山陵同宗庙也。4声不改，在机偏异，相承来久，亦或有由，诚非莫学。所能详究，求详议告报，如所称令。参详润所称粗有证据，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鸡。孝武帝孝建3年5月丁巳，诏以第4皇子出少江夏王太子睿为后。有司奏，皇子出后，简谓有告庙先例，折勒2学礼。官议正，应告与部。告者为告己事。太学博士复修义礼。
吴皇子出后告庙铭文。晋太康4年，封北海王石绍广汉商王后，告于太庙。汉初帝各异庙，故告不必同。自汉明帝以来，乃共。唐各氏、魏、晋依之。今既共唐，若独告一事而却诸事，则于秦未安。太常臣与量之意，按理大事则告祖弥，小事则特告弥。今皇子出嗣，宜告弥庙，此不诸因之意矣。唯有事告庙，盖国之常典。今皇子出少，是非常君于矣。为宜告。贺循云：古礼义庙，为业一事是也。既皆共庙，而却。PG 311。于朱棣于秦未安，魏循言为允，一再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元义以为国之大事，必告祖弥。皇子出嗣，不得位小。袭第5皇子承统庐陵，被告7庙。参议以元义为允，赵可。大明元年6月己卯朔，诏以前太子步兵校尉之南兴少南封。王朗有司奏朗先嗣荥阳，告庙陵轩。简记体为旧，不告。庙陵轩。下历官议政。太学博士王谢之意，南封袭别开土。禹以少荥阳，亦痛始封，故有陵轩告庙之礼。今新奉诏出嗣，则臣祭体，先觉犹存，世世传习，不应告庙陵轩。辞部郎诸。因之意，南封王嗣爵封已爵，圣恩垂金，特诏祭毛土，复生。亦痛始封，为之告庙陵轩。殿中郎徐元义，荥阳祭体皇基。生王封爵，恩诏追封，袭以议臣。既使起见毛土，故宜陵轩告庙。今兴继后南封，彼此俱为列国，长沙、南封自应各告其祖，起官太庙。是非始封，不合陵轩。同博士王谢之意。参详元义为允，赵可。大明3年6月乙丑，有司奏来7月15日，长祠太庙。张皇太后庙于驾亲奉，而臣于祠庙亲容，太子和亲祠与部。且今月24日，第8皇女邀。按礼，宫中有故，3月不举祭。皇太子入住上宫，于是有疑。下历官议政。太学博是司马欣之意，窃为国之大事，在祀与荣。皇太子有福，君之道，而无专欲之意，荣既如之，祀亦宜然。按季统。夫季之道，孙为王父师。又云：既有招募，所以别父子。太子监国，虽不赦，至于宗庙，则招募实存，为事不可乱。又云：有故则使人准此2、3，太子无奉祀之道。又皇女邀札，则实同公一体之哀，理不得已。设令的祀，令犹无亲奉之意。博士寓意，按春秋，太子奉社稷之资盛，长子主器，出可守宗庙，以为祭主，亦彖铭文。监国之众，居然轻祭。皇女邀札，实际同公，3月废祭，于礼仪亭。2意不同。上 PG 312。书参议，以寓意为允。赵可。太明3年11月乙丑朔，有司奏40庙祠，吉日已定。欲与及举哀，就庭亲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礼官博弈于礼，为的千日与部。博士将长议、礼记、祭统，君之祭也。有故则使人，而君不失其宜。郑玄云：君虽不亲，祭礼无却，君德不损。予以为有故则必使人者，民无迁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谓不宜改日。
太常承禄陈毅，按周礼宗伯之职。若王不与祭祀，则赦位。郑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为此位在治斋，祭事敬备，神不可独，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则使有司赦焉。晋太史7年4月，世祖将亲祠于太庙。庚戌，车驾系身。辛亥，禹有司行事。此虽非人故，盖一天爱也。求之古礼，未乖周制。按《礼记》，孔子答曾子，当祭。而日食太庙火，如生至未杀，则废。然则祭非无可废之道也，但权所为之轻重耳。日食庙火，变之甚者，故乃生至上有可废。推此而降，可以理循。今散斋之内，未及治斋，而有轻哀甚语。日食展示，可以严禁。不迁疫情，无伤正典，改则令日，夫何已矣？余未散斋而有举哀若雨，可更迁日。唯入治斋即日月逼晚者，乃是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故何起，南交车驾以出狱。禹宜迁日更交，是见施用。交之于庙，其境可均，至日犹迁。况散斋邪？殿中郎因旦议，曾子问：日食太庙火，生未杀则废，纵有故则使人。清庙敬重，交因礼大，故庙焚日食。许亦可迁，轻哀为故，是不合改。是以西蜀时牛改不非礼。晋世祖有司行事，故司空之改交越，既不见其当时之宜，此不足为准。余为日食庙火，天谴之变，乃可迁日。至于举哀小故，不宜改成。众议不同。参议既有礼具，且进士迁交，宋初迁辞，并有成准。为孟月散斋之中，欲与即举轻哀，宜则即更迁。无定限数。唯入治斋及轻重月节者，是有司行事。赵可 PG 313。大明5年10月甲寅，有司奏：今月8日真祠2庙，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献妃服。前太常臣与谓之意，礼所以有丧。废祭，犹祭必有乐。皇太子以元狄之众，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祭正服大公，余谓不应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臣，非今之比。卿促犹不义，况于太子妃乎？博士司马欣之意。夫司则不祭礼之大经，卿促不义，春秋明义。又寻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唐隆义不因3月废祠，而由云并葬之间，全废事改籍，吩咐享祠。寻此语义，非使有司，此无福之丧。上以未葬为废，况皇太子妃及大公未复者邪？上循礼文，下准。前代不得真祠。领军长史周景远议，按礼司不祭。大公废祠，礼不祀言。今皇太子故非继位山营，未从权制，则应依礼废真常。至殿以大公之服，于礼不得亲奉，非有故之谓，亦不使公卿行事。又臣徐元义以为礼司不祭，改为通义。大夫以尊贵降爵，及其有福，不容复议。祭统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谓于礼应祭，君不得斋，祭不可却，故使臣下设奉。不谓君不应祭，有司行事也。晋咸宁4年，景县皇后崩，晋武帝伯母，宗庙废一时之祀，虽名号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公，非有故之比。继位山营，为真祠，宜废。
寻谓之等意，只归不书，却真为允。过卒窟复庙，亦一。长典。赵可。大明7年2月丙辰，有司奏栾舆巡搜江左，讲武校列，获肉先见太庙、张太后庙，并设海酒，公卿行事及献妃应事，是常行事。太学博士于和议、简、周礼40讲武献身，各有所失。正吕春搜，则以祭射；拔舍下苗，则以享乐治兵；秋显，则以四方；大月冬寿，则以享征。按汉纪4制，为立秋之日，白交事毕，使阳威武，名曰出流。臣于入。又公执弩以射，身以路泥。太宰令业者各1人，载货车驰送。宋书3疑4。灵庙。然则春田建庙，未有先准。兼太常臣与谓之议和。所言是搜受不失其实，此理久废。今时何表宴，讲武教人，又前宫前斗，先建2庙，礼勤俱允。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设使司空行事。太庙以使上宫。参议搜受之礼，40亿礼。有损益，时代不同。今既无复四方之计，三杀之仪，况费来久。禽获生物，面伤剪毛，未成禽不献。太宰令业者，则上杀奉送。先建庙设2庙，依旧以太尉行事。赵可。明帝太裕元年7月庚申，有司奏7月长辞，至尊亮案。之内为清奉与部，使下礼官通议。服巡3年之制，自天子达。汉文敏勤于之弊，于是至为全典。谓晋以来，卒窟而复则旧。即按礼记王制，3年不祭，为祭天地社稷，为乐服而行事。郑玄云为不敢以卑废尊也，范宣南杜预断唱。所以阙宗庙祭者，皆人礼所奉，哀戚之情同于生者。乔州祭至称礼生有丧，则不为吉祭。司麻之丧，与祖考有福者，则亦不祭，为神不享也。巡宫中有故，虽在无福，亦废。祭3月，有丧不祭。如或非若3年之内必宜亲奉者，则应递续招募。而今必须免丧，然后递掐，故知未祭之意，当似可思。起居住晋武有2丧，2期之中，并不自辞，亦近代前世也。夫为至尊孝乐基文，情深明发，公服虽仕，纯哀内禅。推仿典例，则未应亲奉。有司之因，既不为况。养司从敬，切谓为允。臣等参议，甚有明证，宜如所上。赵可。后废帝元徽2年10月丙寅，有司奏至尊亲辞太庙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虽亲非正统，而常经北面。魏降因亲直爵与部，下立官议。太学博士周山文议按礼，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孝武皇帝于至尊虽亲非正统，而祖宗之号列于7庙。于未亲奉之日，因职商爵。昭皇太后既亲，非礼正，以使3公行事。博士严谢等4人同山文。兼太常臣。PG 315。韩奔义，晋景帝之于世祖，肃祖之于孝武，皆谤尊也，亲直。商韶。今孝武皇帝于至尊，亲为伯父，公列祖宗，奉祠之日，谓宜亲直。按昭皇太后于主上，亲无明志，情则疏远，庶母在我，有子继孙止，况伯父之庶母？余为昭后伤绝，可复之有司。
前左丞孙免役，进士祖宗慈显宗、列宗、肃祖，并仕晋帝之伯。今昭明准，而初无有司行事之理。于魏主上卿直孝武皇帝商爵，有妾秦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贵，见尊一时，而与张、宣二庙同享功，非为不供奉，乃一其毁替。请妾依旧，三公行。是诏免役为允。宋孝武帝孝建元年10月戊辰，有司奏张皇太后庙毁置之。礼二品官役者663人。太傅江夏王义公以为荆棘。残尾训传一门，量言之者往一，故求之者先就。是以六宗之辩喘于奸儒，诋毁之论，乱于群学。张皇太后诞神启圣，礼备忠心，庆留作印，德光义远。宜常代重分，异业垂责。启的将谋通伦，反尊常典。夫义者臣疑，时谤纪传，知义爽二末。穷书指按《礼记》、布袋记原及慈母，至辞令有所失。故梁于孙止别主立记，则亲执前四，是义前治。将由大君之宜，其职弥重，人极之贵，其数特中。且汉代洪峰，遂登沛赋。进士名归，咸流见祀。远考史册，尽因案件，未因悔之，于义为常。所据公羊指足兼秉。安可以贵等帝王，既从世数。元秦仿制，滇越滋甚。魏因同七庙，6代乃毁。636人同一公不毁，散骑侍郎王法师等27人亦因毁。领曹郎中周景远众参议，义公等不毁，亦为允。赵可大明2年2月庚寅，有司奏黄代因记无事于张后庙。高唐龙亦为文司后依州江原庙地掐，及徐邈达敬宣太后因见救。是使礼官议政。博士孙武义按《礼记》纪法治都。立议设庙挑坛月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7庙。PG 316。远庙为挑。正云天子迁庙之主，招募合葬于2挑之中，掐乃祭之。王志曰：掐地正云，掐何也？何先君之主？于祖庙而祭之，谓之掐。3年而夏地，5年而秋掐，谓之5年在。因祭又地大祭也。春秋文公2年，大事于太庙。传曰：毁庙之主，臣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生何时太祖。传曰：何足以时，序以招募。祭统曰：有事于太庙，则群招群目贤在，不失其伦。今因此事何时太祖，而序招募。张太后既屈于上，不列正庙。若引主入太庙，既不敢配列于正序。又未闻于招募之外别立为位。若许邈邑，今因辞就别庙奉见，则乖地掐大祭何时序招募之意。邈云：因事4商，不同掐就祭，此亦其意也。丧服小祭，商与无后，从祖父时。祭法王下祭商。郑玄云：祭事商于庙之奥，谓之因验祭从。祖时于庙奥，是商有位于奥，非就祭别公之位。今张太后庙40享见，虽不于孙止，若太庙地掐，独祭别公，与40争长。不义，则非地大祭之意，又无取于掐何时之文，谓不宜与太庙同因祭之礼。高唐龙达为文司后依江原庙地掐，又不辨掐之意，而改辖大享，盖有由而然耳。手闻浅学，具乖礼中。博士王
谢之意，暗地小掐大，理无正文，求之情力如有，推寻掐之。为民虽在何时，而祭典之重，于此为大。夫以孝享亲，尊爱。往极，既因见太祖，亦至圣祀于小庙。辟有事于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唐龙所谓独以掐故而祭之也。是以谓之文思，敬之宣。后虽并不叙于太庙，而由君地于江原，其意如此。又许渺所引四商不掐，就而祭之，以为别享之力，思其正矣。余谓张皇太后庙，亦以引荐。太常丞孙冕亦以为掐祭之名，亦在。何时守经具古，孙武为降。窃寻小庙之礼，诏自敬畏，敬之。所行足为前准。高唐龙以掐而祭，有负情境。徐邈引就祭祀。商以正别享。孙武具商父于祖，谓庙有商位。荀氏虽同庙。PG 317。而祭非何时。且七庙同宫，始自后汉，礼之祭商，各复爵祖。既欲掐，则必异庙而祭。余谓张庙应见，推此可知。辞不诛。因之意，公之嗣，高唐龙、赵仪并云州人掐，遂具掐祭之。谓晋二代，取则奉谏，民如达理，无相击非，不迁不忘，律。旧章。余亦同王谢之、孙冕义。诏曰：张皇太后追尊极豪。礼同七庙，岂容独阙应见，格资甚辞。公遥掐，既行有周。谓晋从享，示范无替。宜数复前典，以宣情境。明帝太始2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5月甲寅，有司奏。晋太元中，始正太后尊号，徐邈义庙制，自是以来，者为通典。今昭皇太后于至尊无亲，上特制一服，复庙之礼，宜下礼。观详议。博士王略，太常丞于苑议，正名存义，有国之徽。典，臣子一例，史传之铭文。今昭皇太后正为母仪，尊号允者。复庙之礼，宜备宜则。母以子贵，是秉圣文。孝武之嗣，祭拜。待不悔，则昭后之父无缘有亏。余谓神主应入张后庙。又宜依晋元皇帝之于闵帝，安帝之于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轻直商。爵使有司行事。时太宗宣太后以复张太后庙，常兼仪曹郎。余何意以为春秋之意，庶母虽名同重号，而实亦正敌。是以有考别公，而公子主其嗣。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亦无亲。奉之礼。周礼宗伯直云：若王不与祭，则社未然，则已始。有司行其礼事。又妇人无常制，各以夫氏为定，夫王以子为次。昭皇太后及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后，以从序而言，宜积心迷。余上参详，何以为允？赵可。太始2年6月丁丑，有司奏来7月长祀2庙，依旧车。驾清奉。孝武皇帝是至尊亲近商爵及拜服。又昭皇太后是应拜，即著文称皇帝会。又皇后今月25日前见于弥，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并无明文，下礼官议政。太学博士刘衮义询。晋元北面称臣于闵帝，真常奉谏，亦是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PG 318。为后者于鲁氏。以此而推，孝武之事，至尊无容亲近商爵拜服。其日亲近张皇太后庙，今昭皇太后事过，前亦既使有司行。是谓不应敬拜。
昭皇太后正好久定，登列庙寺，详询著文，宜称皇帝讳。按礼，复无见兄之典，昭后位居谤尊，至前之仪，礼不容备。孝武、昭后二世，身见遗阙。太常臣于愿意。夫真常之礼，是存祭祀，故谤尊虽敬，帝直服祀。君道虽高，臣无祭典。按敬景帝之于武帝，属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由敬商爵。今上祭纂辞文皇，于孝武世未宜敬拜而已。商爵时有司行事，按礼过目则视，过祀则下。凡在神旨，上或至公，况昭太后母临四海，至尊亲曾北面，兄母有敬，未宜敬拜。著文宜称皇帝讳。循皇后庙见之礼，本修前为义，今于孝武论其扫书，则无通问之典，与其尊卑亦无相见之意。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由正位在宫，敬业之道，久以前辈。余谓孝武、昭太后二世，并不复见告。参议以愿意为允。赵可。后废帝元徽2年10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庙毁制，下礼官。详议。太常臣韩奔议，按君母之尊，一发。春秋述后享。见无见。周典七庙陈统，由清敬则毁。况伯之所生，而无福代。既姬之前代，未见其准。都令使因匪子义，昭皇太后不系于祖宗，进退一会。义者云：妾父于妾族姑，父继必告。悔不容易，应告张皇太后一事。按纪云：妾父于妾族姑，无妾族姑，则一生而父于女君可也。使张太后于昭太后论。昭穆而言，则非妾族姑，又非女君，于义不当。夫寻昭太后名，谓允吉，袭出父之始，自上父于赵后，即安于西庙，并皆必告。诸事古者大事必告，又云美事必告。礼生必杂用。简谓近以来互有不同。元嘉16年，下礼官辩证。太学博士英灵。作亦称即是用身，兄是用必自兹而后，即兄为判，以示一代之成典。今世虽不全兄，亦未尽极，故宜依旧，以避辩告。PG 319。二庙。又寻昭太后毁主，无意陈列于太祖，博士欲依于主埋于庙两阶之间。按阶间本以埋告必埋于主之所。习于喜云15。经典义以毁主父于主，埋于庙之北墙，最为可据。昭太后神主毁之埋之后，上事不可不须至，太后便因上下申之。既申之请，又因设福海以安神。经礼官所议，谬略魏州。迁会事大，请广详访。左仆射刘炳等7人同匪子。左丞王承仲参议，谓以必辩告二庙，埋毁阴主于北墙。宣太后上事，人设福海邑。安神，匪子亦为允。赵可。为明帝太和3年，诏曰：礼王后无嗣，则见之子以继。大宗，则当转正统而奉公义，何得故思亲哉？汉宣继昭帝后，嘉道考以皇号，哀帝以外藩元历，而董弘等称引王秦，或误朝议。遂尊公皇，立庙京师，又宠藩妾，使彼常信，见差无礼。人神服幼，非罪师丹中正之见，用雉钉，复焚如之祸。自视之后，相种行之。其领公卿有司，生以前代为戒。后4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则当名为仁厚之意。敢为佞邪，
导于君上，望见非正之号，未考为皇，称彼为后，则古公大臣诛之无赦。其书之精册，藏之宗庙者于令典。事后高贵，常道元历，皆不外尊也。晋闵帝建兴4年，司徒梁分议追尊之礼，帝既不从，而左仆射所生等亦称引未至，以为不可，故追赠吴王为太保而已。元帝太兴2年，有司言郎协公王仪称皇考。贺询亦云：礼典之意，子不敢以己绝加其父号，帝又从之。二汉此典弃矣。魏明帝有爱女曰淑舍，3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氏为嫔。元懿公主葬于南陵，立庙京师，无前典，非礼也。宋孝武帝孝建元年7月辛酉，有司奏东平冲王年至吴后，为商服5月，虽不伤君，因有主祭，而国事追赠，又无其臣，未降毁陵。立庙为当他父与部，折下礼官降议。太学博士陈徐弘毅 ，PG 320。王继吴后，追赠吴臣，商服既尽，陵便合毁。继曰：商与吴后者，从祖父时又曰，士大夫不得附于诸侯，附于祖之为士大夫者，按诸侯不得附于天子，冲王则宜附诸祖。之庙为王者，应附长沙景王庙。赵可。大明4年丁巳，有司奏安陆国土虽建，而殿类之所未及盈利，40渐享，故复江夏之庙，宣王所生夫人当因辞部。太学博士傅寓意，因废祭。又陈徐元义，按礼辞母妾母不事祭。郑玄注以其非正，故传曰子继孙止。又云为慈母后者，为祖庶母可也。注称原为慈母后之意。父妾无子，亦可命己庶子为之后也。考寻思义，父母妾之计，不必为子。江夏宣王太子体字元载，到妻之应，遭时不幸，圣上惊道，将出黄爱，4成辉序，光启大藩，蜀国为祖。是望夫人载誉民意，则一国之政尚无所厌，哀敬的深。既未获复，想江夏，又不从继安陆，即是求情，余以为夷一祖母有为后之意，为何列4于庙？二意不同，参议以原意为允。赵可。大明6年10月丙寅，有司奏，故晋陵孝王子云未有嗣。安庙后3日，国臣从权至除事，朔望周记，因还陵与部。祭之日，谁为主？太常臣与谓之意，祭葬3日，国臣从权至除是。而陵言犹存，朔望及其祭，诸臣遗还陵窟，便服衣家。史上卿主祭。王继未有后，又无3年服者，其亲服除之，而国尚存，便宜立庙，为国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暂复始祖庙。诸王不得祖天子，宜复从祖国庙，还居新庙之事。未有嗣之前，40享见，常史上卿主之。左丞徐元参议，以谓之意为允。赵可。大明7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贵妃家书礼，未降因。立庙与部。太学博士于何议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谭公云：顺葬苍梧，3妃谓之从。婚议云 PG 321。后之立6公，有3夫人，然则3妃即3夫人也。后之有3妃，由天子之有3公也。按周礼，3公8命，诸侯7命。3公既尊于列国诸侯，3妃亦贵于数邦夫人。据《春秋传》。
仲子非鲁惠元狄上的考比别宫。今贵妃世至，天之重颁，礼应立此新庙。左丞徐元义宣贵妃既家书命，礼绝武功。考之古典，显有成句。庙堂刻构，以选将作大将。参详以和。元义为允。赵可。大明7年3月戊戌，有司奏兴安王福宣贵妃其衰期。11月练，13月稿，15月诞，兴丧3年。魏降宣贵妃复庙。应在何时？入庙之日，当先有父，但入新庙而已。若在大祥吉，但中入庙者，欲40变的祭部。兴安王在兴治中的亲奉祭部。太学博士于何义《春秋传》云：父而作主，珍常地于庙。常为及祭之名，大祥及诞，未得入庙，应在诞除之后也。兴安王兴丧之内，若遇时节，便应即祭于庙，亲奉亦在无嫌。复之，为言以后王者附于先庙也。小记云：诸侯不得附于天子。今贵妃爵士诸侯，居然不得附于先后。又别考新宫，无所宜附。且卒哭之后，亦无复礼。左丞徐元义矣，礼有损益，古今矣。宜虽云卒哭而复而作主，时之诸侯皆旦中入庙。且麻依全元，革服于元家，删牒变除，生情于皇宋。况宣贵妃旦玉瑞，藩葬家书礼，临颜卢魏，皆主之哲王，考公创嗣，不得观之。朝廷为旦除之后，宜亲执殿爵之礼。若有故，三卿行事。贵妃上宴皇姑，下爵列国，无所应付。参议何议大体与原部。议以原议为允。赵可。大明7年11月癸未，有司奏晋陵国赐孝王庙一炉。陵等国吏1岁5祭。二国以三卿主祭，应同有服之力与部。博士延森道义礼记云：所祭者王服，则不祭今晋陵。王于衡阳小公，宜二国同废。太常臣与魏之议，思不祭。PG 322者，具主为言也。晋陵虽未有祀，宜有祀制服，依阙祭之宪。衡阳为族伯司麻，则应祭3月。兼左丞徐元义，嗣王未立。将来臣应谓之书尽，岂宜空祭服属，以窥祭尽。参议以元义为允。赵可。大明8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其晋王子与将来立后。魏降便应作主立庙，唯须有后之日。未立庙者，为于何处祭祀？游击将军徐元义以为国无后，于至除罢。始封之君，宜存祭。4. 皇子追赠，则为始祖。臣不伤君，逝者前准，岂容须确真？常以嗣有后。为一立庙作主，三卿主祭依旧。通关博弈，以元义为允。令便立庙，庙臣作主，依晋陵王尽立，先赞复庐。临孝献王庙。既晋神主即还新庙。未立后之前，常使国上卿。主祭礼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巨龙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的之道，的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的，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的，故教人美报焉。家主中溜而国主社，是本也。故言报本反始。列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农，能植百谷。其义曰助。左颛顼为祭官，主农事，周器系之，法师于人，故祀以为祭。
礼，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字为立社曰王社。故国有二社，而祭亦有二也。汉、魏则有官社，无祭，故常二社一祭也。晋出人位，无所增损。至太康9年，改建宗庙，而社祭坛与庙俱徙。乃诏曰：社时一神，其并二社之礼。于是车骑司马傅贤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交庙，故免而躬耕也者，所以众孝享之资甚，至应见于上帝也。古梁传曰：天子亲耕以功资甚，亲耕为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疾而报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其报焉。是亦报书，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论王 ，PG 323。社亦谓春其吉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则曰王者部下，其内为百姓立之，谓之太社，不自立之于京师也。景侯此论据纪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治社。景侯解曰：今之礼社是也。景侯解纪法，则以治社为人间之社矣。而别论复以太社为人间之社，谓小此止也。太社，天子为民而祀，故称天子社。交特生曰：天子太社，必受双禄封。与夫以群姓之众，王者通为立社，故称太社。若夫治社，其数不一，盖以礼所为名。左氏传蒙于青丘之社是也。人间之社，既已不称太矣。若复不立之京都，当安所立乎？纪法又曰：王为群姓，立七嗣。自为立七嗣，言自为者，自为而嗣也；为群姓者，为群姓而嗣也。太社与七嗣，其文正等。说者穷此，因云焚即但有五嗣，无七嗣也。按计五嗣，国之大嗣，七者小嗣。周礼所云既凡小嗣，则莫免之属也。景侯解大例曰：如周杜伯，鬼有所归，乃不为立今云无二社者，称景侯纪法，不谓无二，则曰口传无其文也。夫以景侯之名拟议而后为解，而欲以口论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当是思为景侯之后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书诏告，社于新邑，为一太牢，不立二社之名义也。按交特生曰：社稷太牢，必原一牢之文，以明社之无二，则既无生矣。说者则曰：举社以明纪，何独不可举义以明二？国之大事，在祀与容。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益，而除之无惧乎？周礼封人长社，社弘无祭字。今帝社无祭，盖出于此。然国主社稷，故今传动称社稷。周礼王祭祭则止免。此王社有祭之文也。封人社弘之无祭字，说者以为略文，从可知也。为夷人就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祭。时陈粲亦称景侯论太社不立京都，欲破正士学贤。众表以为如粲之论，景侯之解文以此坏。大雅云乃 PG 324。立种土。毛公解曰：种土，太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为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复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从何出而与解乖。
上为经济明文，下坏景侯之解。臣虽完毕，少尝学问，不能默矣。谨复续上。刘时宇、咸义同。诏曰：设时一神，而相袭二位，众义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人旧，亦如未至。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经历二，设一纪。其太舍之注曰：得普师，惠存无疆。乃见太舍，保佑万邦，悠悠四海，贤赖嘉祥。其弟舍之注曰：坤德厚，载王姬世宝。乃见帝舍，以神地道，名著为臣，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尊之，故洛经社稷在庙之右，而将左右然也。吾时宫东门于门，宜无社稷在宫东，与其庙同所也。宋人旧，无所改作。魏氏三祖皆亲根籍，此则先农无废享也。其礼无一文仪，从汉仪。执事告辞以太牢。晋武哀帝病愈及田而不遂，遗著。亦却略。宋文帝元嘉21年春，亲耕，乃立先农坛于吉田中。迁西漠南，高4尺，方2丈，为4出壁，壁广5尺，外加列。去阡陌各20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律太助令及众执事，执民以仪太牢告辞。祭器用祭设祭器，辞毕，班于坐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常列于郊祭云。汉仪皇后亲丧东郊院中，残事祭残神曰：愿赞妇人，欲是公主。辞用少劳。晋武帝太康9年，杨皇后宫丧于西郊。祀先残。坛高1丈，方2丈，为4出壁，壁广5尺。在采桑坛。东南为宫之外，去为宫10丈。皇后未到，太助令执民以仪太牢。告辞。业者一人兼辞。毕，撤传，班于坐于从丧及奉祠者。魏文帝皇初2年6月庚子，初礼5月4读，闲置群祀，议审规章。6年7月，帝以周军入怀。9月壬戌，遣使者审毕于 PG 325。怀，礼也。魏明帝太和4年8月，帝东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月，礼也。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长安，遣使者以毕礼华山，礼也。晋穆帝生平中，和其论修5月祠曰：唐虞之治，天子。5载一巡狩，审时之方，柴辽5月，望于山川，便于群神。故曰因名山生忠于天，所以昭告神旨，享报功德，是以灾利。不作，而风雨寒暑已时。将逮3代，年数虽疏，而其礼不异。5月是3公，4读是诸侯者，在经济，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及秦、汉都西京、今魏长水，虽不在4典，以尽咸阳。故晋的比大川之辞，而正立之礼，可以确哉。自永嘉之乱，神周倾覆，兹事替矣。为前之天柱，在王略之内，就台选110例，卒以奉其职。中兴之际，未有官守，卢将军常遣大力兼甲。40倒塞，春事寒而冬请兵。咸和弃京，以复堕替。既今非典之辞，可谓非一。考其正名，则淫昏之鬼；推其靡废，则4人之度。而山川大神更为简阙，礼俗颓稳，人神杂扰，公私奔促，见以资繁。良有请国家多难，日不暇给，草见废置，是有。魏皇今元对以坚，宜修旧典。阅读之欲，封教所备，来苏之。
人，贤蒙德泽，而神指因祀，谓之或真，寻受柴寮，其废上矣。崇明前典，将祀皇于北炫，击鼓宪章，大礼制度。其5月4，独宜尊修之处，但祖斗深劳，著古文辞，旧章弥记，可令礼官作事，归诸臣简，以达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诸妖孽，可据依法令，先去其神。彼邪正不读，不见审。宋孝武帝大明7年6月丙辰，有司奏诏殿记霍山，谓审因奉使何官，用何身传。进殿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义修寺穿越，道光列代，差制规章，一朝连策。但也况中叶遗漏典文，寻基典事记宗伯，汉载持节誓词，写记埋。审今垂民犯，久服劳具，悉有详例。又名山者规避之意，大。PG 326。种有长河之家。山海辞或山，以太牢告谕，此准着记传，其可言者也。今皇封免唱，徽祀通乐，余未以使以太常持节，深矣。太牢之具，修用9辅10鼓，礼以敕章勋毕。又唱人之职，凡山川四方用甚，则陈酒当以离杯，其余器用，无所取说。按交望山独，以直表陈，器上桃袍，及以毛席，尽可依准。山川以诏宜为坛玉，参议景先义为允，令以兼太常持节奉使。身用太牢，加以章璧，器用桃袍，时不复用甚，宜同交祀以绝显。凡尧传种数，亦依社稷为允。诏可。晋武帝咸宁2年春，九汉4月丁巳，诏曰：诸汉处广，加其请。5月庚午，使其雨于社稷山川。6月戊子，或数雨。此于永旧典也。太康3年4月，10年2月，又如之。事后修之至今。魏文帝黄初2年正月，诏曰：习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气，当衰周之末，无受命之运，乃退考5代之礼，修肃望之事，因鲁史而治，春秋就太师而正，雅宋比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数作，养其圣以成谋，兹可谓命世大圣。一载之师表者也。以遭天下大乱，百祀灰废，旧居之庙毁而不修，包成之后绝而莫继，却礼不闻讲诵之声，40不笃真。常之谓思其所谓重化报功，甚得百世必祀者哉？其以一郎孔现为宗圣侯，100户，奉孔子祀，命鲁郡修旧庙，置百户立卒，以守卫之。晋武帝太始3年11月，改封宗圣侯孔正为奉圣亭侯。又招太学及鲁国40辈3生，以祀孔子。明帝太宁3年，诏给侍奉圣亭侯孔廷40祠孔子，既宜如太史故事。廷5代孙，继之博塞无度，常以继职故敬，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8年。有司奏夺爵，至19年，又受孔颖之兄子西先谋逆，又失爵。28年，更以孔惠云为奉圣侯，后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2年，又以孔迈为奉圣侯，迈卒，子莽嗣，有罪，失爵。PG 327。魏齐王正始2年3月，帝讲《论语》通5年5月讲《尚书》通7年12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侍殿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晋武帝太始7年，皇太子讲《孝经》
通咸宁3年讲诗通太康3年讲论语通元帝太兴3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事殿，以太牢辞孔子，以颜渊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3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3年7月，帝讲孝经通，并事殿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宋文帝元嘉22年4月，皇太子讲孝经通，是殿国子学，如尽故事。汉东海公王薨，明帝初幸金门庭发哀，为时会丧及使者调，即用博士杜希义，皆去玄关，加以不惊。为武帝少时，汉太尉乔玄独先礼义焉，故建安中，遣使辞以太牢。文帝皇初6年12月，过梁郡，又以太牢辞之。皇初2年正月，帝孝烈至元陵，遣使者以太牢辞汉世祖。宋文帝元嘉25年4月丙辰，车驾行幸江宁，今司徒刘牧之墓，遣使致祭焉。孝武帝大明3年2月戊申，行幸吉田，今左光禄大夫元湛墓，遣使致祭。大明5年9月庚午，车驾行幸，今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大明7年11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晋大司马桓温、征西将军毛渠墓。刘禅景耀6年，诏为丞相诸葛亮立庙于沔阳。先使所居各请立庙，不许，百姓遂思祭之。而言事者或以为可立于京师，乃从人议，皆不纳。步兵校尉袭龙、中书侍郎项允等言于禅曰：袭州人怀少伯之美，甘棠为之不伐，越望思范蠡之功，筑京，以存其相。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徒行立庙者多矣，况量得范遐迩，勋盖济世，兴王室之不坏，实私人事赖，而珍藏。止于司门，庙相阙而莫立，百姓相祭，容以野祀，非所以存得。PG 328。念功，数追在习也。今若尽从人心，则独而无典，见之经师。又逼宗庙，此圣怀所以为宜也。予以为宜，应尽其目，立之于沔阳，史属所以食次祭。凡其故臣欲奉辞者，皆献至庙，断其私。4. 以崇正礼，于是从之。合成天曰：周礼，凡有功者，祭于大真。故后代尊之，以元勋配享。允等曾不事事，禅又从之，并非礼也。汉时陈阳国人以刘璋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乡放孝，济南尤甚。至魏武帝为济南乡，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简，视之淫祀遂绝。至文帝皇初5年11月，诏曰：先王治祀，所以昭孝世祖，大则交涉，其次宗庙，三承五行。名山川则非此足也，不在4典。书事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有之间，无不卧类，甚以其祸也。自今其感设非礼之纪，巫祝之言，皆以直左道论者于令。明帝清隆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4典者，勿辞。晋武帝太始元年12月，诏袭圣帝明王，休5月4。独名山川则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忧民之道故也。然以道立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始见而无愧辞，是以其人敬甚忧民，而淫祀不作。末代通道不笃，见礼独神，纵欲其请，
曾不敬而远之，图偷以求幸，邀望香山，舍政为邪，故为朝及之。其按旧礼，俱为之治，使功者于人者，必有其报，而邀迎之鬼，不乱其间。2年正月，有司奏，春分辞吏殃及穰辞。诏曰：不在4典，除之。宋武帝永初2年，普禁淫祀，由是蒋子文祠以下，普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祠，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9州庙于基隆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家书礼、中山王。苏侯骠骑大将军。4. 方诸神，贤加爵制。PG 329。汉安帝元初4年，诏曰：月令，仲秋，养衰老，受己杖，行弥狱。方今8月按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弥狱，康比泥土相合拌，不可饮食。按此诏，汉时由1月令，师正是也。PG 330。至第8。礼5。秦灭理学，士多为古。汉初重简，不存改作，车服之仪，多因秦旧。至明帝时，乃修复先典，司马彪、于服志详之矣。魏代为作指南车，其余虽类有改易，不足相辩。尽力服志令，辩定仲仪、徐广、车服注略明示目，并行于今者也。故复序列，以通数代典事。上古圣人见转蓬，始为轮，轮何可载？因为鱼。任重致远，流运无极。后代圣人观北斗魁方韶屈西龙角，为地车，驱其舟，以便驾。系本云：西仲始作车，按庖西画八卦而为大鱼，伏牛乘马，以利天下。西仲乃下之车阵，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车服以雍者，在唐典下见旌旗，以表贵贱。周有6职，百工居其一焉。一气而群工治其巧，车最居多。明唐纪曰：鸾车有于世之路也。大路，阴路也。辰路，周路也。因有山车之锐，谓桑根车，因人制为大路。李伟曰：山车垂矩，矩曲也。言不柔质而自曲也。周之5路，则有玉、金、象、革、木5者之事，备于考工。即于方法的，盖元象天，辅以象日月，28宫以象列宿。玉、金、象者，是车诸末，因为名也。革者7革，木者7木也。玉鹿见大长以祀，金鹿见大旗以兵，象鹿见大赤以朝。革鹿见大白以荣，木鹿见大灰以田。黑色，下所上也。PG 331。秦越3代之车，独取音制。古曰桑根车，秦曰金根车也。汉是因秦之旧，亦为成于所谓成因之路者也。理论于甲。义曰：周则玉鹿最尊，汉之金根，亦周之玉鹿也。汉制成于金根车，轮接诸班，重鼓2匣，非领。鼓外附有鼓狮匣，其外附设匣，狮铜贯其中。东京赋曰：重轮2匣，书鼓。非领。非领以赤油为之，广8寸，长柱的，细轴头，谓之非领也。以金薄谋龙为鱼以教，教在箱上，展文化幡，幡箱也。文虎服饰，龙首衔颚，鸾雀立横，展文化圆，翠羽盖黄果，所谓黄屋也。金华诗墨见太长12流，画日月生龙驾。6黑马，
施12鸾，今为插毛，插以敌尾，又加牦牛尾，带如斗，至左飞马2上，所谓左道于也。路如周玉路之志，殷少汉官鲁不图，乘于大驾，则御凤凰车，以金更为副。又5色鞍车、5色立车各5乘，见龙旗，驾4马，施8鸾，余如金更之。至由州金路也。其车各如方色，所谓50副车，俗谓为5地车也。将左则却矣。白马者，诸其列；鞍车者，坐乘。有见华盖9重。甘泉鲁布者，道车5乘，游车9乘，载乘于车前。又有象车，醉在前，是桥道。晋江左驾有之。凡妇人车，皆坐乘，故周礼王后有鞍车而王无也。汉至成于乃有之。天子所御驾6，其余副车皆驾4。按书称宿所御6马。义礼王度记曰：天子驾6，诸侯驾5，卿驾4，大夫3，士2，庶人1。楚平王驾白马，梁惠王以鞍车驾3送淳于髡，大夫之仪。周礼4马为臣。毛师天子至大夫同驾4，士驾2。元盎见汉文持6飞，魏时天子亦驾6。晋先残夷。皇后鞍车驾6，以2员鞍车驾5为副。江左以来，相乘无6，驾4而已。宋孝武大明3年，史尚书左丞荀万秋造5路，礼图金路通赤旗，无盖，改造依拟金根，而赤漆斩画，御饰朱墨。PG 332。见青旗，时有2流，驾悬马4，施与宝盖，以4。即以金更为。金路见大青旗，时有2流，驾悬马4，与宝盖，以兵。象革目录、州官、于服制、礼图，并不载其行段，并一。拟玉录、漆斩画，与宝盖，项饰朱墨，建立赤旗，时有2流，以示朝。革录见赤旗，时有2流，以及荣。目录见赤徽，以田。象革驾悬，目驾赤，4马。就有大事，法驾出5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至5路俱出。青根及田城。3盖车，一名之车，又名根车，至累4于市上。戎车立成。夏曰钩车，殷曰银车，周曰圆戎。见牙徽，协助之，载金鼓羽。状制甲弩于市上。列车网线，轮画谋龙绕之，一名踏珠车。魏文帝改曰踏虎车。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帝欲平慢，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长之南北。鬼谷子云：郑人取玉，必载。思南为其不惑也。至于秦、汉，其志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汉末丧乱，其气不存。魏高唐隆、秦朗，皆博闻之士。争论于朝，云无指南车，记者虚说。明帝清隆中，令博士马军，更造之而车成。晋乱复亡。石虎使解非，姚兴使令胡生又造焉。安帝义熙13年，宋武帝平长安，使得此车。其制如鼓车，设牧人于车上，举手指南。车虽回转，所至不移。大驾鲁不罪，先起行。此车戎狄所制，机数不精，虽曰直南，多不审正。回驱步骤，犹须人工正之。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常为一更构造。宋顺帝生明末，齐王为襄，命造之焉。
车臣使府君丹阳。引王僧虔，御史中丞刘修视之。其至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疑。变。近代又有指南州，所鲁拓跋陶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车，迷年不久，扶风人马越又造，垂城，善明镇杀之。既礼车，未详所由来，亦高祖定三秦所获。至如指南，其上有鼓，车行一里，牧人折戟一锤。大驾鲁布，以次指南。PG 333。辇车，周礼王后五路之碑者也。后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至臣于御之，或使人挽，或驾裹下马。汉成帝御宇，班结于同辇氏也。后汉因就外戚交贵，亦辇。景丹讥之曰：“习结乘人车，岂此邪？”然则辇下后世末代所造也。景丹讥因就乘人而不云见上，岂贵诚意的乘之乎？谓之何待去其伦？父玄子曰：夏曰鱼车，殷曰胡奴，周曰资车。资车即辇也。魏晋欲小出，常乘马，亦多乘鱼车。鱼车今之小鱼。独车平车之流也。汉诸侯平者乃乘之，其后转见贵。孙权云车中八牛，即独车也。江左欲出，又载处置之物。汉代见摇车而贵资平，魏晋见资平而贵摇车。又有追风车，去小平盖，加通慢，如摇车而驾马。又以云母是独车，谓之云母车，臣下不得乘，时以次王公。近世又有四望车，今至亦存。又汉制，为假人不得乘马车，其余皆乘之矣。除立赤盖杠余，则轻盖杠云。周礼王后亦有五路：重敌、燕敌、安车、敌车、辇车，凡五也。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驾乘重敌与盖。今跟车驾轻交路，轻为长，云斩化圆，黄金涂五墨，盖爪师。金华驾三马，左右飞。其法驾则子继平车。按字陵平。车有一臂，无后缘。其有后缘者谓之资。殷绍汉官明帝永平7年，光烈因皇后葬，浑车鸾禄卿与盖，驾四马，龙旗。九流前有方向。凤凰车，大将军妻参乘，太仆妻玉女齐家。故此前汉旧制也。晋先残遗著，皇后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颓马。颓浅黑色也。油画两员安车，驾五颓马为副。公主油画安车，驾三。三夫人卿交路安车，驾三。皆以子将继平车，驾三为副。九平是副平车，驾二。公入资车，驾一。王妃公侯特进夫人，封君造交路安车，驾三。PG 334。汉制，贵人、公主、王妃、封君游平皆驾二，又非而已。汉制，太子、皇子皆安车，诸班轮，以虎教，符箓饰，黑斩纹。画幡、青盖、金华施墨，黑斩纹画圆，金涂五墨。皇子为王，习以此乘，故曰王青盖车。皆左右飞驾，五旗，其九斩。画将龙。皇孙乘绿车，亦驾三。魏晋之治，太子及诸王皆驾。4. 晋元帝太兴3年，太子侍殿。诏曰：未有高车，可乘安车。高车，即立乘车也。公及列侯安车，诸班轮，以鹿教。服雄士，黑帆者谓之宣，造增盖，驾二，右飞。王公其八流。
侯七流、卿五流皆降龙。公卿中201210交领法驾出，皆大车历乘，驾4。后导从大车，驾2，右飞。他出乘安车，其去未至士，皆赐安车4马。中2010皆造盖，诸帆同5没。驾2，右飞。禁令王公之世子赦命治国者，安车，驾3。其7流，其侯世子5流。复唱故事3公安车，驾3，特进驾2，卿1。汉至公列侯中2010夫人会庙及残，各胜其夫之安车。右飞，加造交路为常。非公会，则乘7步资平，同5没。晋武帝太康4年，诏依汉故事，给9卿朝车驾及安车各1乘。复唱故事尚书令摇车，黑耳后户。仆射但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仆射。汉至，陈于御大驾，公卿奉引，太仆、大将军参乘，备迁。乘万骑，属车81乘。古者诸侯2车9乘，秦灭9国，兼齐。车服，故81乘也。汉尊服改。汉都长安时，辞天于甘泉用之。都洛阳、上元陵又用之，大丧又用之。法驾则河南引。洛阳令奉引，奉车郎御，侍中参乘，属车36乘。凡属车皆造盖敕礼。后汉辞天郊用法驾，辞宗庙用小驾。小驾减损负车也。前驱有9游云罕、皮宣鸾旗，车皆大夫载之。鸾旗者 ，PG 335，边羽毛列系杖棒也。金征黄钺、黄门鼓车，陈余之后有数车。尚书、御史载之。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于省中。每出警必清道，见武旗。太仆奉驾调上鲁部，尚书郎事御史令史。皆执著以督整车骑，所谓护驾也。春秋上陵有审于小驾，直是尚书一人从，其余领史以下皆从行，所谓先至也。薛宗东今复著以云罕9游为旌旗别名，亦不辨其形。按位命晋王建天子旌旗，至矛头云罕，是之云罕非旌旗也。徐广车服注，以为9游，游车9乘。云罕一世景罕。诗序曰：其侯田列景邑，百姓苦之。景罕既失游猎，遂为行事乎？潘岳集田赋，先序5路9骑，次言穷景云罕。若罕为骑，则乐不应平，据于9骑之下。又以其物匹谨记，一是金币网民矣。此说为的之。皮宣以虎皮为宣也。徐右引淮南子，军政直报皮矣。至正其众。礼记前乐士诗，则载虎皮。陈于豹尾义，其义类乎？五骑者，5色各一骑，以木牛乘其下。徐有云木牛，盖取其负重而安稳也。五骑缠竿，即礼记得车结金，不尽是也。戎士乃散之。又五车虽金，垂书之也。使成案金结金虽金铜，而得车5车之所不见。又木牛之意，亦未卓然可晓。又按周礼，便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讽，仅往毛头之属，此非古至明矣。何承天为战国并争，师吕数出，玄巫之设误察封坤，一事情矣。晋武常问侍臣，矛头何意？彭推对曰：秦国有奇怪，触山结水，无不崩溃，唯为矛头，故
虎视服之，则秦至也。张华曰：有事言而事不精，臣未状。士之怒，发勇冲冠，亦取于此。至于决疑，无所是非也。徐元曰：彭、张之说，各言异义，无所成据。按天文必卯之，中谓之天阶，故车驾以景罕前引，必方卯元，因其象。心经。卯亦名毛头，故使直之者观皮毛之官也。轻车，古之战车也。轮于动珠，不惊不盖，见毛脊状灰。PG 336。置弩于市上，驾二。射身校尉司马立士载，以次属车。汉仪曰：出称景，入称壁。说者云：车驾出则应称景，入则应称壁也，而今俱唱之。使臣以为景者，警戒也；壁者，止行也。今从臣于而出者，并警戒以备非常也。从外而入臣于相干者，避而止之也。董八、司马彪云：诸侯王遮列，出入称景射壁。武钢车有金有盖，在前为先驱，又在轻，车之后为殿也。驾一。史记为亲征匈奴，以武钢车为营饰也。汉制大型载运粮车4轮，其势如金根，加狮组连璧，交落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彩，西与流苏，前后云气化为长。展文化区帆，长与车等。太仆御驾6白骆马，以黑药着其身，为虎纹，谓之不失马。季下马赤迈，车葬城北密宫。今则马不虎纹，不赤迈，车则毁也。自汉霍光、晋安平、齐王、贾充、王导、谢安、宋江下王葬以疏礼者，皆大陆黄屋，载筑粮车。晋令曰：臣传出使，遭丧以上，即自表文，听得白。扶乘骡车，到副使射事。徐广车服柱，传闻骡车者，独车装而马车圆也。右车无盖者曰科车。晋武帝时，护军将军杨秀乘羊车，司隶校尉刘毅奏弹之。诏曰：羊车虽无志，犹非素者所服，将左来无尽也。就有冲庭之制，临轩大会，乘于车辇金鼓于殿庭。张衡。东京赋云：龙鹿冲庭，鸾旗拂泥。晋将左废绝。宋孝武大明中修复。上古请触皮毛，未有制度。后代圣人见鸟兽毛羽及其文章，与草木华彩之色，因染丝彩以作衣裳，为玄黄之服，以法乾坤。上下之仪，观鸟兽观狐之形，至冠冕阴蕊之事。于是作绘彩。张弥文夏后重曰：有美服冕。就纣臣谟，则称五父五章，皆后王所不得意也。周兼2代，典制详密，故便师长6冕司。PG 337。服长6副，设拟等差，各有其序。礼记官义曰：官者，礼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不官，其则资之。夏曰无追，殷曰张辅，周曰伪茂，此皆3代常所周之祭冕，骚彩备饰。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敬美称之。至秦以战国及天子位，灭去古制，交际之服，皆以君悬。至汉明帝始采周官、礼记、尚书诸儒说，还被衮免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衮衣服服之文，拟于至尊，复损略之。晋矣。来无改更也。天子礼交庙，则黑介则平免，今所谓平顶官也。造表珠律礼，广7寸，长尺2寸，垂珠12流，以足为缨。1.
灶上降下，前3伏，后4伏，依化而长袖，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藻、火、粉蜜、腐、符之象，凡12章也。素带广4寸，朱里以朱圆璧饰其侧，中衣以绛圆其领袖，赤皮碧犀，碧犀，古之服也。绛裤、绛袜、赤干，为元服者，空。顶戒则，其饰殿先胜，则皂纱裙、绛圆中衣、绛裤袜、黑干，其绫轩亦衮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9寸，金帛山岩，黑戒，则绛纱裙、皂圆中衣；其拜绫、黑戒则蕤单衣。其杂服，有青赤黄白相黑色戒则、5色纱裙、5梁进衔冠、远游冠、平上则5冠。其素服，白加单衣。汉仪、立秋日列服相则。晋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欲读令，不应相则，求改。用素，赵从之。宋文帝元嘉6年，奉朝请徐道于表，不应。素则，赵门下详议，帝执疑如旧，遂不改。进衔冠，前高7寸，后高3寸，长8寸，梁数随贵贱，古之资不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宫卿筑祭于郊庙，皆平免。王公8流，卿7流，以足为缨，色如其兽。王公衣山龙以下，9章也；卿衣华虫以下，7章也。行乡社礼，则公卿为帽冠，以皂绢为之，形如覆杯，与皮变同质，长7寸，高4寸，衣黑而长素。其中衣以皂圆领袖，其执事之人皮变，以鹿皮为之。PG 338。武官，习会文官，本诏服也，亦名大官。凡事臣则加貂蝉。殷少，汉官，曰：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10节。口在腋下，貂内浸汗而外温润。此因物生异，非其实也。其时赵武灵王辩胡，而秦灭赵，以其军官赐侍臣，故秦汉以来，侍臣有貂蝉也。徐广车服注称其意曰：北土寒凉，本以貂皮暖额，赋诗于官，因遂变成首饰乎？侍中左貂，常侍右貂。法官，本楚服也。一名祝后，一名谢至。说者云：谢至，受之屈直，以矫处不正者也。秦灭楚，以其军官赐法官。业者高山官，本其服也。一名侧柱官。秦灭齐，以其军官赐业者。魏明帝以其行祀通天，远游，乃毁变之。凡怪官，广9寸，至4平免，殿门卫士服之。汉将樊怪长，持铁盾。鸿门之会，项羽欲害汉王，乃列长以包盾，带入见羽。汉承秦制，官有13种。魏晋以来，不尽师用，今治其师用者也。则者，古见人不官者之服也。汉元帝而有壮发，使引则服之。王莽顶突，又加其屋也。汉注曰：官进贤者宜长耳。今戒则也，官会文者宜短耳。今平中则也。知时各随所宜，后遂因官为别。戒则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则无污者，是谓成人也。又有纳言则，后收，又一重，方3寸。又有赤则，其吏、武士、臣于鼓吹所服。旧日时，文武官皆免官者赤则，对朝服，是威武也。宋臣于鼓吹，黑则无官。汉制4世5交，天子与执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执事者，自服常服以从。
常服将衣也。谓秘书监秦进曰：汉室陈秦改六免之制，具玄关将衣而已。晋名曰50朝服，有40朝服，又有朝服。凡兵士总谓之戎。尚书云：一戎一而天下定。PG 339。周礼革禄以及戎。又曰：兵士为便服，以袜为便，又以为衣裳。春秋左传戎服将士。又云：晋系制衣袜为之夫。注：先儒云：袜绛色。今时五帛衣。说者云：五霸兵战，有受服，观音、曼胡，则戎服非裤者之。至魏降所起。晋代车驾轻戎中外戒严之服，无定色，冠黑帽。坠字表。表以增为之，长4寸，广1寸。腰有络带，以带盘革。中冠子表。外冠将表。又有纂严戎服，而不坠表。行流文武息。同。其田猎寻衅，则为从冠戎服，带盘革，文官不下阴，武官脱冠。宋文帝元嘉中，寻衅搜受皆如之，旧宫庙水火亦如之。汉至，太后入庙祭神服，干上皂下，清残，清上漂下，皆深衣。深衣即单衣也。首饰剪毛国。汉至，皇后谒庙服，干上皂下，清残，清上漂下。首饰甲髻、步摇、八阙、九华，加以翡翠。晋先蚕遗柱，皇后12金殿，步摇、大手髻。衣纯青之衣，带绶佩。今皇后谒庙服归属大衣，谓之灰衣。公主3夫人大手髻，7金殿璧髻。9嫔及公夫人5金殿。侍妇3金殿。公主会见，大手髻。其长公主的有步摇。公主封君以上，皆带绶，以彩组为滚带，各如其绶色。公特进列侯夫人，亲孝。侍妇2010命妇年长者，干曾国。左髻则造卷上下，注残则轻卷上下。自皇后至2010命妇，皆以残衣为朝服。刘向曰：古者天子至于世，王后至于命妇，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礼记曰：天子佩白玉而悬足兽，公侯山悬玉而诛足兽，清代府水苍玉而资足兽，是佩软纹而运足兽。运赤黄色。兽者，所冠佩相承兽也。上下施服如碧玺、贵贱，亦各有殊。五霸之后，战兵不习，佩非兵器，服非战仪，于是解去佩服，留其细碎而已。秦乃以彩组连结于穗，转相结绶，谓之绶。汉臣用之。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王爵，谓世中。王粲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妇所佩。PG 340。古制不存，今与外同制，秦足兽，人有失之。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司马彪制具有其制。汉高祖为泗水亭长，拔剑斩白蛇。卷不疑云：见者，君子武。备张衡，东京父，於皇祖，腰干将。然则自人君治世，人又带剑也。自晋代以来，始以木剑代刃剑。臣于六喜，秦制也。汉就疑曰：皇帝行喜，皇帝之喜；皇帝姓喜，天子行喜；天子之喜，天子姓喜。此则汉尊秦也。初，高祖入关，的秦始皇蓝田玉玺，吃虎钮，文曰寿。天之命，皇帝寿昌。高祖佩之，后代名曰传国玺，与斩白蛇。
见据为臣于所保。传国玺，谓晋至今不废，斩白蛇剑，晋会。第五库火烧之，今亡。晋怀帝梅胡，传国玺梅于刘聪，后又属石勒。及石勒帝石虎死，胡乱，晋穆帝代，乃还天府。于玺至陵，曰：传国玺，自在六玺之外，天子凡七玺也。汉注：曰：玺，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为所好。秦以来，以玺为称，又独以玉，臣下莫得用。汉制。皇帝黄敕绶，四彩，黄、赤、漂、干。皇后金玺，绶亦如之。于礼，是绶之色如此，后代变古也。吴刻玉弓，以金为玺。孙皓造金玺六枚饰也。又有麟凤龟龙玺、驼马鸭头杂印，金代则阙也。皇太子金玺、龟钮、熏朱绶，四彩，赤、黄、漂、干。给50朝服，远游官，亦有3梁进贤官，佩于玉。诸王金玺、龟钮、熏朱绶，四彩，赤、黄、漂、干。给50朝服，远游官，亦有3梁进贤官，佩山玄玉。郡公金章、悬朱绶。给50朝服，进贤3梁官，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子寿，给50朝服，进贤3梁官，佩山玄玉。襄国则绿列绶，三彩，绿、紫、干。列，草名也，其色绿。大司马、大将军、太尉、樊将。PG 341。君位从公者，金章、子寿，给50朝服，武官，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绶，给50朝服，进贤3梁官，佩水苍玉。标骑车骑将军、樊诸将军加大者，真、正、安、平、中军、正军、辅军、前、左、右、后将军、真鲁、冠军、辅国、龙骧将军、金章、子寿。给50朝服，武官，佩水苍玉。贵嫔夫人、贵人，金章，文曰贵嫔夫人、贵人之章。子寿，佩于田玉。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节。于荣华、冲华、莹莹，文曰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节于荣华、冲华之印。亲手，佩五彩琼玉。皇太子妃金玺、龟钮、熏朱绶，佩于玉。诸王太妃、朱长公主、公主、封君、金印、子寿，佩山玄玉。诸王世子金印、子寿。50朝服，进贤2梁官，佩山玄玉。郡公侯太夫人银印、青绶，佩水苍玉。郡公侯太子银印、青绶。给50朝服，进贤2梁官，佩水苍玉。侍中、散骑常侍及中常侍，给50朝服，武官，貂蝉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苍玉。尚书令、仆射、同印、没绶。给50朝服，纳言则，进贤2梁官，佩水苍玉。尚书给50朝服，纳言则，进贤2梁官，佩水苍玉。中书监令、秘书监、同印、没列绶。给50朝服，进贤2梁官，佩水苍玉。光禄大夫卿尹、太子保父、大长秋、太子詹事银章、青绶。给50朝服，进贤2梁官，佩水苍玉。卫尉则武官，卫尉江左布置。宋孝武孝建出使制部，简进服制，只以9卿皆文官及进贤2梁官，非旧业。
司隶校尉。武尉、左右尉、中监、中垒、骁骑、游击、前军、左军、右军。后军：宁朔、建威、镇威、奋威、扬威、广威、建武、镇武。奋武、扬武、广武。左右击弩、强弩诸将军、监军、营章、清守。给50朝服、武官，配水苍玉。领军、护军、城门武营校。PG 342。为东南西北中郎将、营印、清守。给50朝服、武官，配水苍玉。县、乡、亭侯、金印、子寿。朝服、进贤3良官。阴阳、折冲、轻车、杨烈、威远、宁远、虎威、才官、福波、临江诸将军、营章、清守。给50朝服、武官。奋武护军。安宜府军、护军、均州郡国都尉、奉车、驸马、骑都尉、诸护军将兵驻郡都尉、水衡、典舆、木官、典幕都尉、度支中郎将。校尉、都尉、司监都尉、才官校尉、王国中尉、宜和一吴都尉。兼淮南京都尉、营印、清守。50朝服、武官。州刺史、同印、没收。给将朝服、进贤2良官。御史中丞。都水使者、同印、没收。给50朝服、进贤2良官，配水苍玉。业者仆射、同印、没收。给40朝服、高山官，配水苍玉。诸军司马、营章、清守。朝服、武官。给侍中、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给50朝服、武官。中书侍郎，给50朝服、进贤1良官。冗从仆射、太子卫律、同印、没收。给50朝服、武官。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同印、没收。给40朝服、武官。其在必列及被鲁部、贺尾、将杀骨单一。鹤鸟伺机，出上党。为鸟强猛，斗不死不止。复者贺尾。北军中侯、殿中监、同印、没收。给40朝服、武官。护匈奴中郎将、护羌仪戎蛮越乌丸西域务己校尉、同印、清守。朝服、武官。郡国太守、相、内史、营章、清守。朝服、进贤2良官。将左指单一则。其家中2000使者，一清、尹。衙门将、营章、清守。朝服、武官。其都督、守、营印、清守。朝服、武官。尚书左右丞、秘书丞、同印、黄守。朝服、进贤1良官。PG 213,434。尚书秘书郎、太子中舍人、洗马、舍人。朝服、进贤1良官。黄沙治书侍御史、营印、没收。朝服、法官。侍御史、朝服。法官。关内、关中名号侯、金印、子寿。朝服、进贤2良官。诸博士，给造朝服、进贤2良官，配水苍玉。公府长史、朱清尹。臣、诸县属令至迁使者，同印、没收。朝服、进贤2良官。将左公府长史无朝服，县令只单一则。宋后废帝元徽4年，司徒。右长史王简义公府长史因服朝服，曰：春秋国语云：茂者秦之华，服者兴之文。言郎胜礼，衣冠为大。是故军国义，容内外书序。而自请臣用，每有乖违。辅之长人，教四方士，则臣居皮左，志在当官，永言先典，载怀细替。按禁令。公府长史，官品第6，同印、没收。朝服、进贤2良官。愿
属官品第七，朝服进贤议量官。进官表注亦与令同，而今常使院属但者诸服而已，此则公为明文，积习陈谬。为宜依旧制，常使两量官，院属一量官，并同备朝服。中单为干，律由旧章。若所上蒙允，并请班司徒二府及诸仪同三府，通为永准。又循旧事，司徒公府领步兵者，直辽西同将朝部领兵者，主簿祭酒，中单为干并备，令史以下为者悬一。今府既开宫，谨遵此制。其或有属台位者，悬服为仪。按令称诸有监官，皆从众官之例。循内官为重，其属台位者，悉仪者。谓之服，不在悬服之例。若属诸卿四位监府职者，虽三品，而卿四为卑，则宜依公府悬一之制。服章示众，礼仪所先，请台降服。亦曹郎中审与之议曰：至归相德，损替殷实，才服相公。施用随带，车骑便于商周，官配阁于秦汉，岂必书带袭荣？改上言勿哉！夫边雕假姓氏之首，见则登尊级之言，一事实用。变隆后制，况诸常以朝，免清百祀，为干不加，浩然为旧。服 PG 344为定章，是陈永泽。其简之所秉，会非古训，倾诉相因，带有损益，何事弃甚宋之新法，追往晋之颓典，变改空繁，谓不宜。格简又上议曰：自请服章多阙，有违前准。晋议依令文，被报不宜改革，又称左丞刘毅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阙亡。然则文存服损，非为炫左，用舍祭酒，即为旧章。如下指服循黄宋寿中，每应尽旧制，律令条章，同归在席。若是有疑，必合成改，则当上官诏书，下由朝议，献诸日月，垂责。后坤岂得因外府之乖谬，以为圣宋之新典，用进士之律令，而谓其宜为颓法哉？顺为从师，非所望于高义，声明旧典，何改革之可论？又左丞引令史之阙服，以为炫左之名笔。夫名谓不同，礼数一等，令史从审，或有权宜，达官简略，为师弥众。又主簿、祭酒被服于王庭、常使、院属诸一以就列。于是伦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将引令以遵旧台，据师以为例，言降服止，良所未辟。当官而行，何强之有志？令昭然，守以无二。与之又异，云火从物，言损意夷。地乐五书，王礼三变，岂独大宋造命，必贤人于敬旧哉？夫宗社遗文，庭庙阙典，或上将制书，下协朝议，何乃炫府左属常服？稍改白虎之诏，断宣誓之筹资乎？又许令史之从审，就达官之简略，律苟可遵，故无便于贵贱，归若弊等，亦何关于权宜？宜用一舍，弥增其志。且左非为干之职，立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往不如一，此盖前令为而遂改，今至允而常用也。决议服书，宁会矛盾之辟，讨论一致，焉取强弱之辩？辅直记革之。余文台具永行之成典，良有其余无故，非所望于行迷。参详并同简，亦遂请诸军常使、诸卿尹臣、御臣、太子保父詹事臣、郡国太守、乡内史、臣、常使、诸县属令长相、
官谷常、王公侯诸属令。常、司礼、治书、公主家仆、同印、没收。朝服，进贤议量官。PG 345。江左太子保父亲引詹事臣，造朝服。郡臣、县令常只单一则。公车司马、太史、太医、太官、御府、内省令、太子诸属。令、仆、门大夫、陵令、同印、没收。朝服，进贤议量官。太子律艮、家令、仆、同印、没收。给50朝服，进贤2量官。黄门诸属令、仆、常、同印、没收。40朝服，进贤议量官。黄门冗从仆射监、太子4人监、同印、没收。给40朝服，5官。公府司马、诸军城门5营校尉司马、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戎。夷蛮越乌玩物己校尉长史、司马、同印、没收。朝服，5官。江左公府司马无朝服，余只单一则。廷尉正、监、平、同印、没收。给造陵辟朝服，法官。王郡公侯郎中令、大农、同印、亲授。朝服，进贤2量官。北军中后丞、同印、黄授。朝服，进贤1量官。太子常从虎贲都、校都、司马虎贲都、同印、没收。朝服，5官。殿中将军。营章、亲授。40朝服，5官。宋末不复给章授。水衡、典舆。木官、典目、才官、州郡国都尉、司马、同印、没收。朝服，5官。诸业者，朝服，高山官。门下中书通事舍人令史，门下主事令史，给40朝服，5官。尚书典事，都水使者参事，散骑及书中书尚书令史，门下散骑中书尚书令史，录尚书中书监令仆审事使，秘书著作治书。主书、主玺、主仆令史，兰台殿中兰台业者都水使者令史，书令史，朝服，进贤议量官。江左凡令史无朝服。节骑郎，朝服，5官。其在必列及被鲁部者贺伟、将杀。胡单一。殿中中郎将校尉、都尉、黄门中郎将校尉、殿中太医校尉、都尉、营印、亲授。40朝服，5官。关外侯、营印、亲授。朝服，进贤2量官。左右都后，昌。PG 346。何司马、城门后、同印、没收朝服，5官。王郡公侯中尉、同印、没收。朝服，5官。部曲都护、司马使、部曲将、同印。朝服，5官。司马使。甲没收。太中中散谏议大夫、议郎、郎中、舍人，朝服，进贤议量官。至迁使者，2量。城门令史，朝服，5官。江左凡令史无朝服。诸门仆射左使、东宫门吏，造陵辟朝服。仆射东宫门吏，却非官。左使。进贤官。宫内有角、廷常，造陵辟朝服，5官。太医校尉、都尉。总章协律中郎将校尉、都尉、营印、亲授。朝服，5官。小黄门，给40朝服，5官。黄门业者，给40朝服，进贤议量官。朝贺通业时者，高山官。黄门诸属使，给40朝服，5官。中黄门诸属从官4人，给40科单一，5官。殿中司马及守陵者，殿中太医司马、同印、没收。给40朝服，5官。太医司马、同印。朝服，5官。
总章兼鼓吹兼司律司马，同印没收。朝服。鼓吹兼总章协律司马5官，总章兼司律司马进贤议量官。诸县属臣，太子诸属臣，王公侯诸属及公主家臣同印。皇首。朝服进贤议量官。太医臣同印。朝服进贤议量官。黄门诸属臣同印。皇首。给40朝服进贤议量官。黄门称常元监同印。皇首。给40朝服5官。诸县尉、官古塞护道尉同印。皇首。朝服5官。将作只单一则。洛阳亲有志同印。亲首。朝服进贤议量官。PG 347。宣威将军以下至弼将军同印。朝服5官。其以此官为刺史、郡守，若万人司马虎贲都以上及司马使者，皆甲亲授。平鲁武猛中郎将、校尉、都尉、营印。朝服5官。其以此官为千人司马虎贲都以上及司马使者，皆甲亲授。别部司马、军甲司马、营印。朝服5官。图相都将行水中郎将、校尉、都尉、营印亲授。朝服5官。若非以功技巧能特加此官者，与临长郎、配武猛都尉矣。上印者甲亲授。别部司马以下甲没授。朝服5官。其常郎壮士无变官。在毕列及鲁部服将胡单一。陛下甲仆射主事立将旗，庭上五牛骑甲使虎贲，在毕列籍。被鲁部服景文一5官贺炜。毕长甲同印没授矛头。羽林在毕列籍被鲁部服将科单一，上者为化药如甲矛头。举辇骑秦前驱游击强弩司马，守领虎贲，配武猛都尉以上。印者甲亲授。别部司马以下甲没授。守领虎贲，给将科单一5官。殿中冗从虎贲，殿中虎贲及守领者持系己冗从虎贲，配武猛都尉以下印者甲亲授。别部司马以下甲没授。将科单一5官。持追抚武骑虎贲，武骑传召虎贲，殿中羽林及守领者太官。上使虎贲，称犯宰人，诸官上使虎贲，配武猛都尉以上印者甲亲授。别部司马以下甲没授。给将平5官。其在毕列籍。被鲁部武骑虎贲，服景文一贺炜。宰人符离之一。黄门鼓吹及丁官仆射，黄门鼓吹使主事，诸官鼓吹上书郎下都坐门下守号，殿中威仪邹，虎贲常执殿黄云龙门者。门下左右部虎贲与临邹，给传事者诸导邹，门下中书守号，给将平5官。南书门下虎贲与临邹，兰台武曹节藏舍郎下守号。PG 348。威仪发福邹，都水使者黄沙郎下守号，业者陆氏威仪邹。合提业者邹，诸官业者邹，将平5官。给其衣服，自如故事。大谁是造科单一，凡怪官。卫士莫不好，却敌官。凡此前重职。将左多不备，右多却朝服。诸因给朝服配御，而不在京都者，给朝服，非护屋顽羌夷。戎蛮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务己校尉，皆不给配御。其来朝会全实假给，会罢书函。凡因朝服者，而官不给，听字据之。诸假印授而官不给盘囊者，的字据作。其但假印不假授者，不
的配寿。盘，古制也。汉带着盘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棒囊，或谓之寿囊。然则以此囊甚寿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乎？朝服一具，官则各衣，将飞袍，造园中单衣领袖各一领，隔带掐裤各一，干袜各一两，簪导享自负。40朝服者，加将卷黄飞青飞造飞袍单衣各一领；50朝服者，加给白卷袍单衣一领。诸寿朝服，单衣7丈2尺，科单衣即号5丈2尺，中衣卷5丈，圆造1丈8尺，领袖链1匹1尺，卷7尺5寸，给裤链1丈4尺，肩2丈，袜布3尺。单衣即号掐带，肩各一段，长7尺。将左指给卷各有差。宋元嘉末，断不复给，至今。山鹿纳、祝纳白纳、狮毛狐白领、黄豹、斑白浑子、瞿搜球、步摇。八金殿、毕节、多福蝉、明钟、瞿白、右珠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云母从广1寸以上物者，皆为禁物。诸在官品令第2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3品以下，家不得服3金殿以上，毕节、绝叉、假珍珠、翡翠孝饰应配。杂彩衣、碑文起、旗绣服、金饰梨、龟袍。第6品以下，家不得服金殿、绫、锦绣、7元起、雕纳球、金插环耳及以金孝饰器物、章将帐。第8品以下，家不得服罗、丸、起。PG 33349。胡杂色真文。其士卒百工人，家不得服大将子传、假节、针、珠当耳、犀、玳瑁、月蝶，以银饰器物、章帐、乘独车、旅色。无过绿、青、白。奴婢衣食客，家不得服白泽、茜、绛、金黄。银叉、环、绫、金饰、耳、旅色无过纯青。诸去官及烘促不禄。物故，家人所服，皆得从故官之例。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即祭毕孝安，诸玉金银错刻镂雕饰无用之物。天子坐7床，居诸屋。使臣案、左传、单桓公之营。和修筑、公羊亦有诸屋以居。所从来久矣。7床亦当是汉代。旧遗而汉遗不载。寻所以避诸避妻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真木家数，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且，治之未易。及地广之资，因人多之力，则亦苦费身，为必辎重。是以上古圣王。彩船不着，着之则具刻绝雕银，莫知其现也。哲人现见为远。杜建房蒙，知彩船不切后代之心，不着不为将来之用，故加诸失期，以传绝后。散木凡材，皆可入用。远探幽止，将在思乎？玷污之为圆渊方井间直和华者，以焰火降也。古者贵贱皆直户，其有事则尽之于腰带。所谓尽身之事者，尽户而垂身带也。身垂3尺，户者有事则疏之，故常簪笔、金之白笔，是其一项。3台5省2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难亲。隐及武官不簪。家内侍卫者，乃簪之。手板则古户矣。尚书令仆射尚书手板头附有白笔，以紫皮裹之，名户。朝服间上有紫参掐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盒。或云汉代以圣奏事，附贺以行，未详也。魏文帝黄初3年，诏赐汉太尉杨彪几杖，待以克礼。延请之日，使携杖入朝。
又令着鹿皮官。彪辞让，不听，乃使服部。单衣皮便以见。复选子曰：汉末王公名士多伪王服矣。夫今为雅，是以袁绍、崔军之徒，虽为将帅，皆者今。魏武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鼓皮变，才坚薄以为家。PG 350。合乎简易随时之意，以色别其贵贱。本师军事，非为国荣也。徐元曰：俗说家本未有奇，寻文若今之，行处数之成奇。谓之为善，因而弗改。通以为庆调服，今以葛为之，行如家，而恒者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汉末妖贼以黄为金，实谓之黄金贼。今国子太学生观之，服单衣以为朝服，执以卷金，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金焉。徐元曰：冒名有官也，亦取于蒙复其手，其本喜也。故者有官无责，官下有喜，以增为之。后世失责于官，因才喜为冒。自成于燕居，下至庶人无爵者，皆服之。使臣按进臣第。咸和9年至，听尚书8座丞郎，门下3省侍郎乘车白洽低则出，入耶门。又2公职公者乌杀家，然则世人厌居，皆者洽矣。而将左时野人以着帽，世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顶圆耳。后乃高。其乌云：古者人均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吊服。吊服皮变宜衰，今以单衣黑则为宴会服，拜陵亦如之。以单衣白加为吊服，修敬尊制一服之也。单衣，古之深衣也。今单衣材质与深衣同，为绢带为异。深衣绢帽以居丧，单衣素恰以诗集。晋武帝太始3年，诏太宰安平王服服侍中之服，4大司马；益阳王望衮冕之服。4年，又诏赵、乐安、燕王服散骑常侍之服。10年，赐彭城王衮冕之服。委楚桓玄将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郎协王衮冕服。宋兴以来，王公贵臣家侍中，散骑常侍，乃得服雕当也。宋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义宣2年，雍州刺史武昌王浑又有一徒。世祖贤侯王强盛欲加减削，其年10月即位。大司马江夏王义公骠骑大将军晋陵王旦表改革诸王车服制度。凡9条，表在义公传。上因讽有司更增广条目，奏曰：车服以庸、余书、茂典、名器甚甲、春秋、冥界，是以上方所。至晋严汉律，诸侯窃服，虽轻必罪。自请以来，下见弥甚。PG 351。器服装饰，乐舞音容，通于王公，达于众庶，上下无变，人至靡一。今表之所成，时允力度。9条之格，犹有未尽，仅供复议。凡24条，听事不得南向坐，师杖并踏。藩国官正东不得。显登国殿及家事国师传令及有己。公主王妃传令，不得诸服。余不得重杠。张善不得雉尾，剑不得露卢形，硕而不得孔雀白。甲骨队不得将傲，平城弹马不得过2匹，胡骑不得采衣。武技。正东者归一，不得装而避花；正东会不得夺舞，非盘舞。常离。记、诗书、玩剑、博山记、元大同记、生武暗记，自非正东会。奏舞曲，不得舞。诸非主不得者滚带。信藩，非台省关西用将。
郡县内史乡及封内官长，于其封君，既非再三，罢官则不复追进，不合称臣，正宜上下官禁而已。诸正常行，车前后不得过6对，白直甲骨不在其限。刀不得过银铜为装。诸王女封县主。诸王子孙袭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并不得鲁部。诸王子继体为王者，婚姻及兄，悉依诸国公侯之礼，不得同皇帝皇子。车舆不得游撞，摇车不在其限。平城坊皆凭两头坐漏平行，不的拟向龙舟，悉不得诸游。杖钩不得作五花及树损形。若先有器物者，悉书送台赃。书到后20日期，若有窃玩犯禁者，即统司无举究，并临时议罪。诏可。车前500者，轻行旅从，500人为一旅。汉室一统，故去其人，留其名也。宋孝武孝建2年11月乙巳，有司奏侍中祭酒和演义。自金陵轩，陈于法服，陶华盖，登殿仪衣妙斋以嘉玉。侍中常侍加服上殿，即因为王公兴，又加服毕，还本位求降。议曹郎中徐元参议，宜如审所称，以为永准。诏可。孝建3年5月壬戌，有司奏按汉湖广、蔡邕并云谷者。诸侯2车9乘，秦灭6国，兼其车服，故王者大驾属车81乘。尚书御史陈之。最后一车玄豹尾，法驾则36乘。PG 352。简进将左逮至于今，陈于出行，副车相乘5乘。尚书令建平。王弘参议81乘，亦兼9国，36乘无所准，并不出经典。自雍，广传说，又是从官所乘，非帝者副车正数。将作5乘，简不中礼。按州官云：上宫9命，2车9乘。侯伯7命，车7乘。子南5命，车5乘。然则帝王12乘。诏可。大明元年9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车定数，下礼官议政。博士王谢之意，周礼后6附5录之数，悉与王同，则副车之制，不应独议。又记云古者，后立6公、3夫人、9嫔、27侍妇、81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天子立6官、3公、9卿、27大夫、81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正注云：后相王立6公而居之，议政。请1，宴请5。推所立美与王同，礼无降一名矣。皇太后记礼君至极，靡不应书。未并应同12乘。通关为允。诏可。大明4年正月戊辰，尚书左丞荀万秋奏，及田遗著。皇帝官通天官，朱巡、卿介则，衣青纱袍。侍中陪臣，奉车郎秉佩。按汉于服制曰：通天官，臣于常服也若。思其可以常服降千亩邪？礼记曰：习者天子为及千亩，免。而朱巡、公秉累4。郑玄注州官司服曰：6副同免。尊故也。时服虽变，免制不改。又潘岳及田赋云：常伯陪臣太仆秉佩。推此余驾及田，宜冠冕，早12流。朱巡、黑介则衣青纱袍。常伯陪臣太仆秉佩。宜改一注，一尊2。礼以为定仪。诏可。大明4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清凤遗著，皇帝出者。平天官
火龙俯伏之服，还变通天冠，降纱袍，妙辞清凤。就疑皇帝出服与交不异，而还变着黑介则单衣即是乖体。为仪同交还亦变着通天冠，降纱袍。又就疑乘金根车，金武。PG 353。路既备一礼玉路以4，亦以改金根车为玉路。赵可。大明6年8月壬戌，有司奏汉仪注大驾鲁部公卿凤尹大将军参陈太仆卿御法驾侍中参陈奉车郎御进士江左大驾未立，故交祀用法驾，宗庙以小驾。至于仪服，二驾不异。拜陵御服单一则百官陪从，诸一而已，亦谓之小驾，名实乖喘。考寻前记，大驾上陵，北郊周礼宗庙于昊天。有将以大驾交祀，法驾祠庙，小驾上陵，如为从序。今改词，庙为法驾鲁部，其军状多少，临时配之。至尊陈玉录以金录。象录、阁录、目录、小辇轮、玉摇、医书等车为副，其余并如常仪。赵可。大明7年2月甲寅，于驾巡南豫、兖二州，免服御玉录，祠二庙，改服通天冠、玉目录，见大徽，备春搜之典。明帝太始4年5月甲戌，上书令建安王修仁参议，天子之子与世耻让，达于辟庸，无生而贵者也。既命而尊，礼同。上公周至武等，车服相摄，工匠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禄赐同姓诸侯，相及革木，以赐异姓侯伯，在朝卿士，亦准司礼。按如此制，则东宫应承金禄。自晋武过江，礼仪疏喘，王公矣。下车服卑杂，唯有东宫礼制崇义，上赐臣级，下爵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车，亦不见金，是无所出。礼所谓金玉录者，正以金玉饰录诸墨耳。左右前后同以漆画。秦改周录制为金根，通以金帛，周匝四面。汉魏二晋因循墨改。逮于大明，始备五录。金玉二制，并类金根，造次占赌，待无差别。若袭之东楚，于礼贤重，非所以崇峻必极，表示等微。且春秋之意，降下以两；臣子之意，宜从签约。魏东公车服，宜降天子二等，参驾4马，丞相禄，将龙璧其9夜。进不斥尊，退不逼下，言古着实，于礼为中。赵可。太始4年8月甲寅，诏曰：车服之事，相术世尊。故甚。黄流范列圣垂治。正晋改定5录，着古代经，修成6赋，言。PG 354。时变礼，所施之事，各有条序，便可附外，载之典章。正义大。免纯玉骚，玄衣黄裳，承玉录，交4天，宗祀明堂。又议法免。无彩骚，玄衣降长，承金录，祀太庙，元正大会诸侯。又议事。官免4彩骚，紫衣红裳，丞相录，小会宴享，见送诸侯，临轩。会王公。又以袖免3彩骚，朱衣裳，承阁录，征伐步兵，讲武。校列。又以红免2彩骚，青衣裳，承目录，更驾，享国子。又以通天冠、朱纱袍为听政之服。太始6年正月戊辰，有司奏，备敕皇太子正东朝驾和者衮免9章1部。夷曹郎邱仲起义，按周礼，公自衮免。以下正注
衮冕以至清代府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服巡古之上宫，上的服衮以朝。皇太子以处父之尊，绿土瞻仰。余为一世尊圣典，服衮冕久留以朝贺。兼左丞陆承义，服冕以朝，实者经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汉明帝始与诸儒还备古章。自魏晋以来，宗庙行礼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谓公者每家士官。今皇太子承干作父，礼绝群后，宜尊圣王之圣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参议，依礼，皇太子元正朝贺，因服衮冕9章1，以重起义为允。传载遗著。赵可后废帝即位，尊所生陈贵妃为皇太妃，于服亦如敬孝武太妃故事，为省五牛旗及赤旗。PG 355。至第9。乐一。义曰：先望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自皇帝至于3代，名称不同。周衰凋缺，又为正位所乱。未闻侯虽好故，然犹昏睡于古乐。于是淫声赤而雅音废矣。及秦坟。典籍乐经用王。汉兴乐家有志士，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周存6代之乐，至秦为虞、韶、武而已。始皇改周武曰五行，汉高祖改韶武曰文史，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武，武人西直干戚，以向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故高祖妙奏武德、文史、五行之武。周有房中之乐，秦改曰受人。其身楚身也，汉高好之。孝惠改曰安氏。高祖又作昭容乐、李容乐、昭容。生于武德、李容，生于文史、五行也。汉初又有嘉至乐，叔孙通因秦越人至宗庙迎神之乐也。文帝又自造45，以明天下之安和。盖乐先望之乐者，名有法也；乐己所自作者，名有志也。孝景采武德武，作昭德武，建之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武为圣德武，建之世宗之庙。汉朱棣奏文史40五行之武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这乐记献8佾之武，与志士不相殊。其内史忠成王定传之，以受常山王语。禹成帝时为业者，数言其意，献记2。PG 356。14卷。刘向孝书的23篇，然尽不用也。至明帝初，东平县王苍总定公卿之意，曰：宗庙一个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公德也。臣文史、五行、武德为大武之武。又制五歌1章，建之光武之庙。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魁，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游西乐事，于是以为君谋祭酒，始创定雅乐。又有邓敬、尹商，善训雅乐，歌诗引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5. 师冯素，抚养小之先代诸武，魁西总领之。远考经籍，尽采故。是魏复先代古乐，自魁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正身，为魁。好古存正焉。文帝皇初2年，改汉8与5，曰昭武武，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嘉至乐，曰迎灵乐，武德乐，曰武宋乐，昭容乐，曰昭业乐，云翘武，曰凤翔武，禹命武，曰灵应武，
武德武，曰武宋武，文史武武，曰大少武，五行武，曰大武武。其众歌诗，多及前代之旧。为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集，安氏8余诗而已。明帝太和初，诏曰：李乐之作，所以类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乐以武为主，自黄帝、云门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庙武名也。然则其所司之官，皆曰太乐，所以总领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庙乐未称，其意定庙乐即武者所执，坠诏之志，笙歌之诗，勿令详备。乐官自如故为太乐。太乐，汉旧名，后汉依称改太与乐官，制式改复旧。于是公卿奏曰：臣闻得胜而画龙者，则乐舞足以象其形容，音声足以发其歌咏，故见之娇妙，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乐其度，使四海之内，辨之至德之盛，而光辉日新者，礼乐之谓也。故先王应见上帝，以配祖考，盖当其时而治之矣。周之末，是上去唐，于己2000年，韶朔、南、越、武、象 ，PG 357之乐，风声一列，皆可得而论也。由斯言之，礼乐之事，弗可议矣。今太祖武皇帝乐，宜曰武史之乐。武，神武也；武，又祭也。言神武之始，又忘记所起也。高祖文皇帝乐，宜曰贤。羲之武，贤皆也，羲心也。言因受命之运，天下由之皆心也。至于群臣述德论功，鉴定列祖之称，而谓之乐舞，非所以昭德济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余文武为兵，兼秉文武，圣德所以彰明也。臣等仅至乐舞名，彰兵之舞。习、萧、韶、九奏，轻于余地之庭；武、象、大武，亦正于文武之作。特以显其德教，者其成功，天下倍服其光辉，喜咏其风声者也。自汉高祖、文帝各逮其时，而为武德40之武，上考前代制作之仪，以当今陈业之美，波扬宏烈，莫胜于张宾、焉。乐志曰：中庆干期，所以祭先望之妙，又所以献酬应作也。在宗庙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长之中，常又无不从和。故仲尼达兵木甲之问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云：鲁有地乐，兵祭用之，此皆祭礼大享，通用甚乐之明文也。今有事于天地宗庙，则此三武一并以为鉴享，即临朝大享，亦以武之。然后乃合古志士神训民之道，关于万事，其意亦明。又臣等思维，三武已有总名，可名大军之乐。军，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于名为美，于义为当上书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许制，张宾之乐，三请，乃许之。于是上书又奏：4元秋以下55者，平免黑戒则，玄衣上，白领袖，将领袖中衣，将和服裤，将刚黑为低。咸熙武者，冠尾帽，其余复如前。张宾武者，与武使咸熙武者同父。奏于朝廷，则55者武官。敕戒则，升将袍单衣，将领袖，造领袖中衣，虎纹化和服裤，白布刚，黑为低。咸熙武者，进贤官，黑戒则，升黄袍单。PG 358。1. 白和服裤，其余复如前。
奏可。使臣按武士贤熙25官制不同，而云张宾与武士贤熙同父，不知符合官也。侍中谋袭又奏安氏歌，本汉时歌名，今诗歌非往失之，文则宜变改。按周礼注云安氏乐，由周房中之乐也。是以往习义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所以封天下。正夫妇以改安氏之名曰正史之乐。自魏国初建，故事中王粲所作登歌安氏诗，专以思咏神灵及说神灵见享之意。其后又依歌审读汉安氏歌咏，亦说高张四县神来宴享，加建令仪，永受爵服。吾有二男后妃风化天下之言。今思为往者谓房中为后妃之歌者，恐失其意。方祭祀于神，登堂歌先祖功德，下堂歌咏宴享，无是歌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是以名其乐歌，改安氏歌曰享神歌。奏可。按文帝以改安氏为正史，而袭志士又改安氏为享神，未详其意。王粲所造安氏诗，今亡。袭又奏曰文昭皇后庙至四县之乐，当明显其君奏次第，依太祖庙之名，号曰昭。庙之聚乐。尚书奏曰礼妇人继夫之爵，同劳配食者，乐不一文。昭皇后今虽别庙，至于攻献乐器英君，宜如习义。奏可。散其常侍王肃议曰：王者各以其礼治世天地，今说者惧。州官单闻为经国大体，据其局而不知鸿也。汉武帝东巡风，残骸辞太益于甘泉，继后土于汾阴，皆禁用其乐。言禁用者，为禁用攻献之乐也。天地之性贵直者，盖为其气之不闻耳，不谓庶物当复减之也。礼天子攻献58亿，今4元秋方则以天子制设攻献之乐8亿之5。魏征、牟袭、左延年等咸同肃议。奏可。肃又议曰：说者以为周家4天为5，云门记的 PG 359为5，咸池宗庙为5，大5，四失其意矣。周礼宾客皆作备乐。左传王子颓享5大夫，乐即变5、6代之乐也。然则一悔之日，具作6代乐矣。天地宗庙事之大者，宾客宴会，比之为细。王志曰：庶修不于身，宴衣不于祭服，可以宴乐而于天地宗庙之乐乎？州官以6律、6吕、5申、8音、6五大和乐，以治鬼神，以和邦国，以协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夫6律、6吕、5申、8音，皆一时而作之，至于6五独分拨而用之，所以不厌人心也。又州官袜师长教袜乐，祭祀则率其属而舞之，大享亦如之袜东夷之乐也。又低楼市长4夷之乐，与其笙歌，祭祀则吹而歌之，宴亦如之。4夷之乐，乃入宗庙，先代之典，独不得用。大享及宴日如之者，名古今夷夏之乐，皆主之于宗庙，而后波及其余也。夫作先王乐者，贵能包而用之；纳4夷之乐者，美德广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庙，皆夷间用先代及武士、太君之舞，有私奏，宜如肃议。奏可。肃私造宗庙诗颂12篇，不备歌。晋武帝太始2年改。
至交庙歌，其乐舞一人就也。汉光武平陇属增广交寺，高皇帝配时，乐奏清扬。诸名西号玄冥、云翘、玉命之舞。北交即寺。明堂并奏乐如南交。迎时器五交，春歌、清扬、夏歌、诸名。并舞、云翘之舞，秋歌、西号、冬歌、玄冥，并舞、玉命之舞，即夏歌、诸名，兼舞二舞。章帝元和2年，宗庙乐，故。是时举有陆明、陈元器2曲。3年，自作诗4篇，一曰思齐黄瑶，二曰六麒麟，三曰节肃雍，四曰智赤。根和前6曲，以为宗庙10举。加宗庙10举，重来上陵2曲，和8曲为上陵10举。减宗庙10举，陈元器1曲，加为天之命、天之历数2曲，和7曲为殿中御史范举。又汉太 PG 360。乐10举13曲，一曰鹿鸣，二曰仲来，三曰出灶，四曰遐安，五曰归来，六曰远齐，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11曰大智久，12曰陈元气，13曰海淡淡。魏氏即进循序，复玄并为歌词。魏时以远齐、陈元气、海淡淡3曲多不通例之。魏雅乐4曲，一曰鹿鸣，后改曰虞鹤，永武帝；二曰邹瑜，后改曰巍巍，永文帝；三曰伐谭，后沈除；四曰文王，后改曰杨洋，永明帝。邹瑜、伐谭、文王并左延年改其身。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乡雅乐郎作者是也。今谓之行礼区，姑喜相所奏。按鹿鸣本以宴乐为体，吾当于朝享，往时之诗也。晋武太史5年，上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绪、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90举乐歌诗。赵右使中书郎陈公虽易作。张华表曰：按为上寿10举诗及汉士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一咏贤节，本有因循，而是乐之音，足以治身，度区法用，律非凡尽所能改。2代3经，习而不变，虽诗章词义，心肺随时，至其韶斗曲折，皆系于旧，有犹然也。是以一皆因旧，不敢有所改易。荀绪则曰：谓是歌诗，或2言，或3言，或4言，或5言，与古诗不类。以问司律中郎江澄其，其曰：备之今时，未必皆当。故序造晋歌，皆为4言，唯王公上寿9一篇为3言5言，此则华序所明意旨也。9年，荀绪遂典之乐氏，使郭琼、宋氏等造正德、大玉之舞，而序及傅玄、张华又各造此5歌诗。序作新律笛12枚，散其常是阮咸姬新律升高，高进哀思，不合中和。序以其意己，出弦为始平相。晋又改谓昭武武，曰宣武武，与乐武，曰宣文武。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玉之舞。PG 361。至江左出立宗庙，上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贺询答。云魏氏增损汉乐，以为一代之礼，为省大晋乐名所以为义。遭离丧乱，旧典不存，然此诸乐，皆和之以中律，闻之以武声，咏之于歌词，陈之于舞列，弓弦在下，琴瑟在堂，
八音叠奏，雅乐并作，登歌下管，各有常咏，周人之旧也。自汉世以来，依放此理，自造新诗而已。旧今荒废，经济散亡，音韵曲折，又无事者，则于今难以一言。于时已无雅乐器及伶人、沈泰乐并鼓吹令。事后颇得登歌，时举之乐，犹有未备。明帝太宁末，又召阮福等增益之。陈帝咸和中，乃复置太乐观，纠习仪义，而尚未有经时也。初，荀彧既以新律造二五，又更修正中庆，是未尽而续薨。惠帝元康3年，召其子黄门侍郎翻修订经时，以诗交庙。荀直丧乱，移身旧制，莫有记者。庾亮为荆州，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亮荀薨。庾义还温专侍军旅，乐器在库，遂致朽坏焉。晋室之乱也，乐人悉没荣辱。及胡王腋下乐人，颇有来者。谢尚时为尚书仆射，因之以据中庆。太元中，破苻坚，又获乐。公杨曙等咸练旧乐，于是四乡经时始备焉。宋文帝元嘉9年，太乐令中宗之更调经时。14年，制书令史熙纵又改之。语在律历志。进士曹丕、王询等亦增造宗庙歌诗，然交4岁不设乐。何承天曰：世贤传吴朝无雅乐，按孙浩迎父丧明陵。惟云唱伎昼夜不息，则无经时登歌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贤，孙氏以为宗庙登歌也。使臣按陆基、孙权累。四下在庙，云翘、陈、姬不容虚设此言。又为昭孙修饰上，鼓吹挠歌，12曲表曰：当复乐观善歌者习歌。然则吴朝非无乐观善歌者，乃能以歌词备司管，宁容止矣。神贤为妙乐而已乎？宋武帝永初元年7月，有司奏黄巢诏见庙寺应设雅乐，太常镇先知等88人各撰立新歌。黄门 PG 362。侍郎王韶之所撰歌词7首，并合诗用。赵可。12月，有司又奏依旧正旦设乐，参详属3省改太乐诸歌5诗。黄门侍郎王韶之立32章，合用教士，日进，一逆诵习，折身设诗。行赵可。又改正德5，曰前5，大狱5，曰后5。元嘉18年9月，有司奏2交一奏登歌。又议宗庙5事。录尚书江夏王义公等12人立一同，未及列奏，执军心，事请。22年，南郊始设登歌，诏御史中丞严之造歌诗，庙舞。游阙。孝建2年9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询万秋义按礼，祭天地有乐者，为降神也。故义曰雷出的愤欲。先王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乐于元丘之上，天神皆降；作乐于方泽之中，的指皆出。又曰乃奏黄钟，歌大吕、武、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音钟、武、咸池，以祀的指。由斯而言，以乐祭天地，其来上矣。今交响阙乐，窃以为宜。祭统曰：夫祭有3重焉，献之属。莫重于冠，声莫重于笙歌，舞莫重于舞素乐，此周道也。至于琴奏、五行、魏武、弦息，皆以用响。元逮进士，太史之。初，复旋作晋郊庙歌诗32篇。元康中，荀翻受诏承父续业。
今14县用之郊庙，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正也。今庙祠登歌，虽奏而向武未成，俱却备礼。夫圣王今世亦待同风，虽损，亦或书降杀叠运，未尝不执古玉今，同归何举？方资修明载。卯，文物大备，礼仪一异，往不具举，而况出指降神，辍乐于臣。交际昭德武功，有阙于庙享，为郊庙一设备乐。于是使内外博弈。骠骑大将军晋陵王旦等51人并同万。秋邑，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弘毅以为圣王之德虽同，创制之。礼或异，乐不相言，礼无因袭。自保命开基，皇服在运，业父前王。风通正骨，朝仪国章，并循先代。自后晋东迁，日不暇。PG 363。给虽大典略备，遗却尚多。至于乐号庙里，未该往正。今帝德在昌，大孝御宇，以讨定礼本，以招来业。循顺乐称韶。汉改文史周乐大武秦格五行。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汉高祖庙乐称武德，太宗庙乐曰昭德。魏至武始武庙，至咸熙武文庙，则祖宗之庙别有乐名。晋世之乐正德大裕及宋不更名，直为前后二。武依据习代，亦传世乖。今以礼改全称，以凯荣为韶，武宣烈为武。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若庙非不讳，则乐无别称，由汉高文武咸有加号，讳景二主，乐无余名。张皇太后庙依诸如意为奏文乐。何修、杜预、范宁著出现六语，并不言义者，亦则干在其中，名妇人无。武是也。郊祀之乐，无复别名，人同宗庙而已。寻诸汉制、永制等乐，各有异况，宜人就不改。元及东晋，太柱为宋神而不迎神。晋义者或云庙以居神，恒如在也，不应有迎送之。是亦以为并乖其中。立庙居陵，40至享，以生孝思之情。夫神升降无常，何必恒安所处？故记忆云：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正注云：迎来而乐，乐亲之来；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书曰：祖考来阁。又诗云：神宝欲归。注曰：归于天地也。此并言神有去来，则有送迎名矣。吉州四下之民，备迎送之乐。古以诗象神，故以礼注。有吟诗颂诗，近代虽无诗，其可却吟颂之礼。又复选有吟神颂。神歌词名将左不吟，非旧典也。散其常事，丹阳引荐陈县开国侯严俊亦以为德业殊称，则干语易容，实无言志，故物有损益。至于礼诗道谦，称习望。反中心离运，视听所隔，先代谋章，一见堪正。交之有乐。盖生周易、周官，历代者义，莫不圆准。夫扫地而祭，弃用陶袍，为止与臣，以彰天德，文物之备，礼故不然。周 PG 364。官曰：国有故，则履上帝及祀望。又曰：祀归有地，以祀天履上帝；两归有地，以祀的履祀望。祀望非的，则之上；地非天。孝经云：郊祀后继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则欲之作乐，非郊天也。大司乐直，奏黄钟，歌大
吕武云门以祀天神。正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下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地于南郊，则二至之祀有非天地。考之重经，郊祀有乐，未见明正。宗庙之礼，是秉载。即源自汉元，气乎有尽，虽时或更至，大抵相因，唯不习名号而已。今乐曲沦灭，知因世稀，改作之事，诚闻其语。正德大狱，李荣俱存，遗书其徽号，是而用之。以正德为宣化之武，大狱为兴和之武，数族以光表示列。乐备后坤，前汉祖宗，庙处各异，主名祭阁，5号一书。今期庙合时，庭殿共所，无岛之容，不得庙有别制。后汉东平王苍以义之矣。又望素含之以王者得广无外，6代4夷之武，今时丝竹之乐，宜备奏宗庙。余谓苍素之意合于典礼，是于当今左仆射建平王弘右翼，郡据周礼，孝经，天与上帝。连文重出，故谓上帝非天，则义之作乐，非为祭天也。按义称先望以作乐崇德，因见之上帝，以配祖考。尚书云：四类于上帝。春秋传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无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称，故或谓昊天，或谓上帝，或谓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数称，便谓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礼。国有故，则履上帝以知礼天，履上帝同是祭天。言礼天者，未尝祀也；履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经称言父末，大于配天，故云郊祀后祭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天为义，则上帝由天以名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变上帝耳。周礼四天之言在见，故正注以前天神为五帝，后 PG 365。冬至所祭为昊天。郡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谓之天地。晋因以何时至享？祭云扫地而祭，弃用桃袍指明所，用直素无害以乐降神。万秋谓交以有乐，是有典据。郡又云：东平王苍以为前汉诸祖别庙，是以祖宗之庙可得各有无乐。至于掐祭始祖之庙，则专用始祖之武，故谓后汉诸祖共庙。同庭虽有祖宗，不宜入别武，此诚一家之意，而未统事实之变也。后汉从简，故诸祖共庙，有以义世存别庙之礼。晋世以来，登歌颂美，诸事祭作。至于祖宗乐舞，何由不可迭奏？苟所咏者书，虽复共庭，亦非贤也。谓三祖各有无乐，岂复是异妙邪？众议并同弘，辞南郊迎神，奏四下。皇帝出登坛，奏登歌；出献，奏凯荣宣烈之舞。送神，奏四下。辞庙迎神，奏四下。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诣东壁，奏登歌；出献，奏凯荣宣烈之舞；中献，奏永安。送神，奏四下。赵可孝建2年10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庙无乐，皇帝亲奉。出登坛即入庙诣东壁，并奏登歌，不及3公行事。左仆射见平王弘众参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会集2庙斋祠，登歌依旧，并于殿庭设作。寻庙祠依新遗著。
登歌人上殿，弦管在下。金元会，登歌人亦上殿，弦管在下，并诏可。文帝章太后庙位有乐章，孝武大明中史尚书左丞殷旦造新歌，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歌诗。后汉正月旦，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西方来，系于殿前，积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搜水，作物一日，毕，又化成黄龙，长8、9丈，出水游戏，炫耀日光。以2大司神系2柱头，相去数丈，两唱女队伍行于神上，相逢切肩而不亲。为进气将左，有下欲扛鼎，具象形汝，神龟变舞。北复灵月，桂树白雪，画的陈川之乐焉。PG 366。晋成帝咸康7年，散骑侍郎顾真表曰：臣闻圣王至乐，赞扬至道，养以仁义，防其邪淫，上享宗庙，下训黎民，体悟行之正阴，邪八风以陶器，以公身正方而好义，矫身兼齐而律礼。弦歌中古今时之作备矣，故通神智化，有律武之感，移风改俗，至和乐之极。末世之际，设里外之官，逆行连道，投足入举之属，皮肤外包，肝心内摧，敦比行为，犹未物见，审一声明而不测创。加以四海朝觐，言官地庭，尔陵、雅、宋之身，目睹威仪之序，足以踏天，头以履的，反两仪之顺，商夷伦之大。方今夷狄对岸，外遇为急，兵17身，望身复难。过泰之系，日丙午斗，方扫神州，经略中殿，若此之事，不可视远。夷夏太长，转备雅乐，萧韶、九成，为兴于圣运，功得颂声，永者于来也。此乃诗所以宴及皇天，克昌绝后者也。杂技而伤人者，皆宜除之。刘简之德，麦康哉之勇。清风既行，民应如草，此之谓也。余管之臣，为垂采茶。余是除高环、子路、弃行、鳖石及齐王卷一，则尔等乐。又见其丙，其后父高环、子路焉。宋文帝元嘉13年，司徒彭城王义康于东府正会，依旧给祭。总章供逢大烈，相承给诸王祭14种，其武祭36人。太常傅龙以为未详此人数所由，唯杜玉柱左传亦武云。诸侯6636人，常以为非。夫武者，所以结八音者也。八因克邪，然后成乐，故必以88为列。自天子至世，降杀以两者，减其2列耳。欲以为一列，又减2人，至世止于4人起。复成乐。按服前注传云：天子88，诸侯68，大夫48，士28，其义甚允。今诸王不复武艺，其总章武技即古之女乐也。殿庭88，诸王则因68，礼立坦然。又春秋，郑伯纳进道宫女乐28，竟以18次为将，此乐以8人为列之正也。若如义者，为天子8，则正应纳进26，竟应次将16。PG 367也。自天子至世，其文物典章，尊卑差极，莫不以两，未有诸侯计将2列，又列者减2人，进将太半，非为8应不惧于两。亦乖，度世之谬可见矣。国典事大，宜令详正，事不施行。民之身，莫有知其始也。韩林暴志，以生天地之间。夫喜怒哀乐之情，好的恶施之性，不学而能，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则争斗，喜则咏歌。夫歌者，故乐之始也。咏歌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则舞又歌之次也。咏歌无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无节，则流淫莫返。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故能移风易俗，平心正体焉。昔有容氏，有二女，居九成之台。天帝使宴夜往，二女复以玉筐继而发。视之，燕仪二卵，五色，北非不反。二女作歌，始为北音。与沈南土，涂山之女，令其妾后与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始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东阳富山，天大风晦明，迷入名室。主人方汝，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慎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归，曰：以为鱼子，谁敢殃之？后息，斧破断其足。孔甲曰：明乎？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南征，允于汉中。王右兴于靡长且多。立郑王北纪，周公乃封之西狄，喜宅西河，追思故处作歌，始为西音。此盖四方之歌也。黄帝、帝尧之事，王化下洽，明月无事，故因击壤之欢。庆云之瑞，民因以作歌。其后风衰雅缺，而妖淫弥漫之升起。周衰有秦卿者，善讴，而薛谭学讴于秦卿，为穷卿之计，而辞归。卿见之于郊，乃抚节悲歌，声震陵墓，响恶行云。薛谭遂留不去，以促其业。又有韩娥者，东之齐，至雍门，馈粮，乃欲歌甲时，继而去，余响绕梁，3日不绝。左右谓其人不去也。过逆旅，逆旅人辱之，韩娥因慢声哀哭，义礼老幼，悲愁。PG 368。垂涕相对，3日不食。拒而追之，韩娥还，复为慢声长歌。一礼老幼，喜悦变舞，不能自禁，望向之悲也。乃后路遣之。故雍门之人善歌哭，笑韩娥之遗声。为人王豹触其川，善讴和西之民皆化之。其人眠居高堂，善歌，其之幼的，亦传其业。前汉有愚公者，善歌，能令梁上晨起。若斯之类，并图歌也。而雅曰图歌曰谣。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皆莫谣讴，江南可采莲。巫生15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郎邪王柯之家有鬼歌，子夜。因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与僧。前家亦有鬼歌，子夜。因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凤江除歌者，旧曲也。因居110诗云：为作莫上桑，反言凤江除。然则凤江除，其来久矣，将由而变以至于此乎？前西歌者，晋车骑将军沈绾所制。阿子及欢闻歌者，晋穆帝生平出，歌必折乎阿子。汝闻不？语在五行志。后人演其声，以为二曲。团善歌者，晋中书令王明与扫壁有情，爱好甚笃，扫垂踏壁过。苦必素善歌，而名好捉白团扇，故至此歌。都护歌者，
彭城内史徐奎之为鲁鬼所杀，宋高祖使府内直都护丁务收敛并埋之。奎之妻，高祖长女也，忽误至阁下，自问敛宋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都护，其身哀切，后人因其身广其曲焉。”懊恼歌者，晋隆安出民间俄谣之区。语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歌，太祖常谓之中朝区。六变诸区皆因是制歌。常使变者，司徒左常使王兴陵拜所制。独区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刘领军，误杀刘。PG 369。第四是也。凡此诸区，始皆图歌，继而备之弦管。又有音弦管经时，造歌以备之，谓是三条歌词之类是也。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其爱修之，而后望斟酌焉。秦、汉却采诗之官，歌咏多因前代，与时事既不相应，且无以垂世后昆。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阳祖考，重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丙午，未详所弃，然汉代以诗于宴享矣。傅毅、张衡所赋，皆其事也。曹植丙午歌序曰：汉灵帝，西元故事。有礼监者，能丙午遭乱，西随段威。先帝闻其咎有计，诏之。兼记中废，兼古区多谬误，亦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驱。改作新歌5篇，不敢冲之黄门，竟以臣下国之陋乐焉。晋丙午歌亦5篇，又夺五歌1篇，番五歌1篇，古五记6曲并成于元会。今番古歌词犹存，五并阙。丙午即今之丙善舞也。又云晋初有杯盘舞、公莫舞，始成。按杯盘，今之其事宁也。张衡五赋云：立七盘而纵。聂王粲七事云：七盘成于广庭。晋士文士言之。云：帝监观于盘扇。鲍昭云：七盘起长袖，皆以七盘为舞也。搜神记云：晋太康中，天下为进士宁舞，今手艺皆杯盘反复之。此则汉室唯有盘舞，而晋加之以杯反复之也。公莫舞，今之今舞也。相传云相庄见舞，相伯以袖革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与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汉王也。今之用经，盖相伯衣袖之一事。按秦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则其身所从来已久，欲云相伯非也。江左出又有伏舞，就云伏舞无舞，简其歌非无此也，皆成于殿庭。杨弘伏舞序曰：自到江南，见白宋书370。伏舞或言白伏纠舞，云有此来数10年。察其词旨，乃是吴人宦孙好虐政，私属晋也。又有白许舞，按舞词有金袍之言，许本无的所出，疑是无舞也。晋排歌又云：皎皎白絮，节节为霜。吾因呼絮为许，疑白许即白絮。丙午，故28桓玄江吉真、太乐遣仲记，尚书殿中郎。元明子启增满8亿，相承不复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词，并诏晋臣于合并作。又有西仓羌胡诸杂舞。隋王旦在襄阳。
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歌区，并列于乐官。歌词多吟瓦不点阵，前世乐饮酒酣，必起自舞。诗云吕舞先是也，宴乐必舞，但不以吕耳。积在吕舞，不积舞也。汉武帝乐饮，长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晋以来，尤重以舞相属，所属者代起。舞犹若饮酒以杯相属也。谢安武以属环四世也。晋世以来，此风绝矣。孝武大明中，以丙符杂五合之中时，失于殿庭。顺帝生明2年，上书令王僧前上表言之，并论3条歌曰：陈、文、风、雅之作，由来上矣。大者系乎兴衰，其次者于律舞，在于兴而目实感，铿锵奏而国俗仪。故正相出交，变身之期，严陵入聘，观乐之风。是则应不忘起，屈起徒奏。歌唱既设，修期以真，清浊世君，煽情自应。斯乃天地之灵和，身降之名节。今地道四达，礼乐交通，诚非寡陋所感才拙。夫矣。三古缺文，6代前响，五永与日月谐音，精灵与风云俱灭。追于操而常怀，辅一气而太息，此则然矣。夫中宪之气，以雅为用，楷容之志，八义为体。故与乐及辅，以相谐音，既是或巧，将在于此。今总章就义28之流，归服记书，曲律意义，推经效古，皎然可知。又歌中疑似克谐女乐，以歌为称，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宫宪和丙符节数虽会，律乖雅。PG 371体。将来之音，或讥盛世。若谓中武以谐，不欲废罢，别立歌中以调语义，止于别宴，不关朝响，四县所奏，仅依雅则。斯则就乐前典，不坠于地。承袭以至歌庆，犹在乐官，俱以赋中配成一部，极易言理，如或可安。又今之轻商时游，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今落相高，江左弥众，量以精。现干期，事决于斯。而情变听改，稍复零落，10数年间，亡者将半。自请家境兴瓦，人上尧俗，物在较为，不顾律纪，流荡无涯，为之所及，排斥典正，崇常繁淫。是有等差，无故不可以去礼，乐有优序，常又不可以共闻。故宣丑之志，日甚于禅。礼风味之韵，独尽于衣冠。夫川镇社王，同哉异界，哀思弥漫，亦是其欢。就真不殊，而心未并用，切所谓辟也。方今臣晋畿中，播田海外，雅颂得所，实在资臣。臣以为一命。典思务勤克习，机理救身，迭相开小，繁琐遗漏，悉使不实。屈权者禄厚，易敏者位优。利以动之，则人思自劝；风以迷之，可不逊自格。反本还原，庶可弃种。诏曰：僧前表如此。夫中古继承雅颂思辨，所以会感人止，画动祥咏。请自今月持韵，语意未宁，正俗遗风，良在兹日。习阮咸卿士，王度昭齐，乐序增修，亦是同工矣。便可复外尊详。乐器凡8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丝，曰木，曰庖，曰竹。8音亦曰金。金，中也，库也，对也，浊也，挠也，夺也。
中者，是本云皇帝宫人垂所造。尔雅云大中曰雍。书曰申雍以监视也。中者曰飘，飘阴飘小者曰战，战阴斩，晋江左出所得战中是也。宪中庆者曰损具，恒曰损，从曰具。蔡邕曰写鸟兽之形，大身有力者以为中具，轻身无力者以为庆虚，及其所现之由其具名焉。库如中而大，使臣按前代有大中，若周之无赦，非一，皆谓之中。库之言尽。PG 372。代无闻焉。云于也。圆如对头，大上小下，今民间有时有其气。周礼以金云何古？拙真也。形如小钟，君行明之，以为古节。周礼以金琢节骨。挠如灵而无舌，有柄而鸣之。周礼以金挠指骨。汉鼓吹曲曰挠歌。夺大铃也。周礼以金夺通鼓。八音二曰时，时庆也。是本云书所造，不知书何代。人尔雅曰形似离当，以喻为之。大曰福，福音消。八音三曰土，土勋也。是本云报兴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内有报国，岂其时人乎？烧土为之，代如鹅卵，锐上平底，形似称锤，六孔。尔雅云大者曰指，指音教；小者如鸡子。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陶也，节也。大曰鼓，小曰引，又曰音。音少，风俗通，曰不知谁所造。以夫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陶。鼓及陶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陶；六面者曰灵鼓，灵陶；四面者曰鹿鼓，鹿陶。周礼以雷鼓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稷，以鹿鼓治鬼享。鼓长8尺者曰会鼓鼓，以鼓军事。长丈2尺者曰高鼓，凡手背及翼饰则鼓之。今是谓之下。器，器周礼阴七，今是阴皆尺反。长6尺6寸者曰劲鼓，今奏则鼓之。阴鼓在大鼓侧，诗云阴引玄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陶，大陶谓之柄。月令仲夏修陶柄，是也。然则陶柄即陶类也。又有驼鼓焉。节不知谁所造。傅玄节赋云：黄钟唱歌九韶。辛午，口非节不咏，手非节不抚。此则所从来亦远矣。八音五曰丝，丝琴瑟也，柱也，筝也，琵琶箜篌也。宋书373。秦马融狄父云密西造琴。是本云神农所造。尔雅大秦曰离，20弦。今无其器。其环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乔尾，伯阶曰律器。是出傅玄秦赋。是云乔尾是伯阶琴，伯阶传亦云耳。以傅氏言之，则非伯阶也。瑟马融狄父云神农造瑟。是本密西所造。尔雅云瑟27弦者曰撒。今无其器。注不知谁所造。史籍为云高渐离善集注。真秦声也。傅玄真父序曰是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体和法度，节就哀乐，乃人治之器，岂亡国之臣所能观思？哉，风俗通，则曰助声而色弦，不知谁所改作也。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
故使工人才珍，著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意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至云，长城之意，弦陶而鼓之，并未详熟。10. 其器不列四乡。空侯出名侃侯。汉武帝塞灭南越，辞太夷后土用乐，令乐人侯徽依琴作侃侯，言其侃音节奏也。侯者，因工人性耳。后言空，因俄也。古诗娇妙雅乐，进士来专用于楚声。宋孝武帝大明中，吴兴沈怀远被徙广州，造绕梁，其器与空侯相似。怀远后亡，其器亦绝。八音六曰木，木柱也，羽也，并不知谁所造。乐记曰：圣人作为控，洽、勋、池，所器亦远矣。柱如七筒，方2尺4寸，深尺8寸，中有锥柄，连底动之，令左右击羽。状如伏虎，背上有27邹羽。以竹长齿，名曰指，横略之，以节乐中也。八音七曰庖，庖声也，羽也。声随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庖内，师黄管端。宫管在中央，36黄曰鱼，宫管在左。PG 374。棒19黄至13黄曰声，其他皆相似也。于今王大声谓之朝，小者谓之和。其声中之黄，女娲所造也。诗传云：吹声则黄鼓矣，盖声中之黄也。尔雅曰：声19黄者，曰朝。汉章帝时，零陵文学西景于顺慈的声，白玉管。后世亦之以竹乎。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吕也，箫也，管也，池也，乐也，笛也。律吕在，律立志。箫是本，云舜所造。尔雅曰：编23管。尺4寸者曰言，16管长尺2寸者角。角者爻，凡箫以名赖。前世有洞箫，其器今亡。蔡邕曰：箫编竹有底，然则庸时，无洞箫矣。管尔雅曰：长尺为寸，并七之，有底。大者曰交，交音交；中者曰镊，小者曰邈，邈音邈。古者以玉为管。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管事也。乐令、军琴、瑟、管、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尺，为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池是本，云鲍兴公所造。旧志云，亦曰管。使陈案非也。虽不知鲍兴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名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使已有其器。兴公安得造池乎？尔雅曰：池。大者尺4寸，为3寸，曰夷。夷因盈，亦名巧。小者尺2寸。今有胡池，出于胡吹，非雅器也。乐不知谁所造。周礼有乐师，长教国子秋冬吹乐。今凯荣、宣烈武所执与乐是也。盖师所云左手执乐，右手秉笛者也。尔雅云：乐如笛，3孔而短小。广雅云：7孔。大者曰产，中者曰仲，小者曰约。约因握。笛按马戎，长笛腹，此器起进士，出于羌中，今防备。其五音。又称丘仲公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则曰丘仲造笛，武帝10人。其后更有羌笛耳。三说不同，未详孰实。PG 375。因杜至、家父云李伯阳入西戎所造。
汉就注曰：号曰吹鞭。晋先残柱、车架柱，吹小发吹大，即音也。又有胡笳。汉就真敌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鼓吹盖短箫挠歌。蔡邕曰：君乐也，皇帝岐伯所作。以杨德见武，劝士讽敌也。周官曰：师有功则凯乐。左传曰：晋文公胜楚，正履凯而入。司马法曰：得意则凯乐凯歌。雍门周说孟尝君，鼓吹于不测之渊。说者云：鼓自一物，吹自余，赖之属，非箫，鼓合奏，别为一，乐之名也。然则短箫挠歌，此时未名鼓吹矣。殷少汉、鲁不图，唯有其职。及家不允鼓吹，而汉室有黄门鼓吹。汉享宴，时举乐13曲，与魏氏鼓吹长箫同。长箫短箫，记录并云。丝竹合作，直节者歌。又见出录云：戊辰、黄觉、玄云远其皆其吹曲，非鼓吹曲。此则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鼓吹为其吹，二曲异也。又孙权官位武军，作鼓吹而还，此又因是今之鼓吹。魏晋士又假诸将帅及衙门区盖鼓吹，斯则其实谓之鼓吹矣。魏晋士给鼓吹甚轻，衙门都将武校悉有鼓吹。晋江左出，临川太守谢吃美请，折孟闻鼓吹。有人为其战之曰：君不得生鼓吹，当得死鼓吹耳。吃极度。涛战眉，追赠长水校尉，葬给鼓吹焉。谢上为江夏太守，易安。西将军与议于武昌滋事，亦与上赦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上赦破的，便以其父鼓吹给之。今则甚重矣。较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今中国马；或云出吴越。就至云：鼓乐有赖否？今并无。使臣暗而雅赖字，是萧之一名耳。诗云：砍其疾否？毛传曰：昂谓之否。助臣相处者，出自梁孝王。孝王助睢阳城，方12里，造唱声，以小鼓为节，助者下处以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曲。PG 376，至今传之。魏晋之士有孙氏善红旧曲，宋氏善集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好所善旦筝，诸生善琵琶，犹发新声。